秦川一觉醒来，穿越到大明。开局觉醒，开罐系统，开始了他开店卖罐的生活。朱元璋，我开到了返老还童丹，嬴政赢麻了，真能开到不死药。李世民我人麻了，为什么我只开到了一个打火机？洪武12年，金陵城乃是天子脚下，在朱元璋这几年废寝忘食的治理下，日渐繁荣起来。在城郊有一家店铺大门敞开，店铺大门的正上方悬挂着一副牌匾，书有“愿者上钩”4字。店内，秦川叼着一支烟坐在椅子上，表情有些蛋疼。我大概是拥有系统里面的人中混得最差的了吧，就离了个大谱。想到这里，秦川默然恶狠狠竖了一个中指。一封建王朝，你给我整个开罐系统，需要别人开罐才能获得奖励，而且开一个罐子居然需要1000两银子，这我忍了，毕竟这世上从不缺冤大头。可关键是自己还不能离开这个店铺，这不是要自己的亲命吗？哪怕给我来个辅助皇帝的系统也行啊，给我整这牛鬼蛇神的系统。秦川瞬间戴上了痛苦面具，不能走出店铺，他上哪儿去忽悠别人来买罐子？整整3年一个罐子都没卖出去过，搞得自己连最低额度的抽奖都搞不了，这系统带的有和没有一个样，再不开张就要喝西北风了。而此时李善长陪着朱元璋两人悄咪咪地走出了皇宫，来到这郊区之外散心。陛下，虽然山东、河北等地发生旱灾，但是还请圣上放心，老臣已经依照陛下的旨意布置下去，想来很快就能得到控制，还望圣上保重龙体，如此才能让我大明长治久安。李善长微弓着身子对着前面的朱元璋禀道，就算能控制，那也只是暂时性，如今天下初定，粮食问题尤为重要，若是不能想出办法让天下的百姓填饱肚子，只怕会给北元死灰复燃的机会啊。朱元璋却是不怎么乐观，甚至有些心烦意乱，冷哼一声道，老臣回去之后就和吏部的官员商议出对策，呈给陛下过目。李善长忙不迭地说道，算了算了，今天不谈这些国事，咱出来是来散心的。咦，没想到如今离城如此之远的郊外居然也有铺子了。朱元璋远远地瞧见秦川的铺子，却是轻疑一声，有些不可置信，毕竟这里离金陵城已经有数十里之远了，这都是陛下勤政的功劳。李善长见状，赶紧一个彩虹屁拍过去，走，正好咱也渴了，过去讨杯水喝。朱元璋也是满意的点了点头，看来这些年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两人很快便到了秦川店铺的门口，到门口定睛一看，愿者上钩。朱元璋看见挂着的牌匾，顿时来了兴趣，笑着对李善长说道，今儿个咱们就做回文网，看看这店家有没有姜太公的本事。客官稍坐，我给你们沏茶。秦川见有人走进店内，有些喜出望外，等拎着茶壶走到两人面前，看清两人的穿着，脸上的笑容再也藏不住了。呜，总算来2个冤大头了，不容易啊，看来今天有望开张了。2位贵客远来至此，可是来买罐子的？罐子？李善长望着秦川身后柜子上摆着的一个个罐子，不由得出声问道，我说掌柜的，你这罐子怎么卖的？1000两一个罐子。1000两？李善长听完用一种你当我是傻子吗的表情望着秦川。秦川见状，面色平静地回道，没错，1000两一个，概不还价。咱很是好奇，什么样的罐子能卖如此高的价钱？朱元璋有些惊讶，要知道在当下，寻常人家1年的收入也就2两银子左右。我这罐子里的东西存在无限可能性，你能想到或者想不到的东西，都能在这里面开到。当然，前提是2位不是从非洲过来的。此话当真？朱元璋直接忽略了后半句话，目光死死地盯着秦川。当真？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在这里，这话我也照说不误。朱元璋听到秦川肯定的回答，顿时浑身气势暴涨，一股帝王气息瞬间绽放。少年郎，你可知道但凡欺骗过咱的人，都让咱送去见阎王了？秦川仿佛什么都没感觉到一样，在朱元璋皇帝气势的笼罩下，完全没有任何反常的表现，只是微微抬头，眼神丝毫不惧与朱元璋对视，不卑不亢地说道，客官若是不信，大可以不买，不用这般咄咄逼人。朱元璋看到秦川完全没有被自己的气势所吓倒，不禁有些诧异，自己一身杀气，没点胆量的人是要被吓得尿裤子的。他心中对秦川的看法稍微上升了一点，觉得眼前这小子还算是有过人之处。若是秦川在自己气势震慑下瑟瑟发抖，那朱元璋便会将其交给锦衣卫，好好的给他上一课。那好，那咱就买上一个罐子试试看。朱元璋对着李善长使了个眼色，后者赶忙从袖子里掏出一张银票放在柜台之上。
秦川见此举动，差点没忍住哭出来。3年了，整整3年，你知道这3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开罐之前，我有句话要说，本店每天有且只有3个罐子。秦川说完后，一挥衣袖，3个罐子凭空出现在柜台之上。就算是见多识广的朱元璋，自问就算是御用工匠的手艺，也是远远不及眼前3个罐子的做工。少年郎，那这罐子该如何打开呢？砸也好，摔也好，看你心情。秦川无所谓的说道。有系统这罐子才有用，没有系统就是寻常的瓦罐而已。秦川自然不会在意。听到秦川所说的方法，朱元璋顿时嘴角抽搐了一下。这罐子的做工绝对是巧夺天工级别，是能够世世代代当做传国至宝流传下去的存在。但在秦川这里，居然只是这种待遇。朱元璋的内心有了一丝动摇，难不成这个罐子真能开出仙药？那么朕的皇后岂不是有救了？想到这里，朱元璋眼中闪过一丝狂热，也不再犹豫，直接捧起一个罐子，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啪！罐子外壳破碎，数百道刺目的金光从内部射出来。李善长和朱元璋都是第一时间抬起手，捂住眼睛。好家伙，一上来就是金色传说！秦川有些不可置信。当金光消散以后，一张散发着莹莹光芒的金色卡牌静静悬浮在破碎的瓦罐之上。朱元璋好奇地问道：“掌柜的，这开出来什么东西？你拿在手里看一下便知道。”秦川也是头一次见人开罐，说实话，他也不知道那玩意儿到底是什么。朱元璋闻言没有犹豫，直接朝着卡牌伸手。当他的手接触到卡牌，卡牌瞬间变成了一枚热气腾腾的烤地瓜。眼前的变化让朱元璋有些愣住了。朱元璋看到罐子金光四溢，仙气十足，还以为开出来仙丹了呢，结果到最后怎么变成了这么个玩意儿？于是他便把疑问的眼神投向了秦川，希望他能给自己解释一下。秦川听到耳边系统的声音，指着他手里的地瓜说道：“这是一种食物，学名红薯，不仅味道甜美，产量也挺不错的。大概1亩7、8千斤左右的样子。”噗！在一旁喝茶的李善长听到这句话，口中的茶水全都喷了出来。他刚刚听到了什么？1亩7、8千斤？朱元璋看着手中的红薯，眼睛顿时红了起来，因为秦川说的这个数字让他无比震撼。对于如今百废待兴的大明帝国而言，绝大多数百姓还挣扎在温饱线上，在连年大旱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愈发明显。朱元璋为此也是十分的发愁，他不是不知道该如何改善民生，可关键是自己手里没有足够的粮食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为这个时期的水稻基本上是1年1熟，而且产量不高，1亩也就几百斤而已，对于土地的要求还极高。而现在朱元璋内心激动无比，他似乎找到了解决粮食问题的方法。亩产7、8千斤的红薯，一旦在大明普及推广之后，天下百姓的粮食问题便会迎刃而解。朱元璋一想到这些，心情就十分激动，迫不及待想要立刻得到大量的红薯。他一时间竟有些呼吸急促，口干舌燥，指着红薯半天居然不知道如何开口。这是犯病了吗？刚才还好好的。好一会儿，朱元璋才按住自己激动的心，颤抖地问道：“这红薯该如何食用啊？”秦川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个吃货，开口说道：“直接把表面的皮剥去，就可以吃了。”朱元璋二话不说，直接照做。李善长见状，赶忙上前说道：“老爷，要不先赏小的一口，让小的先尝尝先。”在古代，皇帝用膳前，有人试毒是最常规的操作，尤其是眼下天下初定且京城时局诡异难测，如果这个时候陛下出了一丁点的问题，只怕这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局面将会不复存在。虽然出来的时候已经让亲军都尉府清扫了一遍，出现刺客行刺陛下的情况几乎是不可能发生，但凡是不怕1万就怕万一，要是陛下真出了事儿，自己项上人头不保也就算了，李家9族都得受到株连，他李善长可不敢冒这个风险。可是朱元璋却毫不在意地摆了摆手，笑呵呵道：“不用，咱这回要亲自品尝。”李善长还想说些什么，张了张嘴却没再发出一言。他跟在朱元璋身边多年，知道朱元璋就是这个性格，有时候小心谨慎的过分，有时候又大大咧咧的让人目瞪口呆。朱元璋直接一口咬了下去，突然眼眸瞪裂，一副惊吓过度的表情。秦川和李善长都被朱元璋的这副表情吓得心跳慢了半拍，赶忙上前。李善长一脸惶恐：“有毒，我命休矣。”秦川十分淡定：“该不会是噎到了吧？可千万别呛死啊！还指着忽悠你接着开罐呢。好吃，这红薯竟然如此美味。”
朱元璋没想到此物竟然这般酥甜，这种滋味甚至让他有了一丝错觉，莫不是仙人的食物，不然如何能有这般味道？听到朱元璋这话，两人瞬间松了口气。朱元璋3下5除2将手中的红薯吃完，用手摸了摸嘴巴，感叹着：“此物真乃仙品，1000两银子合情合理。”秦川看到这位贵客对罐子内的东西很满意，自己也十分开心，毕竟他指着这个肥羊多光顾店铺呢。朱元璋对这次开出的红薯十分满意，但此时他更想知道这种红薯要怎么才能大量获得。于是朱元璋便直接开口询问：“这个红薯要如何才能获得？”秦川为了多卖出几个罐子，自然是耐心的解释道：“需要红薯种子。”朱元璋听到秦川的话，眼前一亮，赶忙问道：“如何才能得到红薯种子？”啊，这秦川一脸诧异，不明白他为何对红薯这么上心，但还是如实说道：“这东西来自南美洲，依照大明如今的船只，只怕是无力到达。”话音落地，朱元璋脸上的血色刹那间褪去。南美洲无力到达，该死，真是该死！朕的美梦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吗？朱元璋脸色惨白，袖中的拳头攥得紧紧的，内心十分的不甘。明明是天降仙物，却为何让自己无法得到？这种滋味让朱元璋只觉得从心底里泛起一阵无力感，难受的他只想哭。望着朱元璋失魂落魄的样子，秦川开口询问道：“客官，想要红薯种子啊？”朱元璋看着一脸轻松、语气平静的秦川，眼睛骤然亮了起来。“对啊，咱怎么把他忘记了？如果解决不了问题，那就把提出问题的人给……那就把问题抛给他。”朱元璋瞬间激动起来，点了点头，带着颤音不确定地问道：“你有办法？”秦川指了指柜子上剩下的2个罐子说道：“那就接着开罐，都是好东西。我这罐子里存在一切可能，就算开不到红薯种子，那也有可能开出媲美红薯种子的东西。”说到这里，秦川停顿了一下，然后用充满诱惑的语气说道：“哪怕是长生不老药，那也是有机会开到的。”听到长生2个字，朱元璋眼睛瞬间明亮起来，倏然起身。刚才开到的红薯已经让朱元璋开始相信秦川说的话了。而秦川的这番话让朱元璋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到了罐子上，他想着自己就算开不出来红薯种子，那开出来长生不老药也行。有了长生不老药，他有信心指挥大明铁骑将南美洲这个红薯产地打下来，为大明的黎民百姓造福。朱元璋平静了下心神，缓缓走到桌前，双手珍重地将罐子捧起，同时心中也在暗自祈祷起来。咔嚓，第2个罐子直接被砸碎在了地面上，耀眼的金色光芒瞬间迸发出来，逐渐凝聚成了一张玄奥的卡牌。朱元璋忍不住伸手去触碰浮在空中的卡牌，当他触摸到这卡牌的时候，不知为何，心中对能开到红薯种子的担忧全都放下了。这人的运气有一点点好啊！秦川有些惊讶，连着开出金色传说，这不是狗托就是欧皇。朱元璋手中的卡牌自动化成漫天的星光，飘落在地上，然后在几人瞠目结舌的表情下，一堆绿油油的种子苗铺满了地面。这是什么东西啊？朱元璋走过去抓了一把在手里，开口问道。秦川看着生机盎然的红薯种子，心中感叹着欧皇不愧是欧皇，这种运气是非酋难以想象的。真是想要什么来什么，言出即发，不得不让人倒吸一口凉气，说一句恐怖如斯。秦川看着朱元璋，嘴角抽搐不已，开口说道：“这全部都是改良版红薯种子，放心大胆的种在土里，保证没有死苗。”早在红薯种子出现的时候，秦川就听到系统提示，这是经过系统特殊处理的红薯种子。朱元璋听到秦川的回答，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脸色终于有些绷不住了，嘴巴微微张开，双眼露出震惊、不可置信的神色，激动的浑身都开始颤抖。开罐的时候，朱元璋虽然心里想过最好能开到红薯种子，但其实从心底里并没抱多大希望。按秦川所说，这罐子能开出的东西太多了，怎么可能就那么巧，恰好开到自己想要的红薯苗呢？但不得不说，朱元璋真的就是天命所归的皇帝，气运绝非普通人所能比拟。朱元璋满意的看着面前绿油油的红薯种子，将李善长叫到身边，伏在他耳旁说道：“善长，你立刻去找人来，将红薯种子给咱运进皇宫，好生保护起来。任何人只要胆敢损坏红薯种子，咱诛他9族。”老臣这就去办。李善长也深知此事的重要，立马转身走出了店铺。不多时，呼啦啦涌进来一堆壮汉，都给咱清点，这是咱的安身立命之本。朱元璋不放心的在一旁叮嘱道：“是，老爷。”等他们将店内的红薯种子搬完之后，秦川望着红光满面的朱元璋，
想到他刚才的话，觉得还是要叮嘱他一番。毕竟这位贵客看样子是个可以让自己持续薅羊毛的存在。我刚才听客人这话的意思，难不成是想把这东西献给朝廷？朱元璋愣了一下，眼眸闪烁了片刻，点了点头。是啊，老夫我奔波了半辈子，赚的银子一大半孝敬给了朝廷的官员，这帮当官的实在太黑了，所以啊，这才来到天子脚下，想托人弄个一官半职的。好家伙，这是打不过就加入啊！我劝你还是等上一段时间再说。难道你没有闻到金陵城的上空飘着一股味儿吗？秦川故作神秘地说道。什么味儿？血腥味儿。秦川与不惊人死不休。掌柜的，你这话的意思是最近朝堂上要血流成河不成？朱元璋惊疑不定地问道。不能够吧？这你就不懂了吧？秦川一副指点山河的样子。如今的宰相胡惟庸快要倒霉了，陛下已经磨刀霍霍准备宰了他了。你这时候往朝堂里钻，不是找死吗？安安心心当个富家翁，不香吗？朱元璋为了子孙后代能够坐稳江山，一心加强皇权。为了收回相权，他亲手布置了明初3大案之一的胡惟庸案，那办的叫一个彻底，前后持续了10多年，受到牵连的人多达10余万人，其中大多数都是被冤杀的，也许只是跟胡惟庸有过一丁点关系，就落了个满门抄斩的下场。再说了，如今吏部可是掌握在胡惟庸手里，想要做官不得通过他吗？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本来能颐养天年，却因为这点关系被逮出去砍头，可太冤枉了。最关键的是，秦川还想多薅几次羊毛，罐子常有，而冤大头不常有啊。掌柜的，休要在这胡言乱语。一旁的李善长听到这里，后背冷汗直流，小腿都打起颤来。那胡惟庸是他一手提拔上来的，而且不久之前，胡惟庸哥哥的女儿嫁给了自己的侄子李佑为妻。他们现在是什么关系？胡惟庸若是被陛下处死，自己还能活命吗？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可听说他是当今陛下钦点的宰相，陛下对他无比的信任，又怎么会杀他呢？朱元璋心头翻涌起了巨浪。这个想法虽然在自己的心中盘算了许久，可自己从未与任何人说过，哪怕是自己最爱的马皇后也未曾透露。这个掌柜的又是怎么知道的？难不成咱想杀胡惟庸的心思已经人尽皆知了不成？你说你连这一点都看不出，还是不要混官场了，做个土财主挺好的。掌柜的，咱还是接着开罐吧。李善长差点没给秦川跪下了。你居然说一个能左右官场风向的皇帝不懂官场，这事儿也太离谱了。你这管家咋老喜欢打断人说话呢？这习惯可不好。秦川有些难受，我刚想装个大的，你搁这让我别说，那我不是白忙活了？我干，我是在救你的小命，你懂不懂啊？这话不是明摆着说陛下能力不行吗？我堂堂一个大明太师，好心好意帮你，居然还不领情，气都冷。确实如此，给咱好好喝你的茶就行了。朱元璋凶狠地瞪了李善长一眼，委屈心酸，问李善长什么时候才能站起来一次？掌柜的，给咱接着说说你为什么这么认为？是听到什么风声，还是自己推断出来的？望着一脸求知欲的朱元璋，秦川无奈地摇了摇头。好吧，好歹是自己的第一个顾客，再加上他这么虚心的份上，那就掏点干货给他看看，免得到时候死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这可没人告诉我，这是我用慧眼看出来的。胡惟庸就是仗着陛下的信任和满朝的门生恃宠而骄，前段时间战成国来进贡，他都敢不报告给陛下。长此以往，百姓只知道大明朝有个宰相，而不知道皇宫里还有个皇帝。他也不想想这天下姓什么，他手里的权势是谁给的？你说说看，这不是找死是什么？古话说得好，水满则溢，月盈则亏，盛极而衰啊。可惜啊，很多人都和你一个样子，鼠目寸光，只看到了他如今权势滔天，却没看到他头上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所以啊，你就不要趟这趟浑水。秦川说完，朱元璋看秦川的目光多了几分讶异。这少年年纪轻轻，竟有这般眼光，实在超出他的预料。虽然他听不懂达摩克利斯之剑是什么意思，却不妨碍理解秦川话中的深意。当即，朱元璋似笑非笑地看向李善长道：“善长啊，你说咱都多大岁数了，怎么还老是盯着眼前这点坛坛罐罐呢？到头来还不如一个少年郎看得透彻，当真是悲哀啊！”老爷说的是，说的是。李善长强颜欢笑地附和道。朱元璋这话一出，李善长便知道胡惟庸的死期已然被皇帝提上了日程。
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想办法让自己走出这趟漩涡。而秦川听着这话，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儿，这也能借机吹自己一波？没看出来这位贵客还有当舔狗的潜质。若是自己说出废宰相建内阁的制度，他们岂不是要把自己吹上天去？算了算了，不跟这帮古人计较，毕竟是自己的第一位客人，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就不揭他的短了。哪里，不过是一丢丢不成熟的想法而已，你们可千万别出去跟其他人说啊！秦川不放心地叮嘱道。这个消息在当下这个时间段实在太过敏感，若是不小心传出去，指不定会给自己招来什么麻烦。最主要的是，他如今还摸不透系统的全部用处，还是猥琐发育更为安全。还有最后一个罐子，客官要不要开？秦川主动岔开了话题。要开？既然能奇迹般开到自己最想要的红薯种子，那再开出仙药也并非不可能。不过开罐之前，他还有几个关键问题要向秦川问清楚。敢问掌柜的，咱这红薯种子该如何种植？咱大明的土地是否适合种植？这红薯种下去之后，大概多久能够收获？朱元璋听到秦川的回答，悬着的心稍微放下了一点。他原本以为像这种仙宝般的作物种植起来定会十分繁琐，没想到竟如此简单。第二个问题，秦川接着说道，大明的土地可以种植红薯，这玩意儿对土地的要求并不高，即便种在贫瘠的土地上也能生长，你完全不用担心。秦川的话让朱元璋彻底放下心来，这红薯并非他想象中那般娇生惯养，再好不过。至于这成熟时间嘛，大概3个月左右。朱元璋听完这话，瞬间目瞪口呆，脸色更是在这一刻疯狂变换。他是真的没想到，这红薯的成熟期竟如此之短。于这一刻，朱元璋眼眶微微湿润，他仿佛看到这天下的穷苦百姓再也不用忍饥挨饿了。来，接着开罐吧。朱元璋收拾好心情，将目光投向了柜台上最后一个罐子。咔嚓，这回朱元璋没有摔罐子，而是紧紧握住了拳头。作为从尸山血海中闯出来的皇帝，朱元璋本身的身手绝不弱，寻常情况下3、5个人根本无法近他的身。这一拳下去，直接将最后一个罐子当场砸碎，罐子里面顿时闪现出耀眼的金光。秦川一阵无语，这难道就是欧皇吗？甘拜下风？怕了！这回罐子内的东西不再是卡牌的形状，而是凝聚成了一颗金色的丹药，静静浮现在朱元璋的手心中。丹药上印刻着难懂的玄妙纹路，散发着令人陶醉的丹香，在他面前轻轻漂浮。这是……朱元璋闻着空气中的丹香味儿，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可以延长人10年寿命的初级仙丹。听到系统的介绍，秦川对着朱元璋解释道。听完这话，朱元璋的呼吸顿时变得急促起来。10年寿命，呵呵，咱的皇后终于有救了。他的双手微微颤抖，小心翼翼地将这枚散发着清香的丹药放入怀中。望着秦川身后架台上摆放的诸多罐子，朱元璋想了想，开口说道：少年郎，咱看你身后还有很多罐子，要不一起都卖给我算了，咱这就让人回去取钱。这位贵客，不好意思啊，我前面也说过了，本店每日只出售3个罐子，多了没有，还请见谅。秦川对此只能摊开手，无奈地耸了耸肩。他巴不得做一锤子买卖，可系统只想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只让他每天卖3个，他也无可奈何。朱元璋听到秦川的话，心中不由得思索，要不要向他摊牌，自己就是当今天子。若是摊牌，便能把他手里的罐子全都买回去。一想到能从罐子里开出无数仙宝，他眼中的火热便怎么也掩藏不住。就在朱元璋内心打定主意，准备跟秦川摊牌的时候，又听到秦川开口说道：真不是我不愿意卖，本店就是这个规定，若是客官还想开罐子，明日再来吧。朱元璋有些不能理解，开门就是为了做生意，你这样很难发财的啊。秦川叹了口气，规矩如此，别说是你，就算是当今天子站在我面前，我也是这个回答。李善长在一旁眉头狂跳，屏气凝神，噤若寒蝉。疯了吧？你知道你拒绝的是谁吗？是当今天子。你知道你刚刚拒绝了什么吗？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啊！沉默。经过足足10个呼吸的沉默，朱元璋才开口说道：既然如此，那咱就不勉强你了，明日再会。那客官常来玩啊。走出店铺，坐在马车上准备返回皇宫的朱元璋，此刻心情极为愉悦，脸上挂着若有若无的笑意。他是真没想到，只是出来散散心，竟能有如此丰厚的收获。朱元璋对着坐在一旁的李善长说道：眼下第一要紧的事情，就是把红薯种子全都在黄庄内种下，让经验最丰富的农夫来负责打理。
朱元璋又想了想，接着补充道：“同时要安排足量的人手盯着这家店铺，从此以后不要让除朕以外的任何人进入店内。”老臣遵旨。李善长原本还打算抽个时间来开几个罐子，听到朱元璋的旨意，也只能打消这个念头。时候也不早了，你就不用跟朕进宫了。那老臣先退下了。李善长此刻巴不得离朱元璋越远越好，等把陛下布置的事情办好，便称病在家，也好躲过即将到来的朝堂风暴。朱元璋点头应允。李善长快步走向马车门口，刚迈出一步，就听到身后传来声音：“等等！”突然间，朱元璋开口叫住了他。李善长身体猛地一颤，努力让自己面色保持平静，转身问道：“陛下，还有什么吩咐？今天的事情记得要保密。”老臣明白。李善长赶忙躬身答道：“爹，你陪陛下微服私访回来了。”李善长刚走下朱元璋的马车，就看见自己大儿子李琦迎了上来。李善长摸着胡须，一脸心绪复杂的应道：“看来陛下对爹隆恩依旧，哪怕是如今胡惟庸大权在握，陛下也还是没有忘记爹爹。”李琦对此十分开心，陛下对自己老爹信赖，那么李家自然也能从中获益。孩啊，你知道就好，陛下对我李家隆恩不减，我们要时时刻刻记在心里，要对陛下鞠躬尽瘁。李善长语气平静地告诫道：“爹爹放心，孩儿知道。”李琦赶忙应道：“陛下交代了你爹一些要紧的事情，你给我守着书房大门，不要让人进来。”说完，李善长便操着手，不紧不慢地朝书房走去。等进入书房，关上门之后，李善长才露出惶恐不安的表情。今天陛下在店铺内说的话，带给他的冲击实在太大了。原来陛下早就想动胡惟庸了，自己还傻傻的不自知。不对，也不是不自知，而是被朱由蒙了心。胡惟庸若是被废了，那么自己这个提拔他的老上司能有什么善果？想到这里，李善长慌忙将放在书柜上的一个盒子打开，里面放着的是朱元璋赐给他们这帮老臣的免死金牌，只要不是造反的大罪，都能免去一死。李善长把玩着免死金牌，一言不发。良久，他忽然把免死金牌扔到了地上。呵呵，若是朱元璋会因为一块金牌就不动刀，他也就不是朱元璋了。为今之计，只有居庙堂之远了。李善长眼中闪过一抹金光，当即做出了这个决定。其二，他忽然出声道：“哎，爹！”李琦一直在门外侍候着，听到李善长的呼唤，连忙走了进来。李善长看着他说道：“传下去，就说为父生病了，今日起所有拜帖都给推了，还有我写一份奏折，你替为父送进宫去。”李琦听完，顿时脸色大变，自己父亲身体明明好好的，跟皇帝回来就突然称病，莫不是朝堂上最近要发生大事不成？爹爹，可是……慎言！李善长抬起头，目光冷冷地看着他说道：“是。”李琦一愣，赶忙应道，心里暗暗吃惊，从来没见过父亲这个神色，这一次只怕是要死不少人了。还有，今日的对话不要对外说出去半个字，从今天起要约束好府里的人，切不可肆意妄为。明白，爹。当下李琦也是毫不迟疑地应道：“出去吧。”李善长挥了挥手。等等，就在李琦准备关门的时候，李善长突然想到了什么：“爹，还有什么要叮嘱的？”“先不用了，你先退下吧。”“是。”哎，等李琦走远，李善长重重叹了一口气，当真是当局者迷了。依陛下的心性，自然还是要去那个店铺的，也肯定会找机会询问那个掌柜的意见。这时候贸然退出，弄不好会弄巧成拙。李善长望着地上的免死金牌，顿时有了主意。其二，被叫爹要进宫面圣。回到宫内，朱元璋便大步流星地朝马皇后的寝宫走去。一路上碰到的宫女都是弯腰低头，以示行礼。后宫里面太监不多啊，没有大太监，只有一些小黄门。太监服侍皇帝，宫女服侍后妃，似乎成了规矩。店门口，守在门口的宫女见朱元璋到来，就要进去禀告马皇后出来接驾。不必通知皇后迎驾，你们都下去吧。朱元璋见状，连忙挥手阻止就要去禀报的宫女，抬腿跨入殿内。马皇后所在的寝宫，主殿9间，近身3间，进门就是一个大厅，深约15米，左右都摆放着雕花座椅，座椅中间摆着茶几。最里面是一个金黄色装饰的凤座，这里是马皇后会见朝臣、勋贵夫人的地方。越过西侧门进去，里面很是宽阔，摆放着几架织机，后面是厨房。古往今来，身为皇后却亲自织布下厨的，估计也不多见。她虽是皇后，身上的明黄色长服却略显破旧，头上除了一根玳瑁簪子挽起发髻，再无其他首饰点缀。冲爸，你来怎么也不说一声？
马皇后见朱元璋到来，停下了手中的活儿，关切地问道：“可吃过饭？要是没有，我给你做最爱吃的珍珠翡翠白玉汤。”两人相识于微末之时，一路走来不离不弃，即便是成了天下最为尊贵的人，依然不拘泥于繁文缛节，仍用早年相识的称呼。妹子，咱吃饭的事情不急，你先把这丹药吃下去。朱元璋小心翼翼地从怀中取出丹药，递给马皇后。马皇后闻着空气中的清香，被病魔缠身的身体顿时轻松了不少。就算不知道这枚丹药的作用，她也很清楚这绝对不是凡物。重八制药，这是龙虎山道士献给咱的，咱已经找人试过了，效果还挺不错的。朱元璋随口编了一个理由。马皇后接过丹药，看了眼朱元璋，一口吞下。在服下仙丹之后，原本孱弱的身体宛如被重塑了一般，变得格外年轻，就连两鬓的白发也变成了乌发，整个人重新焕发出了活力。马皇后察觉到自己身体的变化，心头的万千疑惑竟不知道从何说起。果然是仙丹，那个掌柜的没有骗咱。看见马皇后的变化，朱元璋也是喜出望外。马皇后顿时就有些好奇起来，似乎这里面还有什么故事。重八，怎么回事？朱元璋笑了笑，随即将今天发生的事情如同倒豆子般全都说了出来。重八，你不该把这药给我吃啊！马皇后听完顿时就急了，这天下可以没有我这个皇后，但是不能没有你这皇帝，你糊涂啊！重八。朱元璋满眼心疼地望着坐立不安的马皇后，内心一片柔软。当年他和陈友谅对战时，被对方追击受伤了，要不是妹子背着伤重的自己逃出升天，哪有今天的自己？妹子，不要着急，他那儿的罐子多的是，咱乃天子，有气运在身，仙丹一定还能开出来的。朱元璋握着马皇后的手，安抚道：若是没有你陪在咱的身边，这万里河山对于咱来说也少了许多乐趣。哎，你这头倔驴！马皇后无奈地叹了口气。朱元璋望着已经熟睡的马皇后，给她整了下被子，便走出了坤宁宫，往御书房走去。那里还有几百本奏折等着他去批阅。皇城御书房内，朱元璋正在看着奏折，一阵细碎急促的脚步声由远至近。陛下，宣国公在殿外觐见。宣？朱元璋想了想，对李善长前来的目的大致猜到了一二。善长，这么晚了，是有什么急事禀报吗？此时朱元璋正埋首于书案间，并未抬头看他一眼。李善长跪在地上，双手捧着免死金牌，还请陛下收回赐给臣的免死金牌。朱元璋放下手里的奏折，不解地问道：善长啊，你这是做什么？这要是传出去，还以为咱想要对你们跟着咱打天下的老臣下手了呢。你这是要让咱背黑锅啊？李善长一听，赶忙解释道：陛下，老臣绝无此意，实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还望陛下明鉴。哦，是吗？那你说给咱听听。启禀陛下，这几年臣这几个儿子仗着老臣得陛下信任，愈发的不知收敛。臣不厌其烦地叮嘱他们不要无视朝廷法度，可是呢，他们就是不听。臣该用的手段都用了，实在是臣的犬子是一堆扶不上墙的烂泥。为了让这帮逆子警醒起来，不至于做出让朝廷让陛下蒙羞的事情，臣也只能如此了。话音落下，朱元璋哈哈大笑，就为了这事儿，你大晚上的进宫？陛下，这是大事啊！朝廷的律法岂能随意践踏？李善长一副我与罪恶不共戴天的表情。朱元璋笑呵呵地看着李善长，脸上露出了意味不明的笑容。李善长别的不说，在朱元璋看来，至少还是很懂进退的。希望到时候胡惟庸也这么知趣，不然的话……想着这些，朱元璋脸上的笑容更加肆意，甚至带了几分狰狞。李善长瑟瑟发抖：陛下，你倒是说话啊！你这样笑起来，我好害怕啊！既然如此，咱就先替你收着。你什么时候想要了，就来问咱拿。朱元璋接过免死金牌，平和地说道：谢陛下，那微臣不打扰陛下了，微臣先告退。这么晚就不用回去了，就留宿宫中吧。明日一早同咱去那家店铺。朱元璋把玩着手中的金牌，平静地说道：多谢陛下恩典。李善长连忙谢道：皇帝让外臣在宫内留宿，这可是最大的礼遇，非心腹之人绝不会有如此待遇。看来自己是赌对了。翌日，店铺内咕噜咕噜啊，舒坦。秦川找了个能晒到太阳的位置，搬来一把太师椅，给自己倒了一杯82年无醇拉菲，又拿了一把薯片，悠哉悠哉地躺在太师椅上。由于昨日卖出3个罐子，他的系统终于可以使用了，不过还需要等升级完成。这些现代食物都是系统赠送的，要是没这些东西，别说3年，3天他都要疯。
如今确认系统能正常使用，他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了。一边喝着，一边吃着，甚至忍不住发出惬意的呻吟声。这样的生活实在是太香了。当朱元璋与李善长来到店铺，一眼就看到眯着眼睡觉的秦川。这么悠闲，当真是让咱有点羡慕了。愣了半晌，朱元璋才憋出这么句话。那是因为有陛下站在天下百姓面前顶住了所有压力。李善长立马迎合道：“咱发现你这嘴这几天好像摸了蜜似的。”朱元璋有些得意地摸了摸胡须。老臣说的是实话，没有陛下，哪有大明的今天？李善长说完，便上前叫醒秦川：“掌柜的，醒醒！”秦川被李善长的呼喊声惊醒，眼眸茫然了一下，接着起身高兴地说道：“两位今天来的有些早啊。”朱元璋嘴角一抽，抬头看了看挂在头顶的太阳。早？咱都上完招，批完几百本奏折了，心里酸溜溜的。今天的罐子咱都买了。朱元璋大马金刀的坐下后说道：“对了，掌柜的，咱还不知道你姓甚名谁呢？”“哦，叫我秦川就好。”秦川抱了抱拳，不知道两位怎么称呼？咱叫朱无用。朱元璋率先开口，又用手指了指李善长，他叫李卓宇，是咱的管家。无用老哥，里面请。开罐的事情不急。朱元璋出声打断了秦川的话。昨日秦川老弟的话，咱回去琢磨了许久，还托宫中人打听了下，好像并不是秦川老弟说的那样啊。陛下好像还打算把公主许配给胡惟庸的儿子呢。秦川此刻真想给自己来一巴掌，是不是欠？我他娘的真是犯贱！好好忽悠古人开罐就得了，跟古人扯什么历史？开罐升级系统不香吗？现在好了，还得浪费口舌解释，我真是欠！多这个嘴干什么？嗨嗨！秦川清了清嗓子，迎上朱元璋的目光。为了今日的3个罐子，只得开口忽悠。帝王之术，岂是你一个商贾之人能懂的？好家伙，我又不懂了是吗？秦川理了理思路，问：如今胡惟庸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形容，不为过吧？假如你是皇帝，你会怎么想？秦川指着朱元璋问道。不待朱元璋回答，秦川接着说道：你肯定会想，幸亏这天下是朕一手打下来的，朕还镇得住他。但是呢，你转念一想，如今朕年岁已高，若是有个意外，朕的后代还能不能如朕一般镇得住他？会不会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翻翻史书就知道，历朝历代可不乏权臣废帝的事情。你说说看，这胡惟庸还能活得了吗？所谓欲让其毁灭，必先让其疯狂。秦川说完，拍了拍朱元璋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道：咱们这位陛下现在已经不只为自己打算喽。陛下为什么在谋划？朱元璋好奇地问道。离谱，你就这么懂咱？自然是为了子孙后代而谋。秦川脱口而出，陛下这一世威严得很，这帮大臣们还能被压制，被震慑，不敢乱言乱动。但是陛下的后代们有这个魄力吗？一旦陛下的后代和陛下留下的老人组成的政治集团产生了隔阂，这后果有多严重，你个商贾之人懂吗？当今天子，乞丐起家，到如今坐拥万里江山，怎么可能让自己出生入死打下的天下拱手让给别人呢？更何况胡惟庸的所作所为已经让陛下有了很好的理由，他的下场只有一个死字。当然还有跟着天子打天下的那帮淮西老臣，知趣也就算了，若是不能急流勇退，下场也只有一个死字。秦川老弟，你这话不对。李善长听到最后一句话，脸瞬间紫了。他偷瞄了一眼朱元璋，发现朱元璋竟罕见的沉默着，顿时手脚冰凉。这是被说中了吗？不能再让他说下去了。秦川皱了皱眉头。为什么？李善长抖了下袖子，身为大明太师，曾经的左丞相，他早已想好说辞。首先，那帮老臣跟着陛下出生入死，协助陛下平定天下，他们打了这么多年仗，我认为只要不违反朝廷法度，不挑衅皇帝的威严，享受享受怎么了？若是陛下赶尽杀绝，会让别人怎么看？合着陪陛下出生入死的时候，陛下一口一个兄弟叫的亲热，说什么苟富贵勿相忘。现在天下安定，四海升平，就开始兔死狗烹了。我想陛下英明神武，不可能不知道千金买骨的道理。其次，如果杀一个胡惟庸，或者杀几个跟在陛下身边的老臣，就能保证大明江山千秋万代，我想那帮人应该会很乐意去死。但是你觉得可能吗？有点道理。朱元璋轻轻颔首，毕竟这万里江山不可能只靠皇帝一人治理，既然要用人，就免不了会出现权臣。你说的问题
当今陛下早已经在心中思虑过很多次了，而且已经有了对策，不然是不会对胡惟庸下手的。秦川意味深长地说道：“喵喵，咱啥时候想到了这点儿？咱啥时候已经有了对策？咱怎么不知道啊？”李善长一脸见鬼的表情，额头上瞬间布满了冷汗。陛下的局布得这么超前的吗？我的妈啊！我要告老还乡。嘿嘿，那你能猜出陛下的对策吗？朱元璋干咳几声，掩饰住尴尬问道：“咱还是要点脸的，好好动动你的脑子。”秦川指了指脑袋，也不想想，陛下为什么要让胡惟庸蹦跶到现在才收拾？为什么？李善长此刻像个3好学生一般，不懂就问。自然是为了废宰相做准备。李善长都快哭了。讲真的，要不是碍于脸皮，他都想跪下来求秦川闭嘴了。这年头，当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大。不可能，这绝不可能！李善长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从秦朝以来，丞相一职已经有1000年之久。纵然出了许多权相，但宰相一职对于朝廷来说还是利大于弊，不然也绝不会延续1000年。退一万步说，陛下真废了宰相，那么朝廷所有的奏折都会送到陛下那里，陛下怎么可能处理得过来？一旦不能及时处理，只怕弄出的乱子比出现一个权相还要严重。这对于一个想要造福天下的皇帝而言，是不能接受的事情。李善长义正言辞地说道：“有道理。”朱元璋思虑片刻，也不得不承认李善长说的不假，废宰相牵扯太广，弄不好的确是要出乱子的。听到朱元璋肯定自己的意见，李善长在心中长舒一口气。这番话说出来本就担着风险，弄不好会让朱元璋认为自己还觊觎相位，但他又不得不说，虽然自己已经没有机会做宰相了，但是自己的儿子还有机会啊。你老朱为了子孙而谋，咱老李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啊，这就是你们当不了皇帝的原因。秦川不屑地说道。这话一出，李善长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般，慌忙跳起来，用余光死死盯着朱元璋的一举一动。只要朱元璋有任何发怒的迹象，自己就把这小子给宰了。真他娘的无知者无畏啊！想死也不带这样的。朱元璋面色古怪地望着秦川，半晌才开口说道：“咱要是皇帝，还能坐在一起吗？”也对。秦川想了想，觉得这话没毛病。等等，我咋感觉这话怪怪的？那你倒是说说，咱这位陛下有了什么妙计来应对废了宰相之后的局面？很简单，宰相权力过大，那就把他手中的权力分开就好了。秦川一脸轻松地说道。不行不行。朱元璋听完直接摇了摇头，略显失望地说道：“权力分开固然是好，但是会造成朝廷内部机构冗杂，不利于朝廷的快速运转。如果遇到突发事件，容易失去最佳的应对机会。”朱元璋在心底叹了口气，揉着眉心，有些自嘲地笑了笑：“咱这是怎么了？居然有期待别人的一天，这事儿要是传出去，只怕会让不少人的眼珠子掉下来。说到底，这位还是个孩子，眼光固然不错，但终究是经历的风浪太少，纸上谈兵而已。”老爷思虑的极是。李善长松了口气：“就是嘛，1000年的制度困局，还能在你这黄毛小子手里解开不成？这不是开玩笑吗？要不老爷，咱先开罐吧。既然陛下能说出这番话，那就证明陛下还没有想好如何应对，现在只需要转移陛下的注意力，再让这该死的熊孩子闭嘴就好。”也好。朱元璋虽心有不甘，但也只能作罢。等等，秦川不乐意了：“我好心好意给你们2位上历史课，科普知识，你们不感激也就罢了，居然还嫌弃我说的不好，这我就不能忍了。是时候让你们见识下键盘侠的厉害了。我说的分权，并不是唐宋王朝那样的架构，而是一种划时代的制度，那就是设立内阁。”内阁？朱元璋跟李善长两脸懵逼，明明2人学富五车，明明都能听懂这个词儿，可为什么就是弄不明白这个内阁到底是什么呢？没错，历朝历代的宰相为什么被皇帝所忌惮，无非是能拍板朝廷上的事情，也就是握着决策权，让皇帝始终有股总有刁民想害朕的感觉。如果他手中没有这个决策权，你说皇帝是不是可以放心了？这个就是内阁制度的精髓所在。陛下可以从百官中挑选有实干经验或满腹经纶的官员，组成内阁，帮助陛下处理天下大事。内阁大学士们将建议写在一张纸上，附在奏章上面，最终是否被采纳，完全取决于皇帝的想法。也就是说，内阁填补了宰相的空缺，而陛下也不用担心，因为内阁失去了决策权，变成了一个咨询机构，是绝不会威胁到皇权的。这样皇帝既可以不用每日被堆积如山的奏折所淹没，也可以不用担心皇权受到威胁。秦川不急不慢地娓娓道来。内阁制度称得上是一个天才的设计，
基本上解决了封建王朝相权与皇权的斗争。哪怕是到了明朝后期，即使皇帝不上朝理政，国家机器也能依靠一班大臣和一整套政务流程维持正常运转。即便出现了如严嵩、张居正这种权势滔天的权臣，都没有能力威胁到皇帝半分。反而皇帝一指令下，就可以让其人头落地。根本原因就在于内阁无合法性，故无实权，只能事事听命于皇帝。与内阁的票拟职权对应的便是批红之权。在王振还没有在大明的历史舞台粉墨登场的情况下，司礼监目前还只是个不起眼的小衙门，秦川也懒得在批红权上费什么口舌了。事实上，要不是键盘侠的引犯了，秦川连内阁都懒得说，自己开店卖罐，朝廷上就算杀得血流成河，关自己什么事儿？咦，这两位这是怎么了？秦川有些奇怪的发现自己说完之后，这两人的状态就有些不太对劲儿。嘴还能再张大点吗？表情还能再夸张点吗？这才多大点的事儿，你们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实在让人心疼。秦川颇有点幸灾乐祸。事实上，他哪里知道此刻朱元璋的内心简直如海啸一般翻涌，以他的政治敏锐性，一眼便看出这个内阁制度完全可以实施起来，其可靠性仿佛是经历过漫长时间的考验一般，十分成熟完美。而他现在需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儿，就是把胡惟庸从宰相的位置上撸下来就行了。天助我也！朱元璋眼睛放光，这个办法简直太棒了，咱为什么没有想到呢？秦川说的一点没错，宰相为什么可以威胁皇权，还不是因为握着决策权吗？既然如此，那就把决策权废了就是。越想越激动的朱元璋在内心暗暗吃惊，一下子就想通了。秦川的这个想法他们不是想不到，而是陷入了思维的怪圈，走不出来而已。纵然是心机深沉的朱元璋，此刻也猛地站了起来，攥紧拳头，一脸激动地看着秦川。当真是天纵英才啊，咱的大明有福了。老爷说的没错，确实是我大明之福。李善长心底长叹一口气，现在可以安排人给胡惟庸送终了。如果说之前陛下还有些犹豫，那么现在就算是来了，也改变不了陛下的决心了。他万万没想到秦川居然能给出这样的答案，自己堂堂大明太师，曾经的左丞相，格局居然比不过一个少年郎。但他丝毫不觉得这有什么丢人的，因为就算是刘伯温来到这儿，也得给这少年跪了。不是自己能力不行，而是这位确实太厉害，简直就是来降维打击的。他看向秦川的目光带上了一丝丝的讨好，因为他知道这个少年的前途一片光明，他大概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得到了皇帝的看重。以圣上天马行空的做事风格，此子未来必定能在朝堂上有一番大作为，现在结个善缘，没准日后就能用上。朱元璋的话让秦川有些莫名其妙，这位朱老哥是不是兴奋过头了，居然激动成这样，还说咱的大明。我只是举个例子，比方说你是皇帝，你还真当自己是皇帝了？病得不轻啊。我说你们还开罐吗？秦川有些无语，都陪你们吹了半天了，是不是该进入正题了？自然是开的。朱元璋心情愉悦地说道，就在这儿开吧，我也有些累了。说完，秦川大袖一挥，3个罐子便出现在桌面上。朱元璋昨日已经知道了开罐的方法，不用秦川提醒，便径直拿起一个罐子，直接砸在了地面上。罐子破碎，金光闪现。秦川现在已经麻木了，甚至有点怀疑这个罐子是不是只有金色这一种颜色了。朱元璋望着眼前的画册，抬头看向秦川。秦川站起身来，接过朱元璋手中的画册，将其摊开在桌子上。根据系统的提示，他已经知道了，这是一幅大明时期的世界地图。这是世界地图。随后他抬起一只手，指着如今大明所在的疆域，图上的这块区域插着一面日月王旗。这块是大明疆域，大明的万里河山，才这么点。朱元璋有点难以接受，指着地图上的非洲、南美洲说道，这些地方居然比大明还要大，自己征战了10几年，居然才打下了这么一丁点的地盘，已经很大了。这是世界地图，比例放小了。秦川一脸无语地看着这位老哥，我看注意点用词啊，我咋感觉你这口气有点狂啊？朱重八来了都不敢这么说。这是非洲，现在上面还没有成型的王朝，只有部落和野人，却有无数的奇珍异宝，金矿、铜矿、银矿。对了，这里的金矿是全世界最大最多的。这块大陆就是南美洲了，是红薯的发源地，还有土豆、玉米这类高产农作物都是从这里出来的。这块是倭寇所在的岛屿，这上面有一座银山，挖出来的银子足够大明用100年。
最关键的是，这里距离大明最近，只要大明打造出一只水狮，就能轻易取之。秦川详细的给朱元璋介绍着每一块大陆的优势，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在朱元璋与李善长的面前缓缓打开，同时也让朱元璋那一颗沉寂已久的野心在秦川的讲解之下重新燃烧起来。他要将大明的日月王旗插在这张地图的每一个角落，接着开罐吧。秦川灌了一口快乐肥仔水，讲解员实在太累了。第二个罐子被朱元璋摔在了地上，只是这次并没有像前几个罐子那样从里面透露出光芒。毫无疑问，朱元璋这回开到了一个空罐，里面啥都没有。秦川小弟，这是怎么回事？朱元璋问道。秦川平静地说道：我之前就说过了，这罐子开到什么全凭自己的运气，开出空罐这种情况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朱元璋只是皱了皱眉头，没再说话，而是麻利地将最后一个罐子摔在了地上。砰的一声，罐子四分五裂，里面依旧空空如也。又是空罐。朱元璋眉头微皱，不自觉地攥紧拳头，眯着眼睛，心想自己乃是天命之子，气运加身，怎么可能会接连开到空罐？李善长看到朱元璋这副样子，知道这是皇帝生气的前兆，赶紧屏气凝神，生怕陛下将怒气发到自己身上。秦川自然也感受到了，毕竟欧皇变飞球，是个人都接受不了。于是他开口说道：朱老哥，你也不用如此，你不妨换个思路来想想，每一次不出东西都是为了下一次出更好的东西做铺垫，空罐相当于你的垫子，等你积攒的气运足够了，说不定长生不老药、飞升丹什么的都能开出来。秦川借用穿越前玩游戏增幅武器的规则，开始忽悠起朱元璋。至于他信不信，那就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反正在这个时代，想买关子，那就只能来他这里。如果朱元璋想来硬的，自己好歹也是个有系统的人，不许。老爷，该回去吃饭了。李善长这时上前提醒，吃饭是假，主要是怕朱元璋跟秦川闹翻了。不如在我这儿吃吧，刚好今天我要吃火锅。秦川说道。火锅？朱元璋满脸嫌弃，那有什么好吃的？火锅古称古董羹，因食物投入沸水时发出的咕咚声而得名，是华夏独创的美食之一，也是一种老少皆宜的食物。到宋朝，火锅的食法在民间已常见，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食谱》中便有齐同有人吃火锅的介绍。元朝，火锅流传到蒙古一带，用来煮牛羊肉。至明清朝，火锅不仅在民间盛行，而且成了一道著名的宫廷菜。清宫御膳食谱上有野味火锅用料是山治等野味。我说的火锅可不是你们平常吃的那种，是我独家创造的，只能在我这里吃到。秦川笑道。哦，朱元璋来了兴趣。既如此，那老哥我就不客气了。秦川一挥衣袖，桌子之上的东西全都消失，桌子中间摆上了已经烧开的鸳鸯锅，周围摆着白酒、啤酒、可乐、雪碧、椰子汁儿等诸多饮料。而火锅的食材，西红柿、土豆、菠菜、香菜、牛肉片、羊肉片、牛肚、鱼丸、金针菇、海鲜菇、鸡腿菇、虾滑，可以说是应有尽有。等等，这事儿，李善长坐定后，看着面前的玻璃杯，突然惊呼了起来，拿起杯子仔细观察一番。看着晶莹剔透的杯身，精致的花纹，只觉堪称传世之宝。毕竟在大明这个时代，最多只有杂质极多的琉璃，想要找到如此晶莹剔透的玻璃，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儿。哦，这是玻璃杯，不是什么值钱的宝贝，你若是想要可以带走。秦川毫不在意，反正是系统的东西，他不心疼。再说了，一个玻璃杯本就不值钱，现在坐拥系统和6000两白银的秦川根本没将其当回事，就当是这两位开关的返利好啦。秦川小弟，此话当真？李善长惊喜道。嗨嗨！朱元璋突然咳嗽了2声，朝李善长使了一个眼色。李善长这家伙是不是忘了身边还有咱这个皇帝了？有好东西不是应该先想着咱的吗？收到朱元璋的暗示，李善长立马明白过来，连忙说道：秦川老弟，能送我2个吗？可以，走的时候你自己拿就是喽。秦川答道。他举起了手中的杯子，说道：来来来，一起举杯，敬我们之间的缘分。秦川说完，桌上的快乐肥仔水竟主动浮起，将李善长、朱元璋面前的杯子满满倒上。好，敬我们的缘分。两人也举起了手中的杯子。面对这种冒着气泡、颜色奇特的饮料，朱元璋此刻也没有丝毫怀疑，直接一饮而尽。秦川顺手夹起一片薄薄的牛肉，在锅里涮了涮，蘸了一下酱料，然后放进自己的口中。嚯，爽啊！火锅 YYDS。
朱元璋见秦川这般，也学着他的样子，将牛肉片放入锅中，煮了几息的时间，便捞了上来，蘸上酱料，一口吞下。鲜美的肉质混合着美味的酱汁，回味无穷。虽然朱元璋身为大明的皇帝，却也是第一次品尝到这样的火锅。朱老哥，味道是不是比你们常吃的火锅要好？秦川夹起一片煮熟的土豆吞入口中，得意洋洋地问道：“这才叫火锅啊！”朱元璋放下了手中的筷子，缓缓呼出了一口气，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灌了一口可乐，一脸满足地说道：“这火锅实在让人回味无穷，每天吃上一顿，才不负这种美味。”那你是想多了。秦川摇了摇头说道：“这火锅底料是很难制作的，还有这些食材，有的在大明可是找不到的。你想要吃的话，只能在我这儿。”为何？朱元璋听到这话，仿佛听到了自己心碎的声音。这些肉虽然能在大明找到，但是如何保持新鲜，却是个难题。秦川夹起一块牛肉放进锅内，漫不经心地指着土豆说道：“这些土豆，玉米在现在的大明基本上是绝版食物，除非咱的陛下把南美洲打下来，才有可能吃到。至于这酱料，那就更难了，没有现代化的流水线是不可能造出来的。”朱元璋看着大快朵颐的秦川，皱了皱眉头，沉声问道：“秦川，你为何知道这么多？”他心中同时暗想，手下人对秦川的调查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吃啊，这就吃不动了。秦川看到放下筷子的朱元璋，忍不住问道：“算了，先吃火锅再说。”时候不早了，咱也该走了。秦川老弟，明日再见。朱元璋酒足饭饱之后，终于起身伸了个懒腰，准备离开。朱老哥，明天见。不过离开之前，朱元璋先把世界地图小心翼翼地拿起来，又伸手直接把桌上的玻璃杯拿起，捎带手还将剩下的半瓶肥仔水一并带走。穷疯了吗？这也好意思拿走？土匪！金陵城马车之上，朱元璋看了看手中的玻璃杯，又看了看刚刚送来的密报，心底将这2日发生的事情细细复盘。从自己打下这偌大的天下，便开始休养生息，修复元朝留下的千疮百孔，而粮食的问题尤为重要。结果呢，自己在秦川那里第一个罐子就开出了红薯，紧接着便是红薯种子，困扰了自己这么多年的粮食问题就这样轻松解决。虽然现在红薯还没有收获，但他心中已然相信了秦川所说的话。巧不巧，自己的妹子这几年身染重病，自己请遍了天下名医，皆是束手无策。结果呢，自己直接就开出了初级仙丹，妹子吃下后药到病除，甚至返老还童。巧不巧？巧。不管自己承不承认，秦川此刻已然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但越是这样，朱元璋心里的疑虑便越多。之前第一次来的时候，朱元璋正因旱灾之事忧心，结果直接就在2个罐子中分别开到了红薯和红薯种子。那个时候，朱元璋根本没有任何猜测，只觉得这是自己身为皇帝应有的气运。但今天接连开出2个空罐子，让他明白自己的皇帝身份在秦川这里好像并不好使。所以秦川卖的罐子里的仙宝真的是凭个人手气开出来的吗？如果说真的是随缘，那为何罐子开出的东西都是自己最需要的？只是个巧合吗？密报上说，这家店铺以及店主秦川毫无征兆的出现，就好像是这世上凭空多出来的一样。将这些事情联系在一起，一个大胆的猜测在朱元璋心头浮现，这秦川莫不是天下的神仙下凡，来帮助自己成就千古一帝的吧？也只有这个说法能解释这2天魔幻的经历了。那这么说，秦川是知道自己是当今皇帝，也知道自己会来到这里，罐子里的东西也是他特意放进去的。朱元璋又看了看放在一旁的世界地图，正因为这幅地图的出现，才导致了自己接下来2发空罐。那么秦川仙人想借着这幅地图给朕传达什么深意呢？突然联想到今日秦川主动邀请自己吃火锅时说的话，朱元璋顿时眼前一亮，念头通达。咱明白，这是要咱开疆拓土啊，也只有这样才能超越3皇5帝的功绩，肯定是这样。一想到这里，朱元璋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干劲。陛下！就在此时，身边传来李善长的声音。朱元璋一愣，接着才想起来，马车上还有李善长。朱元璋想了想，开口问道：“善长啊，你怎么看这位秦川？”见此，李善长终于长舒了一口气：“我的陛下呀，你可算正常了。自从上了马车，您这一路上就嘀嘀咕咕的，臣都怕你疯了。回陛下，秦川老弟似乎会神仙才有的法术，袖以乾坤，不然老臣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人的袖子里可以藏这么多东西。”再联想到陛下这几日开到的仙宝，以及他给陛下的建议，每一样都能让我大明一跃千里，
实在非凡人所能及，故而老臣大胆猜想，此人一定是上天派来相助陛下的。恭喜陛下得天之助，陛下的功绩必将超越三皇五帝，被世人千古流传。朱元璋摸着胡须，微眯着眼睛，得意大笑道：“原来你也这么看啊！呵呵，咱果然是天选之人啊！好家伙，说你胖，这就喘上了。”皇宫内，御书房中，父皇这么着急让儿臣过来，可是出了什么大事吗？太子朱标见朱元璋迈进殿内，赶忙问道。朱元璋还没回来，就派人通知朱标立马放下手中的事情，到御书房议事。朱标一听便知定是出了大事，不然依照父皇沉稳的性格，绝不会如此。当下也不敢怠慢，马不停蹄地从东宫赶了过来。到了才发现朱元璋还没到，朱标不禁思忖起来，最近大明好像也没有什么10万火急的事情。如今的北元早已被打残，只剩下一口气吊着，想来不会大举寇边。而大明境内的叛军基本被父皇肃清，也绝无可能出现大规模的动乱。那会儿是什么让父皇如此着急？莫非是母后的病情加重了？不对，若是母后病重，宫中不可能如此安静。既然都不是，那会是什么？一向机敏过人的朱标此刻也有些发懵。啊，标儿你来了啊，坐，不用如此担忧，要稳重，要静心。朱元璋见朱标满脸着急的神色，笑着说道：“你搁着闹呢，父皇。”朱元璋对自己这个儿子极为满意，除了是他跟马皇后所生，更在于朱标本身聪慧过人，谋略见识与他比起来也不相上下。所以朱元璋一直极力栽培朱标，自从朱标成年之后，朝廷之事事无巨细都会与他讨论，更何况是废丞相这种千年未有之事，自然是要与他商议一二。当然这其中也夹杂着几分考究，想看看自己亲手调教出来的儿子能不能有秦川那般的格局。父皇，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朱标满心疑惑，他本以为是什么天大的事儿，可见到朱元璋这般放松，就更是困惑。标儿啊，你怎么看待如今朝堂的局势？朱元璋问道。朝堂？如今的朝堂，在朱元璋的暗中操控下，文臣与武将基本处于相对平衡的微妙状态。如果硬要说的话，如今文臣的实力要大于武将，原因便在于当朝宰相胡惟庸的权势过于庞大。朱标一愣，想到了某种可能，开口说道：“父皇，是不是觉得胡惟庸有些强势了？”哦，在标儿心里只是有些强势吗？朱元璋端起椅子旁的茶杯，吹了吹漂浮于水面的茶叶，语气平静地问道：“看来我猜的没错了。”朱元璋的话一说出，朱标便已然了然于胸，胡惟庸的所作所为终究是越了父皇的雷池。事实上，朱标身为东宫太子，未来的天下之主，对于胡惟庸的种种行径，心中也早已颇有不满。你胡惟庸虽贵为丞相，但终究只是帝王的臣子，靠着父皇赐予的权势，肆意拉党结派，笼络的党羽遍布朝野。如今上至朝堂，下至地方，处处都能看到胡惟庸的势力影子。可他不仅不知收敛，反而越发的无法无天，这是想干什么？难不成是要造反吗？朱标思索一阵后说道：“父皇是想罢免胡惟庸了吗？还有呢，标儿，你接着说。”朱元璋笑了笑，自己这个儿子该有的政治觉悟还是有的，可若是只有这些，还远远不够。若是他能像秦川那般想到自己想要彻底废除相权，那才叫真正的完美。至于那个内阁制度，连自己都未曾想到，自然也不会为难儿子。朱标又思索一阵，说道：“儿臣以为要扳倒胡惟庸，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不然会给天下人留下口舌，说父皇这是卸磨杀驴，鸟尽弓藏。”就这些，朱元璋不禁有些失望。人啊，最怕的就是比较，与秦川那高屋建瓴的眼光相比，自己这个悉心调教的儿子属实是差了些。朱标一愣，紧接着便反应过来，父皇看来早就拿定了主意，如今不过是在测试自己的能力。当下朱标又仔细想了想，继续说道：“胡惟庸下台以后，新的宰相人选也确实是个头疼的问题。你只是想到这些。”不待朱标说完，朱元璋便打断了他的话：“啊，这儿。”朱标低头沉思，可半晌之后还是摇了摇头，满脸疑惑地说道：“父皇，儿臣觉得这些便足以应对当下的局面了啊。”朱元璋微微叹了一口气，脸上的失望之色溢于言表，自己这儿子怕是真的比不过秦川啊。父皇你见朱元璋这副神情，朱标顿时有些慌了，自己的想法明明没有问题啊，哪怕是让李善长等朝中老臣来思量此事，
恐怕想法也和自己相差无几。父皇为何会露出这般失望的表情？难不成这件事还有第二种解法？彪儿不用在意，咱不是在怪你。朱元璋大笑一声，毕竟秦川那般如同仙人下凡的异类，自己家的孩子比不过，也没什么好丢人的。他摇了摇头，语重心长地教导道：“你的计策本身很好，但是彪儿，你忘了，你是储君，是日后要坐上龙椅，执掌天下的男人。要想坐稳这95之位，光是在具体计策上下功夫是远远不够的。一个上位者，最重要的是要有眼界，要有格局，有执掌天下的远大格局。远大的格局，这话让朱标更加疑惑了。没错，朱元璋正重地点点头。你只是想到如何安稳地让胡惟庸下台，可曾想过是什么导致他如今权势滔天，目无君上？自然是父皇对他的信任。等一下，父皇。朱标话说到一半，脑中突然灵光闪现。父皇，您指的莫非是宰相之位本身？正是。朱元璋眼中露出几分满意，自己调教出来的儿子政治嗅觉还是极敏锐的。他神色坚定地说道：“咱图的从来不是一个小小的胡惟庸，而是这个宰相之位。咱要废了宰相，至此之后，我大明再无宰相一职，皇帝将不再有任何束缚。”父皇，这是取乱之道啊！朱标一听，顿时急了。自秦朝设立宰相以来，此职已存千年之久。皇帝能统领天下，除了有6部协助，更离不开宰相的辅佐。胡惟庸目中无人，那咱就换个听话的上来便是，万万不可因噎废食啊！父皇，他甚至怀疑父皇是不是被胡惟庸的所作所为气疯了，不然以父皇平日里的聪慧，怎么会想出废除宰相这种蠢道家的点子？是啊，宰相的权力是大，可历朝历代皆是如此。历史上的秦始皇、唐太宗、汉武帝，哪个雄主废除过宰相？无非是臣子不听话，便换个听话的罢了。若是废除宰相这般简单，又怎么会轮到父皇来做？爹啊，您好歹是一朝开国皇帝，能不能成熟稳重点，别弄得跟小孩子玩过家家一般。父皇，依儿臣看，此事要不要再考虑一下？这毕竟是千古未有之变局啊。朱标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温和，他太了解父皇的性格，只能顺着毛撸。可话中的意思却很明显，宰相之位已存上千年，岂是说废就能废的？见朱元璋听进了自己的话，朱标顿了一下，接着说道：“父皇，儿臣知道您的担忧，但是废宰相之事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万万不能因为一时意气就做出对江山社稷不利的决定啊！你这个臭儿哟，啥时候看到咱在处理社稷大事时意气用事过？”朱元璋听了，非但没有发怒，反而笑了起来。咱是皇帝，咱知道什么是皇帝。皇帝绝非可以肆无忌惮，要有常人没有的清醒，要能权衡更大的得失，绝不是脑袋一热就什么事情都不顾后果的去做。那样的话，还没起步就已经结束了。听父皇这话，是已经有了解决的办法。朱标看到朱元璋一副蜘蛛在握的样子，心中不禁生出怀疑。也是，依父皇的性格，确实不太可能意气用事，要不然也不可能从虎狼环视的乱世中脱颖而出，打下这万里江山。难不成这千古难题对于父皇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可父皇又能想出什么绝妙的办法呢？朱标此刻心痒难耐，迫切的想要知道答案。废宰相，设内阁。朱元璋云淡风轻的吐出6个字儿：内阁。朱标瞬间愣住了，他实在想不明白这内阁究竟指的是什么，竟然能代替宰相，还能让父皇毫无猜疑。你仔细看看。朱元璋从袖中掏出一本奏折，里面的内容正是根据秦川所说的内阁制度细化成符合当下大明国情的具体实施方案。朱标就算再迟钝，也知道这本奏折上的内容必然是父皇关于内阁的详细规划，连忙接了过来，快速翻看。越是往下看，他脸上的表情就越发夸张，眼中满是震惊。等他看完，抬起头时，正见朱元璋笑眯眯地看着自己，问道：“怎么样？你对这内阁还有何看法？”朱标深深吸了一口气，一脸崇拜地看着朱元璋，说道：“父皇当真是天命所归，居然能想出这等惊天伟地的奇策。”嗨嗨可！朱元璋轻咳几声，说道：“彪儿啊，这内阁不是咱想出来的，不是父皇。”朱标有些难以置信，莫非是宣国公？朱元璋想起李善长听到秦川说出内阁之后那副目瞪口呆的表情，失笑的摇了摇头，也不是他。那会是谁？儿臣实在想不到，还望父皇明说。是一个奇人，等咱处理好宰相一事，
咱就带你过去认认门路。朱元璋拍了拍朱标的肩膀。太祖朱元璋建立大明之初，认为元朝失天下的原因，在于元代的朝会由皇帝与宰相商议后便可决定天下大事。他觉得这般模式并不妥当，不利于皇权的深入人心。于是朱元璋极力推行大朝会制度，京城中但凡有品级的官员，皆能参与大朝会。如此一来，皇帝的威权得到极大扩张，百官的言路也得以敞开。但这一制度的弊端也显而易见，稍有争议，整个朝会便即一沦为菜市场一般，争论朝政的双方，甚至会从政见分歧发展到人身攻击。奉天殿内，陛下到。一个尖锐的声音响起，朱元璋在一群太监的簇拥下缓缓走了出来。下方众位大臣机械般各就各位，请君臣大礼3跪9叩，跪地齐声呼道：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朱元璋落座后淡淡的说道：平身。诸位大臣再次齐呼：谢万岁！一个个齐刷刷的站起身来。有本启奏，无本退朝。朝臣起身站定，当值太监上前2步，拂尘一甩，尖声叫道：启禀皇上，微臣有本启奏。话音刚落，站在文官最前面的胡惟庸急忙率先出列启奏。朱元璋面带笑意地看着他，笑呵呵地说道：今日的朝政稍微往后靠一靠，今儿个朕有些话要说。老臣遵旨。胡惟庸愣了一下，当即退了回去。接下的大臣们也都没有发出任何议论之声，毕竟领导总喜欢在议事前说上几句。朱元璋一脸笑意地望着胡惟庸道：诸位大臣，你们以为胡惟庸这个宰相做得怎么样？哼，一句话宛如晴天霹雳，底下的群臣顿时炸开了锅。陛下这话是什么意思？问胡惟庸当宰相做得怎么样？难不成陛下是想对胡惟庸动手了？肃静！朝堂之上何等严肃之理，诸位不要窃窃私语，殿前失仪。当值太监拿着响边控抽了几下，尖声提醒道。大臣们纷纷收声，朝堂瞬间陷入了诡异的安静之中，所有人的目光都悄咪咪地投向了站在最前面的胡惟庸。胡惟庸平日里的嚣张跋扈，群臣皆是有目共睹，可谁也不敢当众指出来，毕竟那些敢于站出来做勇士的人，如今坟前的草怕是都有几丈高了。众人心中猜测，莫不是前段时间战成国进贡一事，胡惟庸的做法触犯了陛下的底线，让陛下动了杀心。而此时的胡惟庸听了朱元璋的话，瞬间心惊胆战，用余光瞥见朱元璋正用冰冷的眼眸瞧着自己，心头简直有10000头草泥马奔腾而过。他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朱元璋今日要说的居然是这件事。问我这个宰相当得怎么样，这岂不是变相告诉那些和我作对的人，你们还等什么？快点拿出证据，今天把我往死里踹！没道理啊，无缘无故的，陛下为何要对自己动刀子？等等，莫非是战成国的事情？陛下始终没能释怀，今日是在借机敲打自己。想到这里，他当即跪了下来，高声说道：臣有愧陛下重托，让陛下失望了，臣甘愿受罚，请陛下赐罪。行吧，既然你老朱已经搭好了戏台子，准备唱一出周瑜打黄盖的戏码，那我这个宰相便陪你走一场。所以他当下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摆出了服软的态度，无非是做给群臣看，就算是我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也抗衡不了皇帝，你们都老实些。朱元璋冷冷地看着胡惟庸的坐态，心中直发笑，这位还活在梦里啊，真以为咱不敢动你？他接着用目光扫过阶下的群臣，发现众人似乎也都觉得陛下只是借机敲打，心头的杀意更浓。行吧，咱就用行动告诉你们，这不是一场演戏。那你说说看，都是哪里又亏了朕的重托了？说出来也好让朕看看如何处罚你。朱元璋这句话好似雷轰电闪，直直劈在胡惟庸的脑门上，打得他张大了嘴巴，全身发软，动弹不得。此刻的胡惟庸心乱如麻，朱元璋这句话摆明了是要追根究底啊。胡惟庸伏在地上，心中闪过各种念头，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宫里面一点消息都没传出来？陛下这是在诈自己，还是已经掌握了自己犯罪的真凭实据？不过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回答朱元璋的问题，这简直就是坑人，让自己挑自己的工作失误，实在太难了。往重了说，那不是自己往火坑里跳吗？可要是说的不疼不痒，又会给皇帝留下敷衍了事的印象。回禀陛下，臣教子无方，逆子前些日子居然敢当街调戏良家妇女，吃霸王餐，目无朝廷法度，臣管教不力，有负皇恩。
说到这里，胡惟庸也是一脸通红，心里满是憋屈，又不能往朝堂之事上引，依陛下现在的态度，怕是会顺藤摸瓜，一网打尽，只能委屈我那宝贝儿子了。朱元璋听完，只是冷冷地看着跪在地上的胡惟庸，语气冰冷地问道：“只是这些吗？”胡惟庸一听这话，整个人都傻了。不是，什么叫只是这些啊？该配合陛下演出的我，却被你视而不见是吗？我亲爱的陛下，你到底要我怎样啊？别问了行吗？爱卿，朕在等你回答呢。朱元璋盯着胡惟庸，语气不善地催促道。这儿，胡惟庸顿时气得满头大汗，一股不祥的预感在心底升起。陛下，这回怕是要来真的了。可这是为什么呢？皇帝为什么要如此步步紧逼？是啊，为什么？胡惟庸不停地问自己，是不是有什么关键问题被自己忽略掉了？哼！见胡惟庸迟迟没有回答，朱元璋冷冷地说道：“既然爱卿不想说，那么朕只能给你看了。”朱元璋从袖中掏出一道奏折，扔到胡惟庸的面前，说道：“爱卿你自己好好看看吧。”胡惟庸小心翼翼地捡起奏折，只见折子上所写皆是关于自己的罪状，而递上这道奏折的人名叫商皋。商皋，他不是刚从御史被贬为中书省吏吗？怎么可能还有独自上奏的权利？胡惟庸按下心中的诸多疑虑，将奏折通览一遍，越看越是心惊。折子上的内容滴水不漏，涉及的事情桩桩件件来龙去脉皆清晰明了。尤其是他派明州卫指挥林贤出海招引倭寇，与他们约定日期相会一事，竟也被写得一清二楚。一个中书省吏、芝麻大点的官儿，竟能如此清楚整件事情的经过，这绝不正常。就算对方有三头六臂，也绝不可能知道的这般详尽。胡惟庸越想越是心惊，背上早已经出无数冷汗。当他看到折子最后朱元璋的御笔批注，彻查此案，那朱砂写就的字迹红得如同鲜血一般，刺得胡惟庸双眼生疼。明白了，都明白了。胡惟庸抬头望着气定神闲的朱元璋，良久才缓缓将头顶的乌纱帽摘了下来，将头叩向地面，哭喊道：“皇上，微臣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啊！”就在这时，两个太监抬着一个箩筐从殿外走来，轻轻放在他的面前。胡惟庸浑身发抖，面色清白，抬眼望向高高在上、脸色冷硬如铁的朱元璋：“陛下，你这是要赶尽杀绝啊！”胡惟庸汗如雨下，用颤抖的双手随便拿起箩筐里的一道折子，不出所料，又是弹劾自己的，桩桩件件事出有据，清清楚楚。若是皇帝秉公处理，按大明律，单是这一本奏折就足以将自己的脑袋砍上17、8次。而此时，朱元璋终于冷冷一笑，厉声说道：“胡惟庸，咱对你如此信任，你就是这样回报咱的是吗？结党营私，贪污受贿，私下授官，私通倭寇，通联边将，你是要造反吗？”朱元璋指着他，愤怒地质问。呵呵呵。胡惟庸听到朱元璋细数的这一连串罪名，整个人反而没了之前的慌张，只剩一片死寂。胡惟庸，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朱元璋神色愈发冷漠地问道。陛下，臣无话可说，是臣辜负了陛下的信任。胡惟庸一脸苦涩地说道。那你可认罪？臣认罪。来啊，把胡惟庸押下去，听候发落。几位高大健壮的校尉从殿外走了进来，想要将胡惟庸架出去。我自己走。面对上前的校尉，胡惟庸长袖一抖，抬手整理衣冠。众人都以为他要自行走出去，谁料他整好衣冠后，突然脚下发力，身体猛地朝着朱元璋坐下的台阶冲去。陛下，当心！身后的校尉赶忙拔刀，想要将他就地正法，却见他猛地低头，一头狠狠撞在台阶之上。皇座下方的台阶乃是黄金铸造，何等坚固！只听得一声闷响，红白之物溅出老远，胡惟庸须发皆张，脸上却带着释然的笑容，眼睛瞪得老大，软倒在阶下。到了这般地步，朱元璋哪里还坐得住？当即站起身，直冲至胡惟庸身前，满脸骇然地看着他。臣畏罪自裁，望陛下看。胡惟庸口中挤出几个含糊不清的字句，便再也没了声息。朱元璋深吸一口气，他当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如今的地步，只是死死看着胡惟庸的尸体，冷声下令将胡惟庸的尸体拖下去，将其家人押入大牢，听候发落。凡与胡惟庸有牵连者，也尽数下狱。话音落下，朝堂上的大臣们脸色顿时难看到了极点。胡惟庸可是当朝宰相，在座的文武百官，谁没有和他有过些许关联？这真要深究下去，这朝堂之上还能剩几个人？朱元璋看着面露惶恐的群臣，声音平淡地说道：“从今日起，
朕决定不再设置宰相一职。话音落下，朝堂瞬间炸开了锅。不设宰相，陛下这是还没从愤怒中走出来吗？要知道，并非所有官员都能直接见到皇帝，那么朝中大小事务该交给谁处理？若是一不小心出了岔子，又该由谁来担责？就算所有事情都写成奏折面呈陛下，陛下一人又岂能看得过来？陛下三思啊，这宰相之位万万不能废除啊！是啊，陛下万万不可草木皆兵啊！没有宰相统领百官，日常政务无法正常进行，天下会大乱的啊！如今的天下再也经不起折腾了。是啊，朝堂之上，大臣们你一言我一语，纷纷劝谏朱元璋，希望陛下能收回这道成命。都听咱说。朱元璋冷冷地看着这些一脸忧国忧民的大臣，如何不知道他们那点小心思啊？一个个嘴上满是仁义道德，实则不过是为了维护文臣集团的利益而已。想要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做梦，门儿都没有。你们的担忧，咱如何能不知道？若是咱不能解决这点问题，又如何能轻易说出废宰相的话？大臣们纷纷面面相觑，听陛下这话的意思，竟是有了能取代宰相且保证朝堂不乱的办法。这怎么可能？但他们又不得不信，因为陛下素来谋而后动，没有万全的后手，绝不会轻易出手。可到底是什么办法呢？朱元璋缓缓说道：介于如今的情况，朕决定即日起便开始组建内阁。内阁？众人听到这两个字，皆是面面相觑，满是不解。朱元璋早就料到他们的疑惑，当即继续说道：所谓的内阁制度，就是由朕亲自从朝廷臣子当中挑选一些办事能力极强的官员进入内阁，封为内阁大学士。这些内阁大学士平时就在奉天殿附近的殿宇办事，他们会帮朕处理相应的政务，比如出具朝廷奏折的处理意见，比如商讨具体的行政办法。若是朕不满意他们的办法，则需要继续修改，直至朕满意为止。随着朱元璋将内阁制度一点点细说出来，大臣们纷纷陷入了难以自拔的震惊之中。能站在这朝堂之上的，皆是官场沉浮多年的老狐狸，如何能不明白这内阁制度的精妙？此制度不仅能接替宰相的政务职能，还绝不会对皇权造成威胁，因为内阁大学士仅有建议权，而无最终的决定权。更为关键的是，宰相一职仅有一位，而内阁大学士却可以有多位，这无形之中将权力的蛋糕多分了几块，让更多人有了晋升的机会。妙，太妙了，简直太妙了！陛下，臣愿意为陛下分忧。不少大臣回过神来，纷纷出班毛遂自荐。虽然如今的内阁只是个咨询机构，但内阁大学士能时时伴在陛下左右，乃是实打实的天子近臣，这其中的分量绝非普通官职可以衡量。更何况谁也不能保证将来的内阁不会发展成凌驾于六部之上的权力中枢。内阁人选，朕自有考量，诸位只需要在此期间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就行了。朱元璋沉声说道：陛下圣明！众人齐声高呼，朝堂之上的惶恐与骚动瞬间化作一片恭敬。散朝以后，朱元璋悠哉悠哉地往御书房走去，边走边对朱标说：以后咱大明再也不用担心权臣以下犯上了。恭喜父皇！朱标也是满脸笑意，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嘛。等朱元璋100年之后，自己就会继承帝位，这已经是不可能更改的事实了，除非是自己半路嗝屁。父皇既然有心替自己把前路铺平，那当然是求之不得了。这都多亏了秦川啊，替咱出了这么个千古奇策。朱元璋满是感慨地说道。现在想想，要不是秦川，自己恐怕这辈子都走不出这个千年套娃的怪圈。如今只需要解决盘踞在北方的元朝残余势力，那我大明延续1000年也未尝不可啊。到那时候，史书上怎么也得给自己一个千古一帝的称号吧。如果能将那世界地图上的土地都打下来，那超越3皇，功盖5帝也绝非难事。顿时万丈豪情在朱元璋心底升起。当然，这还需要秦川的帮助。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干嘛。父皇，你这叨念一天秦川了，儿臣的耳朵都起茧子了。朱标见如今朱元璋3句话不离秦川，心里对秦川的好奇简直达到了顶点。父皇，要不你带儿臣去见见这位惊世奇才？朱元璋心想，也是，咱还有3个罐子没开呢。既然如此，走，咱带你去见见。金陵城郊外，秦川正搭好烧烤架，放上炭火，将系统给的小羊羔放上烧烤架，撒上了各种调味料。哎，这位秦川老弟，你这又是在捣鼓什么好吃的呢？正准备享受美食的秦川眉头皱了皱。
朱无用，他怎么这个点来了？好家伙，他是属狗的吗？闻着味儿就来了。朱老哥，来这么早？今儿个家中无事。朱元璋自来熟的坐下之后，对着朱标说道：“儿啊，来见过你，秦叔。”秦川被朱元璋这一手弄得目若呆鸡。朱标听了，有些无语的望着朱元璋。秦叔，父皇，你这是坑起儿子来，眼都不眨的。得，秦叔就秦叔吧。小侄见过秦叔。朱标施礼说道。行，先坐吧，马上就可以吃了。秦川嘴角抽搐着翻转起烧烤架。秦叔，这是何物啊？朱标作为当今太子，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可如今这烧烤的香味儿却是头一次闻到。这香味简直比自己吃过的山珍海味还要勾人食欲。这儿啊，是烧烤，一种食物的做法。秦川抿了一口快乐肥子水说道：“要不咱先开罐吧？”行，不过今儿个咱不开了，让咱儿子开。朱元璋从袖中掏出一叠大明宝钞递给了秦川。朱老哥，咱不是银票了啊。秦川有些傻眼看着朱元璋，来得有点急。朱元璋略显尴尬地说道：“不过这宝钞是可以当银子用的，宝钞我是不会要的，你还是让人送银票过来吧。”秦川直接摇头拒绝。秦川这副模样弄得朱元璋有些不解，咱的宝钞那如今是一票难求，怎么到了你这儿就跟要你命似的？至于这么夸张吗？这宝钞乃是朝廷发行，如今大明各地都在使用，秦川老弟为何这般做派？这宝钞的想法是挺不错啊。秦川叹了口气，但是朱老哥，你要知道一个好的制度，所托非人，带来的结果那将是毁灭性的。这宝钞的命运从发行时已经注定长久不了的。听我一句劝，这宝钞你把握不住的，赶紧把手中的宝钞变成金银，再晚几年就是一堆废纸。咱最满意的成果，到你这儿来就是个垃圾。朱元璋压住内心的火气，问道：“那秦川老弟，你给哥哥我说说，你凭什么认为有朝廷出面做保证的宝钞会沦为废纸一般的存在？这个宝钞啊，用句话来形容就是，眼看它起高楼，眼看它楼塌了。虽然它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朝廷没有足够的金银作为后盾做支撑，只是依靠着朝廷的信用。如果只是这样还好，关键的是朝廷根本就没有节制的印制。今天要北伐了，没粮饷了，怎么办？加印宝钞。明儿个哪里发旱灾了，没赈灾银两了，怎么办？加印宝钞。反正现在朝廷遇事不决，就是加印宝钞。你自己看看，这宝钞从洪武8年一贯宝钞跟1两白银的价值是相等的，可是现在呢，10几贯宝钞才能兑换出1两白银，贬值的速度太快了。等大明的百姓意识到自己手里的宝钞根本没有足额的金银兑换的时候，这宝钞也就走到头了。同时，大明朝廷的信用也就跟着走到头了。这宝钞的想法太超前了，你指这个人军事文盲的封建社会还能想通金融知识，玩崩掉是可以预见的结果。啊，这秦川这一番话直接说的朱元璋哑口无言，他是从来没想到过这些细枝末节。那如果朝廷下令民间只允许使用宝钞，其他的金银、铜币都不允许使用呢？朱元璋觉得宝钞还可以再挽救下，那也无济于事。在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社会里，你指着皇帝能够约束自己内心的欲望，不大规模的印制宝钞，我觉得相比之下母猪上树更有盼头点。秦川听了直接不给面子的笑出声来。那如果朝廷有足够的金银来支撑呢？朱元璋举一反三，很快想到秦川说过的话，反问道：光有足够的银子是不够的。秦川想了想，随即摇了摇头。货币制度放在连交通都不便利的封建社会，简直相当于把法拉利的发动机按在拖拉机身上，不散架那才叫见鬼了。那还缺什么？朱元璋迫不及待地问道。缺的东西太多，我就是说上个3天3夜也说不完。秦川没有耐心地说道。那你觉得如今朝廷应该如何应对当下的局面？很简单啊，不要再发行宝钞了。接着统计下一共发行了多少宝钞，看看大明的金银够不够对付这些宝钞的。朝廷的信用可不能丢，当百姓不信任朝廷的时候，朝廷只能依靠武力了，但那也意味着这个王朝离灭亡不远了。朱元璋虽然心有不舍，但秦川都这样说了，也只能照办了。等等，秦川说倭寇住的那疙瘩上面有座银山，咱好像明白了。行了，这也不是我们该烦的事情，就让皇帝老儿自己头疼去吧。秦川赶忙打断这个话题，心里暗自告诫，要吸取前几次的教训，一定要在这位老哥面前控制住键盘侠的欲望。来，开罐吧，骚年！
秦川大喊一声，3个罐子瞬间闪亮登场。儿啊，直接把罐子砸碎了就行。朱元璋对着朱标说道。朱标闻言照办，罐子破碎的瞬间，里面闪现出耀眼的金色光芒，一个光球从罐内飘出，稳稳落在朱标手里。金色的。来之前在马车上，朱元璋已经把开罐的事情告诉过他了。朱标赶忙深吸一口气，伸手碰触了下光球，光球应声破碎，化作一张纸，缓缓飘落到朱标手中。这是什么？朱标疑惑地问道。你这运气可以啊，是精研提炼术。秦川听到系统的介绍，暗自惊诧，这孩子真是赚大了。啊！朱标听完一脸失望，盐在这个时代又不是不能炼制，这东西也配得上金色品质。这可不是你们认知里的那种粗盐，而是像雪花般纯净的精盐。秦川拿出一盘子盐，随手捻了点。你若是把这提炼术献给朝廷，保证你子子孙孙都能吃喝不愁。要是朝廷利用的好，还能很好的解决宝钞的问题。什么？听到秦川的话，朱元璋和朱标纷纷愣住了。刚刚还说解决宝钞问题要讲3天3夜，怎么就开到一个炼盐技术就能让子孙后代坐享其成，还能解决大明的宝钞难题？我不信。望着两人狐疑的神色，秦川不由得笑出声来。我问你们，如今大明百姓缺盐吗？两人不约而同的点了点头。在封建王朝，盐可是稀缺货，原因在于开采技术落后，制作周期长，而且存储流转过程中的损耗极大，这就导致盐的供给十分紧张。所以盐基本上都供给上层社会，流向百姓的盐少之又少。你手里的这张纸能让大明百姓从此不再缺盐，每家每户都能顿顿吃上盐。不行，百姓绝不能如此频繁吃盐。秦川话音刚落，朱元璋立马出声反驳。朱老哥，为何这么说？这回轮到秦川困惑了。若是人人都有盐吃，只怕会横生许多祸端。我他娘的，你这是混账话！等等，秦川瞬间想明白了其中的关节，不禁笑着摇了摇头。小了，朱老哥，你这格局小了。站在皇帝的角度上，你的说法很有道理，因为这方便朝廷对百姓的管理。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简直就是目光短浅，自掘坟墓。一个王朝若是光凭着朝廷的军队就想抵御外来入侵，那简直是天方夜谭。自5代以来的惨痛教训还不够吗？若是中原百姓人人健壮如牛，只需有人振臂一呼，那就是现成的100万大军了。自古百姓造反都是活不下去了，但凡有一口吃的，绝不会走上这条道路。再说了，如今我朝休养生息，颁布了许多有利于百姓的政策，百姓会反吗？听了秦川这话，朱元璋顿时语塞。的确，他的说法过于危言耸听了，区区精盐似乎并没有这样的威胁。朱元璋立马转换话题，问道：那朝廷如何利用这精盐解决宝钞的问题？经商啊！秦川老弟，你的意思是让朝廷经商？朱元璋有些惊疑不定。这经商可是有赚有赔，风险系数太高了。这你就不懂了吧？朝廷经商怎么可能亏本？朱元璋一愣，接着反应过来，你的意思是让朝廷下令，百姓必须去买？这可不行，会出大乱子的。不是你想的那样，而是让百姓因为自身需要主动去买。换句话说，朝廷专项经营某些百姓生活必须的资源。秦川耐心解释道。专项经营？没错。秦川点了点头，就好比这精盐，如果产量能翻几倍上来，我们卖给百姓不就是大笔的银子吗？同时朝廷下令购买精盐必须用宝钞来兑换，这样一来，百姓不就都信服宝钞了吗？而朝廷将赚来的宝钞根据实际情况逐年销毁一些，逐渐让宝钞的发行量与大明的总体财富相匹配。你说这是不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听到秦川的话，朱元璋顿时脸色一变，这好像还真是有道理啊。就在这时，朱标开口说道：可如今百废待兴，朝廷上哪去拿这么多银子来经营这么大的盘子？让朝廷成立一个股份制公司。股份制公司？听到秦川这句话，朱元璋只觉得像是在听天书。我干！咱知道你是神仙下凡，但咱能入乡随俗说点人话吗？朱标熟读儒家经典，立马反应过来说道：公者庶人之财，私者运转之意。可这股份是何意，我就不明白了。不错，老朱，你这儿子看样子读过几年书啊，难得啊。秦川很是惊讶，随口夸奖了几句。这股份说的通俗易懂点，就是分红。秦川解释道：打个比方，你和朝廷组成一个公司，朝廷和你各占1半股份。如果当年盈利1000万两银子，那么你们就各分500万两。
有了这个做基础，朝廷可以把那帮跟着皇帝打天下的老臣们聚在一起，让他们掏钱来买公司的股份，日后朝廷赚钱了，他们也就跟着赚钱。而且等这帮老臣死了，股份可以转让给自己的儿子，儿子死了可以转给孙子，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只要朝廷还在，他们的子孙就能坐享其成。你觉得他们会不乐意吗？话是没错，朱元璋想了想，觉得其中还是有些漏洞。可若是他们担心朝廷日后变更分红政策，或者哪一天把这分红强行转给别人了呢？所以在入股之前得制定一个公司法，用来规范公司的运作。比如朝廷若是连续盈利，就必须分红；若是朝廷想要回购手中的股份，那必须按照当下的市场行情来收购。这听着听着，朱元璋眼中的光亮越来越盛，他激动地攥紧了拳头，内心的豪气愈发雄厚。朝廷专项经营，股份制公司，两个计策应运而生，再加上秦川刚才那激情澎湃的演说，每字每句都让朱元璋震撼不已。朱元璋毫不怀疑这两个策略的可行性，因为他光是听着都能感受到计策的严谨周密，天衣无缝，无懈可击。秦叔，小侄觉得这里面有些不妥。朱标看着已经兴奋过度的朱元璋，实在不忍心泼他冷水。虽然这样可以让朝廷把公司开起来，但是朝廷在赚钱的过程中，相当于也在变相给他们积累钱财。而这帮迂腐，陛下打天下的老臣，非公即侯，本身权力就大，如今在手握巨资，只怕到时候会尾大不掉啊！胡惟庸死了，你们知道吗？秦川没有回答朱标的问题，反而问了一件毫不相干的事儿。朱标心想，我当然知道啊，我们父子俩亲眼看着他死的，嘴上却只答道略有耳闻。接下来就轮到那帮跟陛下打天下的淮西老哥们喽。秦川略带惋惜地说道：“秦叔，休要说这等大逆不道的话。”朱标被吓了一跳，小心翼翼地瞥了眼朱元璋的神色，见他没什么异样，才松了口气。我干，你知道你面前的是谁吗？居然敢说这种话！朱标苦口婆心地劝告：“秦叔，你怎么什么话都敢说？若是被有心人听去，吃苦的可是你自己。”秦川撇了撇嘴，满脸不在意。而朱标不知道的是，朱元璋早就听惯了秦川这些无法无天的话，这话算什么啊？自己生气委屈，可偏偏还要做出一副你好厉害的样子。老弟啊，你为什么就这么笃定陛下会卸磨杀驴呢？朱元璋觉得心好累，咱是那样的人吗？秦川心里暗道，因为我是9年义务教育出来的人才，嘴上却说道，这帮老臣为了大明，几乎算得上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如今大明建立，一大部分人心里想的都是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变得固步自封。这帮曾经为大明开疆拓土的利器，如今却变成了大明走向更强盛的绊脚石。他们拉帮结派，始终把持着大明的权贵圈子，想让自己甚至子孙后代永远都是大明朝的权贵，享受大明的优待和福利。这一类人死有余辜，其实并没什么可惋惜的。听到这里，朱元璋心中大喜，这正是自己所想的。他们又不是皇室子弟，凭什么靠着自己身居高位，就让子孙也窃居高位，永世富贵？人性咱最懂了。他眼眶有些发红，内心涌过一丝暖流，这世上还是有懂咱的人啊。真正让人惋惜的是那些始终对陛下忠心耿耿的人，而他们死的根本原因也是陛下一手造成的。这口黑锅，陛下无论如何都逃不掉。大意了，咱刚才还以为遇到知音了，没想到依旧是个喷子。为何？朱标有些不解。原因在于世袭制度。秦川解释道，陛下怕自己死后，这帮人为了自身利益抱团欺负新帝。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帝总归要有自己的班底，所以陛下狠到了极致，根本不给这帮老臣辩解的机会，就直接全弄死了。朱元璋沉默了。不错，这也是自己所思虑的。咱绝不会让任何人、任何团体绑架大明的战车。这大明只能是咱的大明，朱家的大明应当在咱的子孙治下长治久安，延续千载万代。那秦叔，你觉得当今陛下应该怎么办？来，你来告诉你爹应该怎么办。秦川看着朱标，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朱标吓得一激灵，麻蛋，露馅了。你不是读过书吗？书里早就写过了啊。秦川看着朱标发愣，忍不住催促。这算了算了，又是一个书呆子。朱标内心委屈，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能无所不通，长得还风度翩翩，到你眼里怎么就成了书呆子啊？我好生气，好委屈。朱元璋看了眼朱标，心中暗道：儿啊，现在懂为父的感受了吧？
算了，他开心就好。两人相视无言，心中想法，脸上表情各不相同。凌烟阁24功臣听过没？秦川开口说道：“这不是现成的作业给陛下抄吗？大明也可以搞一个类似的功臣阁，不仅开国之臣能进入，日后对国家有功之人都能入选，向皇室朝拜，与国同修。然后再将胡惟庸一案昭告天下，同时赦免其家人无罪，同党者最轻从轻罚，最重从重罚。两者双管齐下，天下还有谁敢说陛下卸磨杀驴？陛下这波微操下来，声望怕是要赚得盆满钵满。可惜啊，陛下如今已经杀红了眼，估计很难想到这一层。”朱元璋听得心神震动，咱怎么没想到呢？其实如今他对这帮老臣的杀心已经没有之前那么重了。见过世界地图之后，朱元璋的目光早已投向大明之外的土地，想要打下那些地方，陪自己打天下的兄弟们是不可或缺的。他要横扫寰宇，征服世界，要让日月之下皆是大明的巍巍沃土。想到这里，朱元璋看向秦川，目光笃定：“仙人，你可得再给咱加把劲儿，咱与大明的未来都指着你呢。”秦叔，你的意思是要废除世袭制吗？朱标有些迟疑地问道。可如此做会让人觉得陛下朝令夕改啊。自然是要废除的，但不能马上废除，得有个时间缓冲。秦川说道。比如，若是没有重大功绩，世袭权3代而止，同时可以在公司股份中留出一部分，让他们先行交钱认购。等他们真的被剥夺世袭权，认购的股份可以留给子孙，到时候再让他们补个差价就行。这样也能让他们子孙后代衣食无忧，我想他们也不会有反对意见，毕竟陛下对他们已经仁至义尽，没把握住机会就不能怪陛下了。秦川老弟，你有没有当官的念头？朱元璋眼睛发光地看着秦川，你一个仙人，老窝在这里当咸鱼可不行，咱没办法给你记功劳啊。老朱啊，你为什么这么想不开啊？秦川叹了口气，心里暗道，你怕是有大病吧？在朱元璋手底下当官，那可是随时都会掉脑袋的。你这是什么眼神？感受到秦川那异样的神色，朱元璋又恼怒起来，气不打一处来。天天鄙视咱，吐槽咱，关键是自己还拿他没办法，你说气人不气人？强忍着无视秦川的怪异眼神，朱元璋再次开口：“老弟，你看啊，咱现在手里有红薯，有地图，有炼制精盐的仙法，再加上咱这么多年行商下来，有门路可以见到陛下。”他笑呵呵地说道。咱开出的东西加上老弟的脑子，飞黄腾达指日可待。秦川一听，脸上不仅没有笑意，还带着怀疑的目光，仔细打量起面前这位老哥。不是吧？啥时候寻死都这么上赶着了？你这是什么眼神？朱元璋被打量的有些绷不住了。唉，咱可太难了。仙人虽好，但自己老是跟不上他的想法。就好比现在，自己这话没毛病啊。仙人又想到了什么？可恶啊！咱这一辈子从不弱于人。哦，是仙人啊，那没事了。秦川果断拒绝，不去，我有病吗？自己好歹也是有系统的人，根本没必要和他们挤一条路。安安心心的躺平，以后随便娶个10个8个媳妇儿，还不用担心被指责，他不香吗？对了，不说系统都快忘了，这狗系统咋还没升级完成？朱元璋太过残暴了，等他死了也许。噗！朱标刚入口的可乐直接喷了出来。啥？他只觉五雷轰顶。秦叔，朱标的脸色一下子泛白，赶忙打断他的话：“慎言啊，这他喵的叫什么话？父皇太过残暴，等他死了，你丫居然能说出这种话！”朱标真担心父皇一怒之下就下令把秦川杀了。这话别说是父皇，就是普通人听了也无法忍受。朱元璋听了却没动怒，只是脸色古怪地问道：“你是担心皇帝会杀害有功之臣？”也不全是，最主要是自己还没想好，等以后再看吧。秦川有些敷衍地回道：“原来是这样啊。”朱元璋点了点头，心想：看来仙人出山的时机未到，不过这之前我要先打消他的顾虑。接着开罐吧。朱标定了定神，将第2个罐子砸开，一摞书直接出现在他手中。秦川听到系统提示后没绷住，直接笑了出来。朱标看着手里捧着的五颜六色的书本，人都傻了，根本看不懂上面写的是什么。朱元璋拿起一本翻开，只见纸上写着一些奇奇怪怪的符号，莫非这是记载仙人法术的仙书？秦叔，你别笑了，我开出的是什么东西？朱标没好气地看了一眼秦川，问道：“这可是个宝贝，是9年义务教育小学阶段数学课本全集。”朱元璋奇怪了，字明明都认识，可为什么连在一起就不懂了？朱元璋脸色涨红，好不服气，
但事实上，听不懂的不只是他，朱标也同样懵逼。这书听起来好像很厉害，但感觉挺复杂的。秦叔，你能给我解释一下这小学数学吗？朱标虽然不认识上面的阿拉伯数字和简化汉字，但以他敏锐的眼光，一眼就看出用这种符号运算有多简单明了。秦川挑了挑眉，没想到朱标会是这种反应。这个怎么解释呢？秦川挠了挠后脑勺，眼眸中闪过一丝迷茫。对啊，这咋解释啊？为什么你们父子有这么多问题要问啊？秦川心态崩了。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你们看好。秦川随手拿起一根棍子，在地上画了一个9宫格，指着格子说道：这格子纵3横333为9，便能得出一共有9个格子。若是格子纵4横334为12，那便是12个格子。秦川老弟啊，你这乘法表好像只适用于完整的格子，若是这9宫格缺了一角，又该如何计算呢？朱元璋眼光毒辣，一下子就找到了关键问题。是不是傻？动动脑子啊！秦川一副捶足顿胸的样子。他要是不对等，你让他对等啊？哎，对啊，咱怎么没想到？秦叔，那该如何对等呢？对等之后又该如何计算？若是少一格，补上一格，再减去一格便是了。比如这个9宫格只有8格，补上一格凑成33得9，再减1就是8格。竟然如此神奇！朱元璋惊了，因为格子数少，一眼就能数过来。但他骤然想到前些日子蓝玉跟他说过的伤兵统计和善后工作。若是有这种算法，岂不是1天之内就能统计完成？只是何谓33为9 ，3、4、12啊？七叔，莫非这就是数学？朱标替父皇问出了疑问，他自己也十分震惊。这只是数学的入门知识而已，秦川解释道。这叫乘法口诀，对照着口诀便能直接得出数字结果。朱标瞪大了眼睛，一副我不信的表情。一个乘法口诀居然能囊括天下数理计算？秦川一脸认真地说道：数学是包括了分析、计算、统计等多方面的学科，若是发展起来，虽然利不在当代，但功在千秋。这数学当真可以与程朱理学并称啦？朱标喃喃自语道。啥？程朱理学？秦川一脸嫌弃地说道。你们读书人推崇的程朱理学，在数学面前那就是一文不值。朱标听了这话十分吃惊，要知道从宋代以来，程朱理学兴起，便逐渐成为官学，他已经很久没听过这种惊世骇俗的言论了。你们这是什么眼神？不会又有问题要问吧？你们这是把我当成叮当猫还是李元芳？不行不行，照这样问下去，我底裤都要被他们掏干净了，以后还怎么在人前立足？这个问题就到这里吧，赶紧把罐子开了，也好尝尝我这烤全羊的味道如何。秦川赶紧转移话题。朱标虽然还想问下去，但被朱元璋用斜角踢了一下，也只能作罢。他拿起罐子默默祈祷，希望能再开出一件对大明有利的东西。祈祷完毕，朱标将最后一个罐子砸在地上，罐子应声破碎，却没有任何光芒亮起。朱元璋一看这情形，就知道这是个空罐。不要难过，下次一定出货。秦川出声安慰道。都这个点了，肚子也饿了吧？来尝尝这只烤全羊的味道。秦川在烤全羊上撒了些孜然、胡椒粉等佐料，香味愈发浓郁。两人喉结滚动，要不是碍于身份，只怕此刻已经上前争抢了。秦川将烤全羊切成片，又在两人杯中倒满白酒，说道：烧烤就酒，越喝越有，来尝尝看。话还没说完，两人就直接动起了筷子。哇，好烫，好吃，美味，这简直是人间极品啊！朱元璋第一个夹起一片羊肉，也不管还冒着热气，直接往嘴里塞，烫得直呼气，脸上却满是享受的表情。味道鲜美又有嚼劲，比熊掌吃了还要上头，根本停不下来。朱标尝过之后也连连点头，不断夸赞。别光吃菜啊，喝点酒。秦川已经懒得吐槽了，真没看出来自己还有当厨师长的潜质。没错，这等美味怎么能少了美酒助兴呢？好酒。朱元璋端起酒杯，闻到浓郁的酱香味后夸了一句，赶忙灌了一口。私本打算感情深一口闷，可没想到这酒竟然如此烈，一入喉，喉咙就像要烧起来一样。望着满脸惊讶的朱元璋，秦川就知道他在想什么。虽然大明也有蒸馏酒，但浓度远没有这么高。这酒可是52度，慢点喝。秦川哈哈大笑道：咦，这不是清军都尉府的校尉吗？那马车之上莫非是陛下？李景龙今日闲得无事出来散心，没想到居然碰到陛下微服私访，这可真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来人止步！还没往前走几步，他就被一个校尉拦住了。
我乃曹国公之子李景龙，陛下可是在这马车之上。”李景龙见这架势，笃定陛下一定在里面。李公子，恕下官无可奉告，下官接到的旨意是任何人不得踏入此地。校尉不卑不亢地回道：“小子，你这样很难在官场上混啊！我一个国公的继承人，能对陛下做什么？我只会拍陛下的龙屁。行，不让进是吧？等陛下来了，我就找机会把你调到我手下当差，非整死你不可。不能再喝了，咱有点头晕了。”朱元璋踉跄着起身说道：“咱下午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不能喝醉，不然要被人笑话的。”看到朱元璋醉醺醺的样子，秦川顿时乐了：“你这还没醉，就差直接倒下了。”儿啊，走了。朱元璋用脚踢了踢趴在桌上的朱标。啊！朱标一个机灵，赶忙摇头晃脑，手舞足蹈：“不能再喝了，再喝就要醉了。这俩不愧是父子。走吧，走吧，我送你们上马车。”哎，大可不必。朱标挣扎着坐起来，摇摇晃晃的伸手说道：“哪能让秦叔你送啊？喂，扶我爹回去就行了，留步。”好家伙，秦川一阵无语。你这样，我怕你把你爹送进秦淮河里去啊。算了，我送你们吧。说完，秦川一只胳膊架起一个，直接往院外走去。陛下，太子。李景龙远远瞧见秦川架着朱元璋与朱标出来，顿时倒吸一口凉气。这陛下自从当了皇帝，有喝醉过吗？从来没有吧。太子好像也没喝醉过吧？这到底是多高兴才能喝成酩酊大醉啊？还有这个少年到底是谁？居然能和陛下与太子一同喝酒？此时李景龙的脑海中有无数个问号。呵呵，今日与秦叔一番畅谈，小侄我收获颇丰。朱标对着秦川说道：“没错，遇到秦川老弟是咱最大的福分。”朱元璋也跟着应和。可惜啊，我们只能以兄弟相称，要是你是咱的儿子，那该多好啊！好家伙，我拿你当大客户，你却想当我爸爸，有你这么占便宜的吗？秦川听了直翻白眼，心里暗道：下次再让你们喝酒，我就是猪！赶紧上马车，回去休息去吧。那如此，咱就先回去了。明个见！朱元璋抱着秦川，拍着他的肩膀说道：好好好，明个见！秦川无奈地应付道：妈蛋，一个大老爷们儿喝醉了跟个娘们儿一样叽叽喳喳的。叔啊，明个见！好不容易挣脱了朱元璋的怀抱，又被朱标紧紧抱住。秦川心累不已，我到底是做了什么孽，碰到这对父子？赶紧走啊！李景龙侧着身子竖起耳朵，想听听几人在聊什么，可惜距离太远，只能断断续续听到一些。咱的儿子，他顿时一阵头皮发麻，这可是足以轰动金陵城的大新闻啊！陛下居然在外面有私生子，而且还带着太子一起来见，看起来相处的还不错。难怪陛下与太子都能喝醉，这就说得通了。等等，这个惊天大秘密被我撞破了，那我不是危险了？李景龙一脸讨好的看着眼前的校尉，笑呵呵的说道：能当我今天没来过这里吗？不能。校尉掏出一本册子，义正言辞的说道：只要来过这里的人都会被记录在这本名册之上。我他妈原本以为我是那只早起的鸟，没想到我居然是那个被吃的虫，这简直太离谱了。马车内，彪儿，你醉了吗？朱元璋戏谑地问道。没呢。朱标恢复了常态。秦叔那儿的酒虽然烈，但他好像不知道我们的酒量有多深。呵呵，朱元璋得意的哈哈大笑。彪儿啊，如今大明的江山算是安稳了，等再过几年，咱就把这皇帝的位置交给你来当，咱和你娘回凤阳安度余生。我准备让秦川来辅佐你。让秦叔做官，简直像要他命一样。他能来吗？朱标想起秦川那副抗拒的表情，就觉得好笑。你忘了今日他评论成朱理学的话？朱元璋不怀好意地说道。若是把这话传出去，只怕会被天下书生把门槛踏破喽。父皇，这不太好吧？朱标有些担忧。有什么不好的？朱元璋淡淡的说道。秦川如此了解朝堂政务，就说明他有出世的心。既然如此，我们就逼他一把。金陵城李府，大门两侧摆放的石狮子高达1.5米左右，房顶上的琉璃瓦在阳光下金光闪闪，长宽1丈有余的朱红色大铁门更添几分威严。书房内，李琦看着沉默良久的李善长，小声问道：爹，还需要向陛下告病吗？胡惟庸死了，真的死了。李善长没有回应，只是不断重复着这句话。爹，那胡惟庸是咎由自取，联络倭寇，这不是除陛下的逆鳞吗？
李琦不以为意地说道。呵呵呵。李善长听到儿子这话，突然哈哈大笑，擦了擦眼角笑出的眼泪，看了一眼李琦，叹息一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李琦顿时脸色大变，连忙说道：“爹，你这话是指？先有刘伯温，后有胡惟庸，孩儿，你说下一个该轮到谁了？”李善长面色怪异的质问。李琦听了这话，脸直接白了，一脸不敢置信：“爹，不可能吧？陛下可是已经下旨要将公主下嫁给孩儿的，有什么不可能的？”李善长心如死灰的说道：“昨日你能想到权势滔天的胡惟庸今日身死？”李琦几次张了张嘴，却说不出一句反驳的话，只是喃喃地问：“为何？陛下不是收了爹地上去的免死金牌了吗？”很简单，李善长直言道：“因为我们这帮跟陛下打天下的兄弟手里握着太大的权力，若是我们联合起来，连陛下都要忌惮3分。”李琦听了这话陷入沉默，李善长也不再多言。原本他也和儿子想的一样，既然朱元璋收了自己献上的免死金牌，就等于收了自己的投名状，只要自己夹起尾巴做人，一定能善终。可今日胡惟庸在朝堂自裁，犹如当头一棒，让他猛然惊醒，原来自己从来没有走出这个必死之局。那爹，要不我们告老还乡吧？这是李琦能想到的最好解决办法。李善长听了这话，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内心吐槽：我何德何能拥有你这种卧龙儿子？你要是秦川就好了，若是秦川是自己的儿子，想必这时候已经能替自己想出破局之法了。秦川，这是哪根葱？没听说过。爹，都这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开玩笑？李善长眼睛一瞪，手一摆，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用你的脑子好好想想，是不是傻？是不是傻？你老子我都跟你讲了无数遍了，你怎么就听不进去？你平时都干嘛去了？爹爹息怒，望着犹如加特林人柱一般发怒的李善长，李琦赶忙求饶。见李善长发怒，说不害怕是假的。胡惟庸刚死，你爹这个太师就立马告老还乡，你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吗？李善长恨铁不成钢，本来胡惟庸被陛下办成了铁案，你这一出，不是把陛下的脸打肿了？那等于明晃晃告诉天下人，胡惟庸是被陛下冤死的，陛下要对老臣下手了。啊，我怎么没想到呢？李琦后知后觉地说道。老夫好酸啊，不行，从今天起，老夫要加班，重新练个号，争取下回生个能有秦川一半本事的崽出来。等等，李善长脑中灵光一闪，对呀，虽然他不是自己儿子，但自己可以去问他问题啊。爹，你干嘛去啊？望着从床上跳下来，急冲冲往门外走的李善长，李琦满脸迷茫。爹，你忘了穿鞋了？翌日，哎呦，这么繁华的吗？秦川看着金陵城内摊贩随处可见，皮影、糖葫芦、小吃应有尽有，显得极为热闹。小子，你手上拿着的杯子卖不？正当秦川左顾右盼的时候，一个声音从后面传来，却是一个中年男子，身后跟着明强健的家丁。好家伙，我这刚入室就遇到电视剧的桥段。秦川内心嗤笑一声，冷冷地说道：“不卖，我家老爷是宣国公，当今的太师李善长。你若是肯把这个杯子卖给我，我一定在我家老爷面前美言几句，保证让你荣华富贵。”管家看秦川这副模样，气不打一处来。要不是少爷最近让他们规矩点，他直接就抢过来了，还用得着跟这种刁民屁话？荣华富贵，秦川笑着说道：“我看你们还是赶紧逃吧，你家老爷是秋后的蚂蚱，没几天可以蹦跶了。”呵呵，这是我今年的首棒。管家听到这句话，看着后面的家丁，笑得前俯后仰。给我打！居然敢污蔑咱们老爷！谁不知道如今太师的大儿子将迎娶大明公主，隆恩正盛？可是如今这个小子居然表示自己老爷快要嗝屁了。这要是不给点教训，老爷的面子往哪里放？秦川冷冷地看着他们，有个猪队友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如今这个敏感的时刻，还不约束手下的人，朱元璋只要一个借口，屠刀就能举起来。当真是不作死就不会死。住手！就在这时，李善长从人群钻了出来，看着秦川喜出望外地说道：“呀，果然是秦川老弟呀！李老哥，你怎么在这儿？”老爷让我出来买点东西。看着秦川脸上的疑惑，李善长解释道：“这样啊。”秦川点了点头。李善长指了指对面凶神恶煞的家丁，好奇地问道：“一群疯狗而已。”秦川毫不在意地说道：“老弟，让老哥来处理吧。”李善长见状赶紧说道：“这可是李善长的管家啊！”
秦川不放心的提醒道：“老弟，你忘了你朱老哥可是能托关系见到陛下的人。”李善长拍了拍秦川的肩膀，示意他放心。说完，便过去跟那个管家嘀咕了几句。只见那个管家脸上浮现挣扎的表情，最后冷哼一声，掉头便走。看不出来啊，老朱还是有些背景的。秦川打趣的说道：“没点铁关系，也不敢来这天子脚下谋个一官半职。”李善长笑呵呵的说道。秦川想想也是这么个理。不过老弟啊，这天子脚下一个砖头砸下来，都能砸死几个六品官，还是不要太暴躁。李善长话锋一转，叮嘱道：“尤其是这种权贵，能避则避，不爱不怕我后面站着皇帝呢？”陛下，这是跟他摊牌了吗？不对呀，那他为何没认出我？哎呀，我的秦老弟，须知祸从口出啊！李善长赶紧说道：“忘了我之前跟你说的，那帮跟陛下打天下的老臣都会被皇帝杀掉的，尤其是这李善长第一个跑不掉。”李善长听到这句话，差点没哭出来。我怎么了我就这么该死啊？为何李善长这么该死？因为不管皇帝跟他多亲近，等到功高盖主、赏无可赏的时候，就是被砍头的下场。这一点，李善长这么聪明的人，自然是明白的。秦川淡淡的说道：“道理我都懂，但是该怎么做呢？”那你觉得如今的李善长应该怎么做呢？李善长按耐住内心的急迫，平静的问道。如今这个局面里，擅长只有一个办法可以破局，那就是做孤臣。孤臣就是权势滔天，但却是孤家寡人，手中却没有任何势力。通常只有皇帝最信任的人才敢跳到这个位置上，当然下场大多数都是死在下一任皇帝手上。你的意思？李善长猜到了秦川接下来想表达的意思，但心中非常犹豫，不敢自己说出来。做孤臣，放眼如今的大明，唯一有资格的只有他一人而已。秦川果然替他说出了最关键的一句：只要有皇帝支持，那么他在短期内就不会败亡。更何况如今李善长都已经这把年纪了，等到太子登基那天，李善长的骨灰都不知道哪儿去了，还怕被清算。因此做皇帝的忠心狗腿，虽然有被抛出来当替死鬼的风险，但这个风险度是李善长可以承受的。李善长看向秦川的目光有些复杂起来，钦佩当中还夹着一丝酸楚。我酸，我好酸啊！为什么老夫就生不出这种聪明绝顶的儿子出来呢？好不甘心！秦川老弟，你如此大才就没想过当官吗？不当！秦川没有任何犹豫的直接拒绝了。为何？3万贯了。李善长愣住了，试探着问道：若是有朝一日陛下下旨请你去当官呢？对于朱元璋，李善长自问还是很了解的。以朱元璋的性格，绝对不会放任这么一个全能奇才不受自己管控的。若是不能成为他的人，那只能成为他刀下的鬼了。皇帝是傻子吗？会让自己从不认识的屁民当官？难不成我是皇帝失散多年的儿子不成？秦川听到这里直接笑出声来，这李老哥想象力有点丰富啊，这种设想都能想出来，怕不是钻进官眼里去了吧？而李善长听了秦川的这话，嘴角抽了抽，普天之下也就这位敢这么对陛下出言不逊，换成其他人早就被朱元璋给拉出去剥皮舔草了。算了，不提这事儿了。李善长打住这个话题，还是让陛下自己头疼去吧。秦川老弟，入城可是有什么事情？哦，我想在这城里买个宅子住。秦川开口说道。巧了，你李哥我这里刚好有一处空着的宅子，正愁不知如何处理。要不这样，老哥我送你了。李善长一听这儿，赶忙献着殷勤说道。好家伙，这个时代管家都这么富裕的吗？帝都的宅子说送就送？这倒不用，我按市场价买。秦川也不愿意占这个便宜，毕竟好歹也是有9000两白银巨资的人。老弟，这是把老哥当外人啦。李善长故作不悦地说道。一处宅子而已，又不是什么贵重的玩意儿。这口气，这神态，我承认我酸了。我干，有便宜不占是王八蛋。既然如此，那老弟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哎，这才是兄弟嘛。听了这话，李善长脸上多云转晴，笑眯眯地说道：走，老哥领你去看看那处宅子去。皇城御书房，朱元璋正坐在御案前处理公务，这才不到1天的功夫，御案上就堆满了奏折。朱元璋以习为常，毕竟自己戎马半辈子，精力旺盛，不用来处理公务，岂不是浪费了？自己再努把力，将秦川那小子带入朝堂，就可以深藏功与名了，与妹子做一对神仙眷侣了。陛下，清军都尉府送来紧急密报。这时，一个小黄门急冲冲地走了进来，朱元璋立马打开看了起来。秦川居然离开了店铺，李善长自编自导了一场戏，
还将一处宅子赠给了秦川，正在忙着打扫。朱元璋想了想，说道：“让他们再探再报，以后不管是什么时辰，不管咱在做什么，只要是关于秦川的事情，第一时间给咱送过来。”是，陛下。小黄们立马应了一声，便退了下去。朱元璋将密报放下，冷哼了一声：“这个李善长啊，求生欲这么强的吗？不过这样也好，省了咱不少事情。”正在思考的时候，殿门外传来马皇后的声音：“重八，时候不早了，先吃饭，再处理公务吧。”话音落下，马皇后带着几个宫女走了进来，顿时嗅了嗅鼻子，看着朱元璋埋怨地说道：“你这是喝了多少酒？”朱元璋闻言，用鼻子左右闻了闻身子，尴尬地笑了笑：“今天确实贪杯了。”马皇后一听这话，眼中带笑地问道：“烦心的事情都解决了？”她一看朱元璋这副模样，就知道困扰他这么多年的事情烟消云散了。重八，只要你想做的事情，我都会支持你。只是如今你贵为天子，一言一行都是要上史书的，莫要太过苛责，牵连无辜之人。马皇后内心有些忧虑，胡惟庸的事情早就传开了，她素来仁慈，又知道朱元璋是个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人，怕他接着这个由头扩大事态，那就有些不好了。闻言，朱元璋愣了愣，随即走过来握着他的手，不禁有些感叹：“妹子，你的担忧不会出现了。”朱元璋叹了口气：“咱这妹子自从病了之后，这心就越发的善良了，见不得刀光血影。若不是遇见了秦川，只怕是要让妹子失望了。虽然知道她不会怪自己，但总让自己有种负罪感。重八，你想通了？”察觉到朱元璋语气中的轻松和释然，马皇后也是有些开心。滥杀无辜，终觉有违天道。想通了，这还要多亏了秦川。朱元璋点了点头：“能跟我说说吗？”马皇后被勾起了好奇心。行，咱们坐着说。居然有如此本事。马皇后听完之后有些惊讶，那这少年跟李善长这种老臣相比都差不了多少了。李善长还是别吹了啊，自己现在还在人家面前求经呢。不提这个还好，一提这个朱元璋就有些郁闷了。从起兵到如今，朱元璋觉得手底下这帮人个个都是世间难遇的人才，可怎么一到秦川呢，就让自己感受到了世界的层差，简直糟心。更让他郁闷的是，这小子一点做官的冲动都没有，关键是自己还不能硬来。有时候朱元璋真的很想揪住秦川好好问问，到底是自己还是大明哪让他不满意了，得让他如此作态。至于吗？咱就这么不得人心吗？说好的德国罪政呢？干！一股浓浓的挫败感从心里涌出，朱元璋的眼眸也变得幽怨了起来。怎么了这是？感受到朱元璋变化，马皇后顿时有些摸不着头脑，这个秦川居然能有影响众八心情的本事。我现在对这个秦川越来越好奇了，哪天也带我去看看。妹子想见他吗？这时朱元璋忽然想起来刚才送过来的奏报，这不正是一个机会吗？既然妹子这么想见他，等今个早朝结束之后，咱带你去见他，顺便尝尝这小子的手艺。外面的天色还有蒙蒙亮，大明皇城内朝会开始。奉天殿内早已站满了大臣，如今朝堂格局还是极为明显。如今的朝堂文官以李善长为首，武将以徐达为首，分别站立，泾渭分明。而不多时，朱元璋自皇城内走进了大殿，坐在了皇位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众人皆是纷纷恭敬行礼，高呼了起来。朱元璋一如既往威严地开口说道：“今日咱有2件事要宣布。”莫非是陛下已经确定了内阁的人选了不成？众人的心变得滚烫了起来，火热地盯着朱元璋。还望陛下明示。众大臣瞬间毕恭毕敬说道。朱元璋点了点头，继续沉声说道：“咱想打造功臣庙，其中放置功臣雕像。何为功臣？咱就是功臣，为推翻元朝、平定天下者也是功臣，都可以雕刻成像放置其中，向皇室祭拜，与国同修。并且以后凡有功于社稷、立下大功者，都可以入功臣庙。”只听朱元璋声音洪亮地说道：“咱要有功之人，不仅如今世人皆知，也要让其流芳百世。咱不想试探诸位有没有野心，也不害怕你们功高震主，你们同样也不用担心，有朝一日咱会把你们除掉。”朱元璋霍地站了起来，慷慨激昂地说道：“这几日的见闻，让咱眼界大开，也让咱知道天下何其之大，何止于大明这区区一地，八方极远之地，又岂是尽皆荒芜之地？咱要与诸位文武肝胆相照，共治大明，
打造一个最繁荣昌盛的大明，打造一个版图永无止境的大明。朱元璋意气风发，颇有一种霸主俯视整个天下的感觉。此刻，奉天殿内，文武百官听了这话，顿时头皮发麻，倒吸一口凉气，全都被朱元璋的话所震撼，却又感到热血沸腾。试问为人臣子的，谁不想名垂青史？听陛下这番说辞，岂不是只要自己好好干，就有机会吗？这功臣庙，好一个功臣庙！这功臣庙真正能把天下百姓的心牢牢地捆在我大明身上啊！朱元璋嘴角微微上扬，心情十分美丽。经过那天秦川的那番话，朱元璋回来好好的想了想，终于悟到了秦川话中的意思。就好比现在公司先声称要破产了，为了渡过难关，只能宣布裁员，而且动手让几个老员工滚蛋了。在公司人心惶惶的时候，这时候老板突然说要和员工同舟共济，不再裁员。本来会因为裁员而群情激愤，甚至强烈不满的员工，在这个时候不但不会牢骚满腹，反而心怀感激。朱元璋志得意满地坐在龙椅之上，接受文武百官的膜拜和欢呼。沉吟了片刻，看着站在一旁的李善长，突然心中有了主意。嗨嗨壳儿，清了清嗓门，朱元璋开口，摆了摆手，威严地说道：“这个计策也不全是咱想出来的。”接下李善长猛然看向朱元璋，这是要带头开团了吗？李隆景也是将异样的目光投向了朱标。明白了，陛下辛苦兜了这么一圈，是为了将功劳喂进内卫的嘴里。看来这太子之位，这朝堂之上，又将掀起一阵血雨腥风了。是李善长前几日留宿宫中想出来点子，咱在他的点子的基础上，才想出了这些想法出来。此事当给宣国公祭大功一件。这话一出，奉天殿内文武百官一个个都望向李善长。不愧是宣国公啊，想到的点子居然能让陛下想出如此精妙的计划。是啊，宣国公果然恐怖如斯，不愧是大人你啊，一语惊醒陛下。此刻李隆景，陛下，你这是什么骚操作？我没看懂啊！我说我什么都没干，你们信吗？虽然被朱元璋记下了大功，得到了周围滚滚诸公们的羡慕嫉妒恨的眼神，但是自家人能了解自家事吗？这计策是谁出的，他能不知道？李善长一脸懵逼。陛下，你说的这个办法跟我有半毛钱关系，那完全是秦川出的。此时的李善长好茫然。另外，朕已经甄选出了内阁名单，决定设立首辅1名，次辅1名，再辅3名，共计5人。轰！一时惊起千层浪，伴随着朱元璋这句话刚刚说出口，奉天殿内众多文武百官一个个呼吸都急促了起来，眼眸放光。这内阁大臣的位置，谁不想要得到啊？首辅李善长，次辅李文忠，再辅退朝。朱元璋念出了心中的人选，想了想自己也没啥说的了，直接威严地摆了摆手，驱散众人，直接离开。此刻文武百官全都看向了李善长，什么时候的陛下如此看重了？好气呀！无数大臣眼含泪光，都是陪着陛下打天下的，凭什么啊？哼，忍住，我不嫉妒，我不羡慕，我不酸他，干！忍不住了，我还是回家一个人埋头痛哭吧。众大臣愤然离去，醋意横飞。没想到老哥如此简在地心啊！徐达与李善长并肩走着，调侃地说道。李善长叹了口气：“徐老哥，你就不要再取笑我，我现在的处境你还不了解。陛下这是在千金买骨，而我是满朝为敌。”闻言，徐达也是叹了口气，良久方才说道：“这总归是一个好的开始。”李善长沉默良久，回头望了眼皇宫，没有言语，只是脑中又浮现了秦川的那番话。看来陛下是知道自己演的那场戏了。以陛下的聪明，想必是猜到了秦川给自己指明的路，这是在推自己一把啊。而另一边，李文忠洋洋得意地看着自己的儿子：“你爹我还是这么受陛下器重。”李景龙听的是直翻白眼儿：“爹，这回你得谢谢你儿子我，没我这次府的位置是轮不到你的。”李文忠顿时怒了：“我看是你小子欠打了。”“爹，这可是在皇城，禁止斗殴的。”“是啊，但没说爹不准打儿子啊。”李文忠脱下鞋子恶狠狠地说道。李景龙一边在前面跑，一边思忖着如何能勾搭上秦川。与此同时，今日朝会的内容很快便传遍了金陵城。建功臣庙，陛下心胸居然如此宽广，皇帝居然不忌惮功高盖主，小了，格局小了。那胡惟庸一案，陛下不也只是杀了几个桩桩件件有据可查的贪官吗？而没有大搞株连。我这就回去送我娃去私塾读书去。同一时间，秦府秦川正躺在庭院内的太师椅上，悠哉悠哉地晒着太阳，
左一口可乐，右一口烤翅，过着悠闲舒适的日子。格舒坦，当真是不羡鸳鸯不羡仙，就羡着咸鱼般的生活。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呢？少爷，你听说了吗？这时候，一个买菜的丫鬟回来，看着躺在院里的秦川，一脸八卦的问道：“听说什么？”秦川闭着眼睛，随意的问道。丫鬟便将今日在街上听到的事情原原本本复述了一遍。咦，秦川睁开了眼睛，眼眸中闪过一丝迷茫。这计策我咋听得这么耳熟呢？等等，这不是那天我跟老朱吹牛说的计策吗？看看这效果，杠杠的。可惜啊，我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是一个隐士高人，不爱慕虚荣与富贵。不然就凭着这些功劳，那还不是小母牛坐飞机，牛逼上天了。明白了，难怪那天老李问我，要是皇帝请我当官，自己去不去？合着原因在这里啊！我是万万没想到，这两货还真能勾搭上皇帝，简直梦幻。古代的皇帝这么容易就能见到的吗？皇城御书房，好极了，如此甚好。朱元璋放下手中的奏报，发出了阵阵爽朗的笑声。眼前的御案堆满了来自各地关于胡惟庸一案和功臣庙的正面评价，各地乡试、会试的人数都骤然增加了许多。好，很好，这种局面才是自己所希望看到的。长此以往，这天下人心必然归于咱的大明，那这大明又何愁不辉煌鼎盛？你这嘴都快笑歪了。望着朱元璋脸上的笑意，马皇后也很开心，脸上流露出如花般的笑容。大明能有你这个皇帝，是百姓与社稷的幸事。妹子，啥时候也学会哄人啦？嘴角带着笑意，朱元璋一脸的苦笑不得。虽然咱很希望得到妹子你的夸奖，但咱自己心里还是有点那啥数的。大明能有现在的局面，那可不全是自己的功劳。可惜啊，这没办法将这个功劳送与秦川。既然如此，咱就多抽出时间来陪陪你。当然，这绝不是咱想白嫖你的想法，而是单纯的想用这种方式补偿你一下。妹子，既然朝中无事，那咱就带你去见见秦川。朱元璋转头看向候在一旁的太监王林，传令下去，咱要出宫。是，陛下。要不是今天陛下带着皇后出宫，依这些天陛下出宫的频率，我都怀疑陛下在外面是不是金屋藏娇了。妹子，有件事儿咱得跟你先说好。坐在马车之上，朱元璋看着马皇后，颇有些尴尬地说道：“咱在那小子的面前假扮的是一个行商。”马皇后听了，没好气地白了一眼朱元璋。日后他若是知道了，你们之间岂不是很尴尬？权宜之计。就在此时，突然路边传来一声暴喝：“狗皇帝，还我父亲命来！有刺客，保护陛下！”一声气急败坏的怒喝声响起，隐藏在大轿四周的清军都尉府校尉大惊，纷纷抢出，将大轿团团围住。一阵急急的马蹄声自远处传来，一匹火红的龙驹飞也似的窜出，来人正是李景龙。大胆！李景龙大喝一声，心底暗爽，这回我总是鸟了吧？去死吧，你们这些臭虫！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然敢袭击圣驾，拿命来！喊完这句，转头对着马车说道：“陛下，你在此地不要走动，臣去就回。”朱元璋从马车中探出头来，看着李景龙：“你这瓜娃子，口气还是那么大。我看陛下你出来做什么啊？这不是给这帮逆贼送人头吗？陛下，莫要出来，恐有弓箭手啊！”李景龙脸跟个苦瓜一样，虽然现在没看见弓箭手，但不代表没有啊。要是就等着这一刻怎么办？那我岂不是又变成了虫？呜呜呜，好气呀！这明显是可以刷波 KDA 的团战啊！朱元璋不屑地将挡着身前的李景龙推开，语气轻狂，在浴血沙场。马踏敌营的时候可比现在要危险，就这几个毛贼而已，能杀得了咱？天大的笑话！咱是大明皇帝，咱是天下主宰。一把夺过护卫手中的长枪，指着前方的叛贼说道：“现在这是咱的天下，随咱将这帮逆贼都杀了，保护陛下啊！”李景龙看着冲在前面的朱元璋，气的是想骂娘，赶紧招呼人也冲了上去。噗呲！朱元璋将手中长枪投掷了出来，直接将迎面而来的一个刺客来了一个透心凉，舒坦。朱元璋收回长枪，持枪而立，不屑地高喊：“朕就站在这里，你们想杀就来好了。一帮跳梁小丑也想改天换日。陛下威武，陛下霸气！”李景龙都被朱元璋这通微操给看呆了，却感到有些亲切，这才是陛下真实的样子啊！委员在陛下面前都犹如土鸡瓦狗，别说这帮刺客了，一帮不知道感恩的家伙。陛下乃是应节而生的天子，结束了汉人100年来的屈辱，你们不感恩，
反而还行刺。李景龙也是被整得有些热血上头，破口大骂：“儿郎们，跟我杀光他们！”这场战斗虽然激烈，但没有持续太久。和朱元璋带的卫队相比，显然实力有些不济。陛下刺客都已伏诛，但为了安全起见，陛下还是先回宫吧。李景龙一身是血的回到了朱元璋面前，说道。朱元璋却摆了摆手，毫不在意。喂，给咱找套衣服过来，咱还有要事要办。好家伙，李景龙暗自惊诧不已，那位在陛下心中的地位居然如此之高。陛下以一人治天下，安危系大明江山，系大明命脉传承。李景龙见状，赶忙单膝跪地抱拳说道：“若是陛下有什么闪失，臣便是千古罪人。如若陛下有什么事情，就让臣替陛下去办。此事不能假借他人之手。”朱元璋想都没想，直接摇头拒绝。见朱元璋心意已决，李景龙立马转了话锋：“那恳请陛下允准臣随行，以保陛下安全。”朱元璋沉吟了片刻，出了这么大的事，若是不让这小子去，只怕是不太可能。走吧。朱元璋踱步走向马车，大手一招，李景龙狂喜，连忙跟上，可算让他逮到这个机会了。你也换身便装。说完，朱元璋便进入马车内。是，陛下。而此时，秦府院内，呼呼，秦川此时正在躺在椅子上，一边打着呼噜，一边舒舒服服地睡着大觉，好不潇洒。走近而来的三人望着这一幕都有些傻眼。好家伙，我李景龙直呼内行，你知不知道金陵城出大事了？你知不知道你差点陛下就驾崩了，你差丢丢就成孤儿了？心真大。跨入秦府大门的朱元璋也是很难受，脸色变得很黑。自己堂堂大明皇帝什么时候受过这待遇？遇刺了还要来看你，但你好像不把咱放在心上啊。秦老弟，好雅兴啊，出了此等事居然还能睡得着。秦川被朱元璋刻意拉高的声音吓得一激灵，连忙惊醒，左顾右盼道：“失火了吗？”三人被秦川这句话给整不会了。哟，朱老哥你来了啊！清醒后的秦川笑嘻嘻地说道：“怎么看上去有些不高兴啊？你爹看到你这副没心没肺的样子，能开心就有鬼了。”李景龙忍不住在心里吐槽起来。陛下，今日在城里遇到刺客了。说到这个，朱元璋依旧很愤怒。京畿重地，天子脚下，居然有人敢堂而皇之的行刺自己，简直胆大包天。秦川一听这话，再瞧了瞧朱元璋的神色，惊呆了。不是吧？不会吧？洪武大帝居然被几个不知名的刺客给咔嚓了？这不科学啊！这才洪武12年啊，死得有些潦草啊。朱老哥，既然陛下已经遇害，我觉得你买官的事情还是暂时别做了，等新皇登基之后再说吧。秦川心情有些沉重，这时间线错乱了啊，我以后还怎么忍钱先生？砰！李景龙实在有些遭不住了，一头栽倒。你这阅读理解能力满分的水平啊！咱们只说是陛下遇刺啊，谁说了陛下驾崩了？那可是你亲爹好吗？你就不能盼着他点好吗？陛下这儿子好像有些不太聪明的样子。陛下乃是天命之子，没那么容易死，只是受了点惊吓。朱元璋压着心底的火气，咬牙切齿地说道。要不是觉得自己可能打不过他，朱元璋恨不得现在暴锤秦川一顿。这家伙绝壁不是正常人，哪个正常人脑中会冒出这个想法？换成其他人听到陛下遇刺，第一时间都会问句陛下有没有事啊？刺客是谁啊？这家伙倒好，上来恨不得把皇帝盖棺给埋了，弄得皇位让你继承一样。呼，吓死我了！我就说不可能这么早死嘛。秦川有些埋怨地看着朱元璋，老哥，下次讲话不要这么大喘气，容易挨喷的。不是，这怎么还能赖在我头上？明明是你自己理解有问题，怪我没说清楚，要点脸行吗？算了，咱换个话题吧。秦川老弟，你对这事儿怎么看？面对朱元璋的这个问题，秦川有些纳闷，怎么这位仁兄老是问些没有营养的问题？我怎么看？我当个吃瓜群众坐着看。秦川坐在靠椅上，扭了扭屁股，找了个最舒适的姿势。他是皇帝，刺客不杀他，难不成还来杀我吗？再说了，陛下被行刺，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李景龙脑子彻底宕机了，这还是好事儿？你怕不是石勒志吧？被人刺杀，这还能称得上是好事儿？那这么算下来的话，要是哪天我兴起拿把刀架在你爹脖子上，按你的理论，你还得给我升官是吗？朱元璋听了这话，脸当成就黑了，嘴角不停的抽搐。这是奇才，辅佐咱的奇才，忍住，要忍住，要有格局，要有宽广的胸怀。经过此番刺杀，陛下肯定会意识到手中掌握100万大军是远远不够的。秦川将三人的神色收入眼底，心想
哪天要不给你们讲讲明朝那些事儿？陛下肯定会将眼光着眼于整个大明，打造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情报组织——锦衣卫。锦衣卫，这是个什么东西？朱元璋皱了起眉头，有些不明所以。只听秦川继续说道：“这个锦衣卫是集监视、捉拿、审问等为一体的衙门。若是无战事，便会散在大明各地，替陛下收集大明各地情报，防止各地官员阳奉阴违。这样，即便是皇帝足不出宫，也能尽知天下事。要是战事起，那便会摇身一变，成为大明安插在敌军中的钉子，负责策反、收集情报。”李景龙的眼神在朱元璋和秦川身上扫来扫去，说真的，要不是知道你们的身份，我都怀疑你们是说相声的。感受到李景龙打量的目光，朱元璋的老脸瞬间就红了。咱可没想到，可是气氛推到这里了，咱好像也不能说没想到，那就不能怪咱了，咱是无辜的。咱都怀疑你是不是当今陛下肚子里的蛔虫了。朱元璋淡定地笑道，不然为何这么懂陛下？哎，秦川好像想起什么起来，盯着朱元璋问道，老朱，你是不是见到陛下？这话怎么说？陛下刚颁布的朝政，不就是我跟你们说的？秦川有些无语，还搁着装呢。按道理来说，陛下是绝对不会想到这些的。内阁最起码也得等到朱老四的时候才有雏形，要不是你们说的，那我只能收拾东西走了。不是穿越者是绝不会想到这一点的。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除非一公一母。咳，朱元璋猛地咳嗽了起来。妈蛋，大意了。没错，是咱向陛下提议的。朱元璋迎着秦川审视的目光，情真意切地说道，但是咱可没贪老弟你一份功劳，咱可只有献丹之功。秦川满脸懵逼，脑袋上全是大大的问号。本来想等时机成熟，咱再跟你明说，现在看来是不太行了。不等他开口，朱元璋想了想，继续说道，陛下对你说的国策全都采纳了，盛赞你乃是大明福星，等这段日子忙完之后，就亲自到你这里来给你国公爵位，拜你为大明国师。看见我这黑人问号脸的表情了没有？我干，我帮你，你居然背刺我！秦川慌了，二话不说赶紧跳了起来，撒丫子就往屋里奔去。不多时，朱元璋看着带着包袱，口中还碎碎念不知道在说些什么的秦川，傻了眼，呆了半天才缓过神来，木讷地问道，老弟，你这是做什么？跑路啊？这都看不出来？哼，一句话又给朱元璋给干傻了。不是，老弟，陛下是要给你加官进爵，这是好事啊，怎么感觉跟要砍你的头一样？好什么好？秦川一脸拉着张脸，怒气冲冲地看着朱元璋，我秦川就是死在外面，被人活活打死，我也绝不会给朱元璋效力。嘴角抽搐个不停的朱元璋已经自闭了，故意的，绝对是故意的。位列国公，奉为国师，这是多大的荣耀！你要不要这样？不行，这逼崽子是仙人下凡，我不能打他。克制，我要克制。看着自己抖个不停的手掌，朱元璋在心里直骂娘。秦川疑惑地看着朱元璋，老哥，你这身子和手为什么一直抖个不停？该不会羊癫疯吧？抽空去看看，这病马虎不得。算了，你开心就好。朱元璋有些心累地摆了摆手，实在是不想多说什么。好了，老爷你就不要再逗他了。马皇后掩嘴笑道，合着是逗我玩呢？咱知道你不喜欢做官，自然不会做这等让老弟伤心的事情。朱元璋低着头叹了一口气，累了，毁灭吧，爱咋地咋地吧，反正结果都是一样的，咱不挑食。想到吃，朱元璋有些不争气，咽了咽口水。老弟，咱们今天吃什么？陛下你别怂啊，爸爸打儿子那还不是轻松吊打吗？望着面前搂着秦川肩膀一脸吃货表情的朱元璋，心情是极度复杂，离谱就踏马离谱。老朱，你是属狗的吧？鼻子这么灵。秦川升起一股无力感，上次恰火锅他来了，吃烧烤他来了，这次想搞点鸡腿恰他又来了。老哥，我这都闻到味儿了。朱元璋暗自咽了下口水，香啊，这味道只怕又是一道美食。等着。秦川走进屋内，不多时端了一个盘子出来，朱元璋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忍不住动了动嘴唇。老弟，这盘子里装的是什么好吃的？朱元璋说这话的时候，似乎有些忍不住地倒吸了一口口水。老朱啊，这叫手枪腿。秦川笑着解释道。手枪腿？
就是用鸡腿做成的。鸡腿能有这么香？既然如此，那老哥我就不客气了。朱元璋拿起一个递给马皇后，说道：“妹子，你尝尝看。”马皇后接过被炸成金黄色的手枪腿，说：“真的，还是头一次见这种颜色的手枪腿，想来味道应该不差。”马皇后吃了一口，脸色露出吃惊的模样。妹子，这味道如何？这鸡肉怎么能做到如此香嫩脆口的？想学？我教你啊！秦川边吃边说道。这个世间对于我而言，唯有美食不可辜负，所以为了吃，宁愿连官都不做了。马皇后顺着这话问了下来。其实也不全是这个原因。秦川想了想，摇了摇头。那是为何？因为自秦以来，所有的王朝的兴盛极大程度取决于皇帝本人。秦川沉声地说道。如今百姓富庶安康，而往前倒退20年，元末时期百姓流离失所，这就是两个皇帝治国方法不同所带来的原因。即便是同一个皇帝，前后之间也是有着天壤之别。你比如说唐代的李隆基，这哥们前期励精图治，任用贤能，他的开元盛世是唐朝的极盛之势。可后来呢？宠爱杨贵妃，怠慢朝政，宠幸奸臣，导致了安史之乱，也直接将唐王朝气数消耗殆尽。这不是很正常吗？朱元璋有些不解，在封建王朝这是常有的事情，这正常吗？秦川对于这个问题实在是有些愤慨，语气也变得有些激动。这不正常，为什么要让天下的黎民百姓去承担皇帝犯下的错误？这公平吗？让天下百姓把希望寄托搁在一个人身上，这合理吗？自古王朝的覆灭大多都是从内部瓦解的，都是毁在自家皇帝的昏庸上面。强如盛秦王于2代，盛如两汉也亦是如此。赵宋就更不用说了，皇帝昏庸到都被俘虏到异国他乡了。虽然如今的皇帝雄才伟略，必会是一代明主，可接下来呢？谁能保证他朱家的子孙个个都能如陛下这般英明神武？他们这帮人不知道，可他这个穿越者又怎会不了解大明接下来的命运呢？无论哪朝哪代，都逃不掉覆灭的命运，根源在于家天下的思维。这天下不是天下人的天下，而是一个人的天下。若是我要为官，自然是要改变这个局面，这是让皇帝自己造自己的反。你觉得哪个皇帝愿意这么做呢？轰！此话一出，朱元璋浑身猛地颤抖了起来，差点要被气吐血。咱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就是为了让你造反的吗？咱把你当福星，你却想要咱的命，这是不是太过分了点儿？更为关键的是，这小子的能力与谋略是得到过实践的，再加上那些罐子中的东西。老弟，你别说了，老哥我有些头晕。秦川激动，朱元璋此时比他还要激动。趁早给咱打住！看吧，连你一个商人都接受不了这种想法，更别说是皇帝了。秦川看着脸色突然有些阴沉的朱元璋，玩味地说道：“所以啊，我当个闲散之人挺好的，不然这皇帝的赏赐对于我而言就是大祸临头。”他这话一出口，李景龙默默地对着秦川竖起了大拇指。这一招以退为进，高，实在高啊！这是在逼陛下在他和太子之间选一个啊！他斜眼扫了一眼神色已经如常的朱元璋，这位如此做派，本以为陛下会动怒，可陛下竟然平静至此，看来是真的看中他。我李景龙先不说为日后谋划一二，就是现在透露出善意，舔一舔这位又有何妨？为了高官厚禄，不寒碜，不丢人，公子又何必说这种气话呢？陛下慧眼识英雄，公子应该感到高兴才是。打定主意的李景龙赶忙站了出来，微弓着身子向着朱元璋与秦川笑靥如花地道。见朱元璋没有出声打断他，就知道这是默许了。我家老爷经常在我面前提起公子，说公子虽然只是一个少年郎，但其才能却能傲视世间。秦川，好家伙，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这么掉炸天。被吹得有些尴尬的秦川正想开口说话，没想到李景龙话又来了，懵逼了吧？论当舔狗，我李景龙还没输过谁。小样儿，看我不给你舔晕！公子既然身为大明人，理应为大明为陛下尽心尽力，与陛下一道开创大明盛世。关于公子此番话，在下隐隐觉得此前过程极为复杂，可以和陛下一同徐徐图之，岂能一蹴而就？这番话说的激情澎湃，朱元璋看着被说懵逼的秦川，差点都感动哭了。好感动，咱好感动，终于有人懂咱了。这些天咱过得好委屈啊！为了把秦川这个扶不起的阿斗扶上去，可谓是费尽心机。相比之下，他亲爹都没有咱这么上心。接着说，不要停，给咱继续说。
让他知道咱的苦心。哼，臭小子这回知道自己错了吧？等你回过神来，还不得立马马抱头痛哭？我居然错得如此离谱，我辜负了陛下的信任啊！不行，我要去给陛下负荆请罪。到那时自己先向他表明身份，然后故意冷落他一下，最后再大度的原谅他。如此一来，这君臣和睦的画面不就有了啊？咱已经想到和你一同在紫禁城大雪天吃火锅的场景了。爽快点跪下认错，咱已经等不及了。放心，咱一定会原谅你的。不是老朱，这位是谁啊？起来吧，咱不怪你。哼，你刚才说啥了？你有本事再给咱说一遍，能不能按剧本来啊？看，这位是咱的护院家丁。朱元璋黑着一张脸说道：“那就好好当条看门狗啊！我的意思是干好分内的事情就行了。”听到这番话，李景龙脸上的笑意逐渐凝固，直至凋零。朱元璋深吸一口气：“行吧，你不理解咱心酸委屈，咱不怪你。谁让你有罐子的？”朱元璋想到这里，便开口对秦川道：“老弟啊，咱还是开罐吧。今天3个罐子啊，都让咱妹子开。”说罢，掏出3张银票递给了秦川。上次朱标开罐子的事情和自己开出空罐的情况，给了他一个提醒，不一定非要自己来开秦川这里所有的罐子，就算是天命之子，运气也不可能一直好。秦川只是负责卖出罐子，才不管买罐的人要怎么开罐，直接一挥袖子，3个罐子便出现在了桌子上。随意，旁边的李景龙有些懵了，没想到啊，这位还是个杂技高手啊。而马皇后则是有些担忧，朱元璋早就对他说了关于秦川的一切，他心想，要是自己开个空罐，那不是对不起众八吗？妹子，不用如此担忧，随意开好了，反正罐子有的是。朱元璋现在需要的都是逆天的东西，比如什么长生药、土豆、红薯、玉米之类的。至于其他的东西，暂时并没有什么兴趣。马皇后深深看了一眼朱元璋，没再犹豫，直接将罐子砸在了地上。轰！一道金色光柱垂落，罡风剧烈，同时伴随着阵阵高亢的龙吟之声。朱元璋3人皆是目瞪口呆，这等出场方式，怕不是天兵天将下凡吧？3人对视一眼，皆咽了一口口水。金光散去，一张金色的卡牌出现在马皇后面前。老弟，这是什么？看着马皇后手中精美的卡牌，朱元璋有些摸不着头脑。平常这时候不是应该变成东西了吗？怎么还是张卡牌？你媳妇儿这是一发入魂了，抽到了一只万人的铁浮屠。谁使用这万人的铁浮屠，便会对他忠心耿耿，绝无二心。而且战力惊人，万余便可破10万。司朱元璋听了倒吸一口凉气，万余可破10万，更为重要的是绝对不会背叛自己，可以完全当成亲信来使用。你要是把这个献给陛下，那么大明的铁蹄便会将北原残部落一扫而空。如此一来的话，以后的大明也能凭空少了许多事。如果说什么是明朝最大的耻辱，那一定是土木堡之变。皇帝被俘虏，勋贵也都直接陪葬了，让一个还在上升期的帝国直接坠机了。若不是大明还有点骨气，只怕就和宋朝一样了。以后的大明什么意思？秦川他似乎能够知道一些未来会发生的事情。朱元璋敏锐地察觉到秦川话里面的惋惜的语气，又想起秦川刚才说过的话，难不成后面我朱家那帮不孝子孙又让北元占领了中原不成？沉重，这种事关大明未来之事，让朱元璋有些心神不宁。既然如此，那就趁着咱还能提刀上马，马踏北元，让这帮杂碎再无任何翻身之地。那老弟，这个怎么用？朱元璋把玩着卡牌问道。我这地方不够，你回去找个大点的地方，扔到空中，大喊一声出来吧，皮卡丘就行了。秦川努力维持着面部表情，不让自己笑出来。那么夫人接着开第2个罐子吧。马皇后见自己第一次开罐就开到对大明如此有帮助的仙宝之后，顿时眼睛都亮了起来，双手合十，默默地在心里祈祷了一番。其他的仙宝也不奢求，只求这次还能来跟铁浮屠一样。要是让秦川知道马皇后心里的想法，恐怕会当场石化。你长得美的也就算了，想得还美就过分了。真以为金色传说是烂大街的存在吗？咔嚓，第2个罐子应声而破，金色的光芒再一次闪现在秦川的面前。秦川的脑袋上缓缓地冒出许多问号。你说你是不是冲钱了？酸死我了，酸得我都快质壁分离了。感情你们家没一个是非洲酋长是吗？金色的光芒渐渐散去，形成一本书金色的书籍出现在了马皇后的手上。老弟，我妹子手中的书是什么宝贝？朱元璋急不可耐地问道。空灵之书，你这说了跟没说一样。这书的作用就是观看它不仅能短暂地提高自身的智慧，还能让使用者进入空灵状态，
处在这种状态下，可以对事情做出最为冷静的判断。瞧见朱元璋的问号脸，秦川只得开口解释道：“你还是自己打开，亲身体验一下效果吧。一本书居然能有如此神奇的效果！”朱元璋赶忙打开金色页面的空灵之书，刹那间，朱元璋感觉有股电流从头流到脚，接着自己心中那些疑虑、焦躁、不安，在这一刻都仿佛烟消云散了一般，大脑仿佛得到了升华，能够想起以往被自己忽略到的细节，自己在这一刻处于绝对的冷静，做的任何事情都不会受到外界不利因素的干扰。这书居然有如此功效！朱元璋体会到空灵之书的好处之后，有些喜出望外。这东西简直就是个作弊器呀！日后自己处理堆积如山的奏折，在这本书的加持下，岂不是更加的如鱼得水了吗？这本书一天只能使用3次，一次大概半刻钟的样子。秦川忍不住泼起了冷水。而且使用这本书有一个副作用。什么副作用？哦，小毛病而已，就是使用当天会对任何女人提不起任何兴趣。如果你一直使用的话，就你懂的。我干！朱元璋脸色漆黑，你差点吓死咱了。你知道吗？咱还以为是多大的事情，结果就这。让自己能够冷静地处理朝政才是更为重要的事情。相比之下，不能碰女人算什么大事？再说了，咱都是子孙满堂的人，还在乎这个？再说了，要是咱哪天来了兴趣，可以不使用这个书的嘛。行了，接着开棺吧。秦川盯着马皇后说道：“我就不信了，这发你还能开出金色传说？”咔嚓，这一次展现出来的依旧是金色的光芒。秦川目瞪口呆，捂住胸口，连连后退。要不是我是了解这个狗系统，我都怀疑你是不是系统的亲女儿了。离谱，简直离谱！光芒消失不见，只留下了一颗金色的丹药，上面印刻着晦涩难懂的纹路，漂浮在了马皇后的面前。丹香刹那间充斥着整个庭院。这是……朱元璋闻着庭院中的丹香味儿，因为常年征战受损严重的身体，顿时感觉轻松了不少。就算是不清楚这枚仙丹的什么，他也很清楚这绝对不是凡物。活力丹，通俗点说，可以让一个人一直保持年轻时的巅峰状态。听到秦川的解释之后，朱元璋的呼吸顿时变得急促了起来。这不正是眼下自己所迫切需要的吗？如今自己做梦都想得到的东西，就这么赤果果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只要伸手就能够到。当然，这只是一枚活力丹，效果仅仅只是让你保持活力，但不会延长你的寿命。够了，足够了。朱元璋的手有些微微颤抖，眼神痴迷地望着这枚活力丹，永远保持自己的巅峰时期的状态。即便自己不能长生不死，也足以把自己将大明帝国经营的固若金汤，不给任何人一丁点的造反机会。妹子，这回咱不跟你客气啦。朱元璋看着马皇后说道：“冲老爷，你我之间无需如此。”朱元璋也没再言语，直接将丹药吞进了口中。在服下活力丹之后，细胞也重新焕发出了活力，原本年迈衰老的身体宛如返老还童一般。迅速变得挺拔而强壮，头上的白发也变成了乌发，重现年轻时期的英姿勃发。朱元璋感受到自己身体的变化，强迫自己深吸一口气，平静下来。多谢老弟了。秦川则是无所谓的摇了摇头，说道：“不用如此，你是靠运气从罐子里开出来的，我可一点忙都没帮上。系统给的罐子里面能够开出什么样东西出来，自己现在可没有能力进行干预，出什么什么时候出，那都是靠命。不过老朱，你这媳妇儿的运气过于逆天了点。老朱，你为什么不把这个药献给陛下呢？”秦川颇有些惋惜，这要真正的归属应该是朱元璋啊，给你这么一个商贾之人，属实有些暴殄天物了。要是给朱元璋，恐怕以他战争狂人的性格，能把大明未来的敌人一次性全干翻了。不过他也好不强求，毕竟不是自己的东西。咋的？听老弟的意思，给我是浪费了吗？朱元璋不怒发笑，看向秦川，听他话中的意思，好像对咱的评价挺高的。确实如此。秦川点了点头。当下的皇帝嘛，实话实说，道一句千古一帝没啥毛病。千古一帝这4个字宛如巨大的棒槌，重重地敲击在朱元璋的内心。说实话，他是万万没想到秦川居然会如此评价他，咱在他的心里地位居然如此之高。朱元璋心情顿时大好，当今陛下有这么好吗？没吧。说完，一脸期待地看着秦川，快夸我，不要吝惜你的赞美之词，咱能经受得住考验。对于马不对是龙屁。朱元璋听得太多了，基本上已经免疫这种东西了。
无论是什么花里胡哨的龙屁，都不能让他的内心起半分波澜。而现在，秦川一句简简单单的千古一帝，却让他龙颜大悦，因为这是发自肺腑，是真正从心底的认同。咱废寝忘食，图的不就是天下人从心底认可吗？尤其是说出这句话的人，他不是什么世俗之人，而是仙人下凡的秦川。这使得朱元璋心情更加舒畅了。这可不是吹的，就光凭德国罪政就足以傲视群皇了。要知道，自五代以来，汉唐盛世不再，一族轮番践踏中原大地，在历经300余年后被元一统。是当今陛下高举着日月王旗，怒喊一声驱除鞑虏，带领着汉人越过300年不曾到达的黄河，抵达了500年没看见的长城，再现汉人江山。这是何等的壮举，比之秦皇也不遑多让。说得好！朱元璋满面得意，双手叉腰，高高扬起头来，恢复汉人江山，使北蛮不敢纵马南下，是他这一生最为自豪的功绩。如今从秦川口中说出来，恨不得长啸3声。可是接着，朱元璋又有了些怒意：你都评价咱是千古一帝，又如此认可咱的功绩，那你为何还不为咱效力？好像他也不是不肯效力，而是想让咱和他一起造自己的反。我看这逼绝对是存心的。朱元璋气不打一处来，狠狠地瞪了一眼秦川，以解怒气。秦川则是无辜地眨了眨眼，一脸郁闷：不是吧？你不会还想跟朱元璋比功绩吧？疯了吗？但是很可惜，这么英明神武之人，却依然无法摆脱时代的桎梏。秦川叹了口气，神色复杂地看着朱元璋：你把开出来的数学课本和世界地图都献给陛下了？你这聊天的跨度也太大了啊！献了啊！陛下还赐给我不少金银财宝呢，你没留备份吗？这东西对我来说没用，留着干嘛？朱元璋有些不解地说道：皇帝肯定比我能让这2样东西发挥作用。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这2样东西在皇帝手中只能束之高阁，在你们这帮商贾手中，没准你们为了钱财还能让它发挥点作用。这是双倍暴击！干！你就这么看不起我朱某人吗？这回我肯定不信老弟你，陛下一定能让他们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秦川白了一眼朱元璋，年轻。这些东西一旦普及开来，那就等于让老百姓从此脱离了愚昧。可一旦如此，那就会威胁到皇权的稳固。可想而知，大明的皇帝一定会选择后者，那么这些东西就只能明珠蒙尘喽。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时代的桎梏。当人们还以为世上只有大明这一块土地的时候，大明的皇宫早就有了世界地图。当人们还在用2条腿走路的时候，康熙皇帝都有了属于自己的蒸汽汽车了。要是他们把这些东西向世人传播开来，那自己帝国的实力不是成几何倍数增长？可惜他们没有，因为封建王朝的思想就是百姓不需要知道，更不需要懂，只需要愚昧和服从。那皇帝的选择也情有可原，毕竟是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天下。朱元璋不服气地反驳了一句：算了，今儿个再给你好好说说我们所在的世界。朱元璋3人瞪大眼睛看着秦川拿出来的东西，惊呼道：老弟，这是什么东西？只见一个通体蓝色，却又夹杂着不同的色彩，造型十分奇特，不知道是什么质地做成的，摸着十分的冰凉。这是地球仪，也是我们脚下这片大地的缩小版。什么？我们脚下的土地是圆的？不可能，这绝不可能！李景龙显然是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天圆地方是个志同都知道的答案啊，怎么可能是圆的？天圆地方，你搁着跟我说笑话呢？你信不信有个叫拜月的人把你打得连妈都不认识？无知不是你的错，出来吓人就是你的不对了。秦川无语地看着李景龙，一顿嘴炮输出，小样，我这个键盘侠还杠不赢你一个杠旗将军吗？看这里！秦川在地球仪上画了几个圈，这些地方日后会诞生实力强劲的国度，他们会把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洗劫一空。你在开什么玩笑？我大明堂堂的天朝上国会被这几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部落给洗劫了。而此时朱元璋瞬间懵了，干你娘！咱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居然落到了外族人手里，岂有此理，奇耻大辱！更为可笑的是，当他们开着坚船利炮叩开海境的时候，当地的百姓以为是妖怪来了，而上面大炮轰鸣的时候，百姓还以为是妖术。要知道，当我们穿着绫罗绸缎的时候，他们还衣不蔽体；当我们吃着山珍海味的时候，他们还在啃着黑面包，可谓是两极反转。妄图做什么千秋万载的皇帝梦，到头来终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此时朱元璋的内心除了愤怒，还有感觉到一丝悲哀。
原来咱为之奋不顾身，甚至不惜背上弑杀骂名所守护的大明，到头来只是梦一场。老爷，时候不早了，要不我们先回去吧？马皇后见朱元璋失魂落魄的样子，出声说道。哦，是不早了。朱元璋回过神来，今日老弟让老哥我大开眼界啊，当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啊。老哥，我先走了。都是上不得台面的话。老哥，慢走。朱元璋没走几步，回头看着地球仪问道：老弟，这个地球仪能割爱卖鱼老哥吗？喜欢你就拿去，不值钱的玩意儿。秦川靠在沙发上瞥了一眼他，随意的说道：那就多谢老弟了。朱元璋小心翼翼地捧走了地球仪，而秦川看着背影有些萧瑟的朱元璋，露出了鸡贼的笑容。小样儿，玩角色扮演玩的爽吗？妈蛋，要不然系统升级完成，我还被你蒙在鼓里。朱元璋忧心忡忡地坐上了回宫的马车，马车内，朱元璋用手不停地转着地球仪，手中冰凉的触感更是让他的一颗心沉入到了谷底。妹子，你怎么看待秦川说的话？朱元璋声音有些沙哑地问道。马皇后有些心疼地看着朱元璋，她为了这个大明耗尽了心血，希望大明得以万世长存。结果有人告诉她，你的不孝子孙丢掉了你用鲜血换来的一切。是个人都遭不住这种打击。今日种种犹如梦幻一般，秦川似乎真的是仙人。马皇后看着重回年轻的朱元璋，仍感到有些不真切。也只有仙人能有这种时光倒流的本事了。朱元璋点了点头。如果秦川是仙人成立，那么他说的话10有8九是真的。马皇后说到这里顿了一下，瞥了眼朱元璋，见他入耳入心，便接着说道：那么他会不会也知道你是当今陛下了？我猜他应该是知道。朱元璋想了想，认真的说道：若是不知道，他为何要说那番话呢？朱元璋叹了口气，他这是在逼咱做出选择。说完，将铁浮屠的卡片从怀中掏了出来，意味不明的说道：呵，万鱼便可破10万，他这是在试探咱呐。马皇后听了这话却笑了：重八啊，你这是当局者迷。朱元璋则有些疑惑地看着马皇后，既然他没有明着点出你的身份，你可以继续当不知道啊。听他话中的语气是对未来大明的遭遇的惋惜，我想这也是他下凡的原因。既然如此，他一定会向你透露出更多关于未来的事情。说罢指了指卡牌，也会让你开到更多可以改变大明的东西。话虽如此，但是咱怕到时候为他做了嫁衣。朱元璋担忧地说道：这小子可是不希望世上有皇帝的。仙人都是有呼风唤雨、移山填海的力量，若是他真的想要这么做，我们又有什么办法？不如求一个能让我们子孙永享太平富贵的法子。马皇后的话宛如一道闪电，让朱元璋猛地想起了秦川前些日子说过的股份制公司。好家伙，原来是在给咱挖坑呢。妹子所言不虚，但是在这之前，咱想试试他的实力。看到马皇后听了之后脸上焦急的神情，便出声安慰道：妹子放心，咱有数。而此时，秦府，你个狗系统终于活了。秦川待朱元璋他们走后，惊喜地问候了一句。宿主一共售出12个罐子，获得积分12000点，扣除系统升级1万点，剩余2000点。我干娘，你这中间商赚差价，赚的也太离谱了点吧。本系统向来童叟无欺，宿主可以用点数兑换罐子，1000点可以兑换1个罐子，是否兑换？兑换。秦川咬牙切齿地说道。丁，已扣除2000气运点剩余点数。0，恭喜宿主获得了罐子 X2。2个罐子整整齐齐地出现在秦川的面前。好吗？又到了看脸的时候了，究竟是去工地搬砖，还是直接会所嫩模，就看这2发的了。咔嚓，摒弃一切杂念，秦川直接打碎了面前的第一个罐子。瞬间，金色的光芒从里面透了出来。这光芒我可太熟悉了，马皇后开出活力丹的时候，跟这个颜色一模一样，这一波绝对是好东西。金色的光芒渐渐散去，一本青色的书籍漂浮在秦川的面前。五行归元吐纳术效果使用之后，可分为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3大境界。修炼到大圆满之时，可以拥有1000年寿命，拥有移山填海的超凡力量。看来我也是个纯正的欧皇嘛。看着眼前这本修炼功法，秦川呢也是露出了高兴的神情。虽然通过系统得知自己在朱元璋心里被认定为仙人，但是秦川自己心里还是有点纳数的，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如果不是系统的加持忽悠住了朱元璋，恐怕就要被朱元璋给密室囚禁了。
再加上这个系统日常辅助技能点 max， 战斗力却只有可怜的5点。不过，如今有了5行归元吐纳术之后，就意味着自己不仅有了自保的能力，而且还脱离了普通人的行列。想都没想，秦川直接将这本修炼功法打开。只见书籍瞬间化成一道光融入了他的体内，脑海中出现了修炼的方式，而且身体中有一股仙气在帮自己贯通经脉。曾经瘦弱的身材开始变得健壮起来，原本好吃懒做形成小肚腩，全部变成了6块腹肌，肌肉也变得有棱角起来。就连有些近视的眼睛，此刻也恢复了清明。触目远望，连远处围墙上的爬虫都看得一清二楚，甚至爬虫背上斑点也能数过来。这是炼精化气，良心卖家啊，直接帮自己通到了第1个境界。炼精化气可以延长100年寿命，并且可以在短时间内爆发出数千斤的力量。趁着这个运气，开最后一个罐子。咔嚓，最后一个罐子被秦川敲碎，刹那间一抹金色在秦川的眼中浮现。丹精魂丹效果使用之后，可以直接跨入炼气化神的境界。秦川泪流满面地看着手中的丹药，真就是良心卖家，配套服务这么齐全的吗？完美有捷径，自然是极好的。反正他也没什么耐心每天打坐练功，享受生活，他不香吗？没有丝毫犹豫，秦川直接将这枚丹精魂丹给吃了下去。下一刻，体内充斥着磅礴的能量，让他没有任何阻碍的直接冲到了炼气化神的境界。处于这个境界，已经可以徒手轰平一座小山峰了，并且活上500年是轻轻松松的事情。呼，深深的呼出了一口气。秦川感觉现在的自己已经举世无敌了。一日之间，以凡人之躯连跨2个境界踏足修仙领域，不得不夸自己是万中无一的天才。只是可惜没有3年之约。父皇，当朱元璋从马车上走下来的时候，早已接到旨意等候多时的朱标发出一阵颤抖的声音：“这真的是您吗？父皇？”“彪儿，是你父皇。”马皇后从马车中走了下来，看着一脸不可思议的朱标，笑着说道：“恭喜父皇，贺喜父皇，重回年轻。”朱标的眼眶不禁有些湿润，看着恢复了年轻时期模样的朱元璋，仿佛看见了曾经欲与天公势必高的王者。本以为此生再也看不见了，没想到老天开眼，父皇居然能够重回巅峰，那么大明的强盛已经是势不可挡了。走，彪儿，随咱去皇宫教场，咱给看样宝贝。朱元璋心情大好的拉着朱标，兴冲冲地走向了皇宫教场，边走边说道：“这次你娘可是给咱们老朱家开到了一只万人的铁浮屠。”朱标有些风中凌乱，还有这种操作的吗？这秦书罐子里面还能开到军队的吗？等到了教场，看好了，彪儿，父皇，教场空无一人啊！彪儿，那么你再仔细看看，大明最精锐的大军就在你的面前。朱元璋豪气干云地笑着说道，随后从怀中掏出卡牌，向天空一抛。下一刻，空空如也的教场便出现了整整1万名铁浮屠，头戴银盔，身披银铠，在重要的位置还附着一层青铠，每个人带有一张长弓，在马鞍上还挂着一柄长约4米的长矛。除此之外，每个人身后背着4柄短矛，大约3尺左右，用作头饰。身下的战马也是披着银色的铠甲，关节位置都经过特殊处理，马鞍的2侧各自挂着2壶羽箭。这样一支军队站在空地上，即便没有任何动作，单让人用眼睛去看，就足以让人心胆俱寒。铁浮屠总计1万将士，见过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其声势如洪，响彻皇宫内外，就连天上聚着的云朵都被这声音给冲散了。朱标瞠目结舌，这尼玛还真是天降神兵啊！好，好，好！朱元璋忍不住开怀大笑，意气风发，有这等精锐，何愁我大明不能横扫八方？其实按朱元璋的设想，这样一支军队应该在战场上突然出现，给予敌人雷霆一击。但是朱元璋害怕这卡牌跟那本空灵之书一样有使用时间限制，那样的话就糟糕了。眼下天下初定，大明军队的战斗力保持的还比较强盛，但是缺少一支可以一锤定音的军队。如今拥有了这支铁浮屠，只要使用得当，大明军队的战斗至少翻上一番。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对自己绝对忠诚，自己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他们，没有任何顾忌。恭喜父皇得此良师！朱标也忍不住夸赞起来。透过这支军队的精气神儿，他能感觉到这支军队仿佛是为了战斗而生，这是大明任何一支军队都不能做到的。次日，皇城奉天殿，
陛下！殿内的群臣看着坐上皇位上的朱元璋，仿佛看见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要不是底下的群臣大都是跟着朱元璋一起打天下的哥们儿，见过朱元璋年轻时的模样，只怕现在应该喊着左右将这个冒充陛下的人拿下。恭喜陛下！李善长第一时间反应过来，莫非是陛下在秦川那里开到了长生不老药了？一时间百般滋味涌上心头，也不知道究竟是开心呢，还是该可惜好呢？开心的事儿，既然陛下能够长生不老，那么自己这个风中残烛的老人想来可以逃过杀身之祸了。可惜的是，明知道秦川那里的罐子可以开到此等仙宝，却也只能干看着。要是自己能开，没准也能开出来呀，掌声谁不想呢？这是上天对咱驱除鞑虏的恩赐，另外还赐给咱一名天师，从此以后我大明将千秋万载，一统江山。四大臣们被朱元璋这霸气的话给整懵了。陛下洪福齐天，上天佑我大明。反应过来的大臣们纷纷跪地高呼起来，不知天师身在何处。李善长出班问道：恳请陛下为我等引荐，臣附议，臣也附议。朝堂之上最不缺的就是附议这两个字了，只要有道理，上去一顿附议就完事了。好了，朱元璋站起身来，威严地扫视着殿内。大臣们纷纷停止了附议，抬头看向朱元璋。朱元璋十分满意地看了眼李善长，天师正在挑选及时下凡，等选定时日会通知咱的。届时咱会率文武百官相迎，在此之前咱还需要做一件事情，用来确保天师不会对大明产生不满。眼见想要的效果达到了，朱元璋也不再兜圈子了，神情果决地看着百官。咱要打造一个新的卫所，一个崭新而且能发挥巨大作用的卫所。朕决定将其命名为锦衣卫。走下台阶，朱元璋昂首挺胸走到殿门外，眼神深邃，像是能够透过皇城俯瞰整个大明一般。锦衣卫，咱会将他们散在大明的每一个角落，是咱的棋子，同时也是咱的眼睛，负责盯着大明每一处的动静。天下任何事情将逃不过咱的眼睛。咱一双眼睛是看不过来整个大明，但是千万双眼睛就可以了。咱不希望大明出现过多欺上瞒下、欺压百姓的官员，这样会让天师不满，天师不满，那便是我大明的灭顶之灾。朱元璋一甩衣袖，眼中渗出令人胆寒的目光，语气冰冷地说道：谁要是敢越雷池半步，咱要将他挫骨扬灰，永世不得超生。话音落下，大殿内落针可闻，安静的大臣们个个都长大了嘴巴。心好累啊，现在做个官怎么就这么难呢？臣等谨记陛下教诲。大臣们拱手行礼，自然不会在这个节骨眼触朱元璋的眉头。对了，善长，江大明拥有天师一事，布告天下。朱元璋嘴角微微翘起，背着手走出了大殿。臣遵旨。今日阳光明媚，对于金陵城来说是一个好日子。秦府秦川正悠闲地靠在躺椅上，旁边摆一个桌子，上面堆满了琳琅满目的零食。秦川给自己倒了杯红酒，又吃了块蛋糕，脸上露出享受的神情，惬意极了。这才叫生活。少爷，你知道吗？金陵城又出大事了。看着蹦到自己跟前的丫鬟，秦川装模作样的掐着手指。少爷，我掐指一算，一定是关于陛下遇刺的事情，对不对？少爷，不是这个，比这个还要劲爆呢。哦，那一定是陛下返老还童啊。丫鬟捂着笑得前仰后翻，打趣地看着秦川。少爷，你还是不要出去给人算命了，我怕你被人家打死。也不是这个，是咱们大明拥有天师了，而且天师不日就会下凡来到我们大明。到嘴的蛋糕一下子全都喷了出来，秦川是目瞪口呆。好家伙，这是吃瓜吃到自己身上了是吗？天师，朱元璋，你他娘的真是个天才，这种主意你都能想到的。少爷，少爷没事吧？喝口水顺顺气。秦川刚一口蛋糕喷出来，丫鬟慌忙上前替他拍着背，嘘寒问暖道：可没什么没什么。秦川咳嗽几声，摆了摆手，示意自己无事。就在这个时候，哟，老弟，搁着算命呢。朱元璋带着朱标从府门外走了进来。要不给咱也来算算？朱元璋来到秦川这里，就跟回到了自己家里一般，都不用秦川招呼的，自顾自的靠在另一张躺椅上面，一手美酒，一手零食的享受了起来。好家伙，现在你的标签里不仅有狗，还得加上个强盗。你都是黄土埋了大半截的人了，没什么好算的。秦川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朱标，顿时有了主意。玩上瘾了是吗？看我怎么治你。不如就让我替我这侄儿算上一卦吧。来，
乖侄儿把你的生辰八字告诉我。朱标看了眼朱元璋，见他没有出声，便笑着说道：那就有劳秦叔了。秦川听完之后，单手掐算，右手大拇指于食指、中指的关节处点动，同时口中念念有词：一一得一，一二得二，38妇女节，51黄金周。朱标，你确定你这是在算命，不是在忽悠人？可以啊，我这侄八字富贵逼人，紫气冲天，可惜是生在你这商贾之家，将来最多也就是封王拜将的料，若是生在帝王家，弄个皇帝当当也未尝不可以啊。秦川看着朱元璋，有些羡慕地说道：没想到你一个商贾之人能生出这等儿子出来。哦，是吗？朱元璋此时浑身舒畅，痛快啊！这小子说话就那么让人爱听。自己这个儿子啊，本身的人品能力那都是很强的，又经历过战火的洗礼，跟着自己打天下的那帮老臣也都服他。只要自己将一切打点完毕，就能让他继位了。秦川的话也更让自己坚信这一点了。爽了是吗？咦，秦川惊呼一声，突然紧锁眉头，良久才摇了摇头。可惜啦！朱元璋父子被秦川突如其来的一手给整得有些懵逼，这是咋了，老弟？朱元璋见到秦川欲言又止的模样，连忙问道。这可让他的心提了起来。自打认识以来，自己可从来没见过他这种凝重的表情。我这侄子命中注定英年早逝啊！噗！这话一出，朱元璋一口红酒就喷了出来，而朱标更是瞪大了眼睛，一脸的错愕的神情。你！朱元璋指着秦川半天没憋出一个屁来。咱刚才夸你会说话来着，大意了，咱夸你妹呀！半晌后，才半信半疑地问道：老弟，这是真的？咱有理由怀疑你是故意针对咱，秦叔可有破解之法？朱标也是心底有些发怵地问道。一般人谁敢当自己面说自己会英年早逝？是嫌自己活久了吗？但是秦川是谁？如今自己便宜的叔叔，未来大明的天师，更是会回到仙界的仙人。被秦川这么一说，他都不知道该作何表情了。这种事情又不是我能决定的。秦川摊了摊手，那可是我的侄子，哎，我能盼着他早死吗？至于这破解之法吗？老朱，你这是……看见朱元璋从怀中掏出空灵之书翻开，我干！你这反应咋这么快啊？老弟，既然我能从你这儿的罐子能开出如此多匪夷所思的仙宝，那么一定能开出起死回生的仙丹出来。说完，将3张银票放在桌上，斩钉截铁地说道：我要开罐子。秦川大袖一挥，罐子刚出现，就被朱元璋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响叮当之势全都砸碎了。3个白色的光芒让朱元璋脸色难堪到了极点。那啥，白色总比空罐要强一些。秦川出声宽慰道：老弟，能否帮老哥推算下我这儿子多久会死？朱元璋一脸苦涩，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从自己嘴里问出这个奇葩的问题。话落，朱标也是一脸期望地看着他，他现在只希望死亡的时间来得久一点，这样也好让自己尽尽孝道，培养自己的孩子。大概还有10年的光阴。秦川抬头看着天空说道：10年吗？一天3个，1年就是1000多个，10年就是1万多个，咱一定能开出起死回生的丹药。若是真开不出来，大不了用这江山来跟秦川换。想到这里，受伤的心灵才稍微好过一点。那老哥，我这次都开出来什么东西？打火机1个，香皂1个，手电筒1个，都是些实用的东西。你赚不赚我不知道，反正我赢麻了。对了，老弟，你能再帮老哥我算算我这大儿子死后，咱家会出哪些变故？瞧着再次掏出空灵之书的朱元璋，秦川人麻了。我赚个屁呀我！你家会出什么变故？干！你怎么又盯上我了？又想在我这儿做伸手党是不是？那好歹给我来句楼主一生平安啊！求你了，重八哥，少问点问题行不行？不知道反派死于话多吗？老弟，这一刻，朱元璋突然间用嘶哑的声音平静地说道：老哥，我不会让你白算的。说完掏出几张银票放在桌上。秦川挑了挑眉，朱老哥，你当我是什么人了？秦川顿时脸色严峻，低声怒道：秦某人在老哥心中就是这种贪财之辈是吗？朱元璋听完这话顿时满脸失望。可就在这时，秦川却忽然板着脸说道：算命乃偷天之功，这得加钱。你的骄傲呢？你的傲骨呢？心情复杂的朱元璋此刻嘴都被气歪了。刚才是谁说的这么理直气壮来着？好歹是个仙人，要点脸吧。朱元璋黑着脸从袖中又掏出了一叠银票。懂。
老哥，我懂你们这行的风险。秦川喜滋滋地将银票收入囊中，然后投向朱元璋的眼神就变得十分微妙了起来。我干，你这是什么眼神？同情吗？朱元璋感受到这股异样的表情，有股淡淡的忧伤、难受、想哭。咱就想知道我儿朱标死后，大明到底处于什么境况当中。虽然这小子总想着推翻自己的皇位，但是短短几天相处下来，他就给了自己让人垂涎的仙宝和划时代的妙计。他嘴上说着推翻大明，可心底却是最想让大明长存的人。哦，不对，是仙。所以这些事情都是真的了。好，真的让咱大开眼界了。秦川看着一副看透红尘的朱元璋，则是有些同情。送走了一脸心事的朱元璋和朱标，秦川美滋滋的让丫鬟关了府门，自己一个人溜到了书房之中。看着面前从系统那里兑换出来的3个罐子，秦川在心中想到，今日有了朱元璋这个飞球在前，怎么着自己也不可能比他更黑吧。咔嚓，罐子被一个接一个的打破，霎时间金色的光芒接连闪出，将整个书房映照成了金色的海洋。事件任务卡乘3张金色的任务卡漂浮在秦川面前。这罐子还能开出任务卡的，简直离谱。秦川看着面前的金色卡牌，嘴角有些抽搐，希望不要是什么奇葩的任务。事件任务卡效果使用之后，将会随机召唤1人来到使用者面前，完成他的委托之后，根据任务的难易程度，将会获得数额不等的点数。看着自己手中的3张事件任务卡，秦川不由得摸了摸下巴，这又是看脸的东西啊。如果是一个低等级的任务，或者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有跟没有基本没什么区别啊。系统，这玩意儿能回收吗？本系统概不回收任何物品，请悉知。我干，那样的话我就只能用了啊。要是吃力不讨好，那就直接放弃好了。打定主意之后的秦川直接拿过一张事件任务卡，直接使用。丁，事件任务卡已经使用完成，剩余乘2丁，已经挑选到委托人任务之人丁。正在传送委托人来到使用者面前，由于本次委托人的特殊性，如果宿主完成委托人的任务，将会获得双倍的任务点数，并将有机会获得隐藏奖励。请使用者把握住这次机会。紧接着自己从书房陡然置身于一座古朴的宫殿之内，而宫殿的外面是一片浩瀚的星空。好家伙，系统你这是要弄啥子啊？大秦帝国咸阳宫麒麟殿。如今的大秦刚刚灭了6国没多久时间，起兵造反之事在秦国各地时有发生，以致民心不稳。北方匈奴更是蠢蠢欲动，要不是大将军蒙恬带着30万大军驻扎在北方，让匈奴不敢妄动，此时的帝都咸阳绝不会如此安静祥和。诸位爱卿，蒙卿昨日刚刚加急送来的军报，匈奴又有南侵的迹象了。朕打算再派10万大军前往北方，将这次入侵的匈奴全部留在我大秦境内。嬴政目光深沉，语气冰冷地说道。就在此时，轰隆隆，天空之中突然响起了阵阵惊雷，紧接着9天之上骤然浮现出金色的祥云，仙乐阵阵，甚至隐约间有仙气弥漫。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嬴政皱眉问道。报，一个甲士急冲冲地走进殿内，启奏陛下，有祥瑞现世。什么？嬴政猛地站起身来，提着龙袍就往外面奔去，大臣们也纷纷跟着走出了麒麟殿。这真是祥瑞啊！一定是陛下一统6国，结束100年战乱，感动了上天，这才赐下祥瑞。臣等恭喜陛下，贺喜陛下！大臣们一个个脸上都带着激动的神色。生在这个轰轰烈烈的时代，人人与有荣焉啊！嬴政脸上也是带着自豪的笑意。寡人嬴政在此，还望先人出来一见。话音落下，唰！云朵之中一道金色的光柱投下，将嬴政笼罩，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就这么消失了。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界限的秦始皇嬴政就这么站在了秦川的面前。系统，你他妈整这么大！秦始皇人家一辈子只求长生，我上哪儿去满足他？这就是仙人居住的地方？这就是仙人吗？那是一个怎样的少年？俊美的容颜，挺拔的身材，举手投足间仿若天成。这让初次见到秦川的嬴政顿时心生好感。寡人嬴政见过仙人。秦川努力不让自己脸上的表情崩掉，淡然地说道。不用如此多礼，既然你能来到这里，便是有缘之人。说吧，你可有什么心愿？寡人想要仙人赐下长生不老药。没做任何思考，基于本能的反应，嬴政满脸激动地看着秦川。他之所以重用方士徐福，让他为自己炼制仙丹，不就是为了能够长生不老吗？如今自己朝思暮想的东西就在眼前，
即便以嬴政的心性，也无法做到心如止水。我干，长生不老药。秦川看了一眼嬴政，你现在功绩不足以让我给你赐下这等仙药，还是换一个吧。一统六国也不足以吗？嬴政有些不可置信地问道。秦川轻轻地摇了摇头，好家伙，那你让寡人说个屁啊！如今匈奴趁着冬季想要南下入侵我大秦，先人可否让我大秦兵不血刃地拿下匈奴大军？既然如此，嬴政也只能退而求其次，毕竟如今的秦国绝大多数的大军陷在了百越，无法抽身出来。就算凭着蒙清手上30万大军加上朕派去的10万增援，能够打赢这场战争，那也绝对是一场杀敌1000自损800的局面。可在嬴政期待的目光中，秦川缓缓地点了点头。叮，事件已签订，使用者完成任务，奖励点数5000点，并可以自由进入秦朝。既然如此，那便随我回大秦吧。不是，这就回去了？不请寡人坐坐吗？头脑还有些发懵的嬴政云里雾里的跟着秦川又回到了大秦时代。陛下！耳边传来的惊呼声让嬴政循声看去，怎么这帮人变小了？等等，朕为何感觉胯下凉凉的？嬴政这才仔细打量起自己的周围，这才发现他和秦川居然飘在天空之上，准确点来说，是秦川提着他的手，让他浮在空中。诸位爱卿莫慌，寡人带着仙人回来了。嬴政高声对着下方喊完，转头看着秦川说道：仙人，咱们能下去了吗？寡人恐高啊。秦川点了点头，下一刻他们便出现在了百官面前。臣等见过仙人，见过陛下。大秦时代，北方草原，一望无际的光点遍布了整片草原，光点是一堆堆的篝火，而篝火周围是密密麻麻的帐篷。这是匈奴南下的大军，此刻已经离大秦的北地郡不足100里了。若是他们想，随时都可以踏马南下。门客来信了没有？深夜中，一个彪形壮汉从一座巨大的帐篷走了出来，高声问道：回单于，没有来信。帐篷外守卫单膝跪地，看向匈奴单于头曼回道：头曼冷哼一声，愤然转身回到帐篷内。而帐篷内5、6名赤裸的女子正在陪着3名匈奴男子。等此件事了了，我要杀了他。头曼目光中满是杀意。关键时候，蒙克那个家伙居然没有按照事先约好的计划行动。那家伙不知道挡住那30万蒙家军对此次的计划尤为重要吗？自己明明说过必须按时到达，然后拖住他们，自己这边引兵南下。秦始皇居然把大秦朝的绝大多数军队派去百越，真是好高骛远。当然，这对于自己是好事儿，不然自己哪有机会呢？单于，我想那家伙的信使应该在路上了。一名男子站起身来说道：那家伙当初从蒙恬手中捡回条命，这一次有报仇的机会，怎么可能忍得住呢？头曼单于没有说话，算是默认了这个说法。不管明日有没有消息，都引兵南下，这次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帐内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南方，那是他们长达10年都未曾踏足的土地了，上面有无数他们想要抢夺的东西。咸阳城麒麟殿。陛下，您这么着急找末将来做什么？王翦急匆匆地从外面走进来问道：莫非是北方匈奴有异动了不成？王翦看着殿内站着的人，再联想到最近在秦国高层传播的事情。没错，朕没想到他们居然先动了。嬴政揉了揉眉头，颇感头疼。都自己看看吧。李斯率先接过奏报，赶忙打开，面部瞬间扭曲了，像是被什么给激怒了一样。岂有此理！狗胆的匈奴居然敢屠城！王翦接过奏报，脸上顿时浮现了愤怒的神色。陛下，末将请战，末将要让他们血债血偿。王翦恨不得现在就处在前线，然后领着秦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屠杀他们的牧民。约12万匈奴铁骑挡住了蒙恬大军，让他们无法抽出兵马出来。另一处约20万匈奴大军已经连破3城了。看样子匈奴是早有准备了。冯续集出言道。可如今骑兵3件套才刚刚吩咐下去，只能拿出不足1000套。李斯此刻也是十分头疼。臣建议下令各地坚壁清野，死守城池，拖出半个月的时间，让我们准备好一切。匈奴的突袭完全打乱了大秦的计划。原本只要等到骑兵3件套装备大秦铁骑，同时从百越抽出30万大军，便能在这场对匈奴的战争中占据绝对主动权。现在仓促迎战之下，即便能胜也是惨胜。更为关键的是，至少1、2年不能对匈奴用兵了，这才是关键。丞相不能再等了，
再等匈奴都要打到咸阳了。王翦愤然说道：“匈奴入侵，岂能一味防守？”此刻，王翦身上散发出的冷意让李斯感到一阵胆寒。王翦上前一步说道：“末将愿意披挂上马，让匈奴再见识下大秦的刀有多快。”嬴政用手指敲击着面前的木桌，像是在权衡什么。不用等了，匈奴要战，那便站好了。秦川突然出现在大殿内，看着嬴政说道：“寡人见过先人，见过先人。好一个你要战那便战！”王翦心潮澎湃地握了握拳头。既然如此，那就战吧。嬴政站起身来说道：“诸位听令吧。”我哪个先等等？秦川出声打断道：“上天有好生之德，晚一秒就会有大秦的子民遭到屠戮。哪位将军愿意随我先去战场？某愿望。”王翦当即站了出来。既如此，那就跟我走吧。先人是要只身前往？嬴政不确定地问道。要不跟随大军一起？吾曾一身转战3000里，一剑曾当100万师，区区数十万匈奴而已。秦川大袖一挥，直接带着王翦消失在麒麟殿内，留给众人一个潇洒的背影。轰隆隆，飞奔的马蹄有如无数根鼓槌敲响大地，发出震耳的轰隆声。北地郡的守将抬眼望去，只见城外烟尘滚滚，3万匈奴先锋骑兵吆喝着朝着北地郡狂奔而来。守在城墙上的守军们都有些慌了。匈奴人怎么来得这么快？是啊，我们根本守不住多久，守不住也要守，要是让他们破了城，他们就会睡我们的娘们儿，杀我们的娃。匈奴本阵中有数千骑兵快速奔向城池，马蹄踏起一阵烟尘，将手中那黑溜溜的物石扔进城墙上，然后快速往本阵奔去。是雍城的将士。一名守将接住一个物石，定睛一看，竟是人头，其余都不用再看，也知道是留在上一座城池的兄弟们。众人虽然知道他已遭了不幸，但亲眼看见他们的人头，也不禁怒火冲天，投降不杀。匈奴先锋大将巴图抽出腰刀，身后的勇士们也做出同样的动作，雪亮的刀光在早晨的阳光中发出一片耀眼的光芒。就在此时，什么人？秦川与王翦出现在城头上，看着城下刚列完阵匈奴，松了口气，还好来得还算及时。武吴城侯，他们中有人曾跟随过王翦，不可置信，不是说武城侯已经年迈，不能再披甲上阵了吗？正是本侯。王翦正色说道：“与本侯一同出城杀敌。”怒！杀！杀！杀！喊叫声响彻了整个城头。他们回想起自己年轻岁月，那时的大秦在黑色玄鸟旗帜的指引下和王翦的带领下，攻破了一座又一座的城池，让大秦的威名传播四海。这次也一定如此。将军，还是坐镇这里吧，让我去吧。这就是沙场吗？以前秦川只能从史书和影视剧中看到，只是一个过客，感受并不强烈，而如今亲眼目睹，自然是心潮澎湃。说到底，他前世只是一个普通人，且处在世界上最和平的国度，今日这种场面可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王翦有些犹豫，先人要是出什么问题，他可是担当不起。喂，好久没活动筋骨了，劳烦武城侯替我温杯酒，我去就来。不待王翦说完，秦川便消失在城头上。秦川的身影出现在这3万匈奴铁骑的面前。匈奴先锋大将巴图皱着眉头看着走上前的秦川：“亲人，你该不会是想一个人来挡我们3万铁骑的吧？”呵呵，身后的匈奴兵士纷纷哄堂大笑。在战场上，个人的勇武不会有太大的作用，所以对于从城内走出来的秦川，匈奴没人放在心上。他们足足有3万多人，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他了。恭喜你，猜对了。秦川笑着说道：“作为奖励，就让我送你们去见你们的长生天吧。”哈哈，我欣赏你的勇气。如果你现在投降，加入我们匈奴的话，我可以给你个百夫长当当。等你上钩了，我再慢慢折磨你，瞧着细嫩肉的。呵呵，秦川冷笑一声：“百夫长？什么玩意儿？朱元璋的天使我都没看上，你晓不晓得？”别废话了，要么下马受降，要么死。秦川平静的话语中带着无尽的杀意，清晰地传到了每一个匈奴骑兵的耳中。你们在场的诸位，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垃圾。秦川达到炼神还虚的境界后，实力得到了质的飞跃，可以用自己的意志操纵天地间的能量，展现天地之威，说句陆地神仙也不为过。他很想知道现在的自己有多强。狂妄，区区一个人居然敢出此狂言！你不要不识抬举，真以为你能对抗我们3万铁骑？
老子要把你的头颅拧下来当夜壶用。很明显，秦川狂妄的话语直接将在场的匈奴都激怒了。开什么玩笑，你不过只有一个人，再能打能杀得了多少人？不知道我们刚刚血洗了3座城池了吗？不知悔改的东西，那就都去死吧！刹那间，冰冷刺骨的杀意从秦川身上喷涌而出，3万匈奴铁骑在这一刻仿佛置身于冰天雪地之中，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本能地升起一股恐惧感。杀了他！全军冲锋！巴图顿时心头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似乎这个秦人真的能够一人杀光他们所有人，不能再等了。3万名匈奴战士的齐声高呼，汇成一股地动山摇的呐喊：冲！这一声高吼激烈浑厚，几乎在顷刻之间就席卷了整个天地。在秦川的眼里，数万名匈奴的集体冲击带着一股悲壮的味道，还有一种英雄末路的感觉。但就是这种感觉却能让敌人胆寒，如同在乌江边包围了项王的汉军。看着那个孤独的无敌霸王，数千人围攻却无法打倒他。无数的匈奴士兵愿意跟随着自己的首领去冲锋，即使那是一段死亡之旅，但他们毫不畏惧，也不退缩，而是一往无前，直至战死沙场。这就是一种英雄的力量。秦人中有英雄，匈奴人同样也有英雄。既然如此，那么就杀死这些异族英雄吧。秦川的心里非常平静，缓缓凌空而起，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看见凌空站立，一股荡漾着波纹的金色墙面出现在了他的身后。秦川的长发随风飘荡，气势还在不断的攀升。匈奴骑兵再次感受到秦川那无尽的杀意，顿时一个机灵。冲锋中的匈奴骑兵觉得周围的空气变得越来越稀少，呼吸也越来越困难，而且背上仿佛背了1000斤重的担子，让自己前进的步伐越来越慢。金色的墙面上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金色漩涡，漩涡上面有金色剑柄伸出，大地开始出现一道道裂纹，甚至空间都变得有些扭曲。逃！这个念头几乎在所有匈奴骑兵的心头升起，但是已经晚了，时间在这一刻仿佛被定格了一般。他真能杀死我们？匈奴们心头生出这个念头，也第一次体验到了那种无力感，无论如何挣扎都没有办法逃脱，只能静静的等死。去！一瞬间，金色的墙面内冲出漫天的金色光线，如同雨点般射向了匈奴大军。噗噗噗！沉闷的声音霎时间响彻了整片战场。匈奴人打造的盔甲在金色剑气的面前显得无比脆弱，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他的使用者便直接被一劈两半了。我这是出最贵的装备，打最少的伤害，是吗？看着底下的匈奴大约还残存了几千人躺在地上哀嚎，秦川忍不住吐槽了自己一下。算了，补个刀吧。如今这种级别的攻击，自己来个10几下都没有问题。就当秦川准备再次释放一次的时候，耳边响起了系统的提示：宿主住手吧，你再来一次，我们都要滚回原来的时代了。还有这种好事？我回现代社会，是大明时代。嗨嗨可！巴图挣扎着从尸堆中站了起来，举目望去，见到了自己一生都无法忘记的画面。咕噜！巴图直接跪在了地上。这怎么可能？怎么能够做到这种地步？这还是人吗？我们到底在跟什么人在战斗啊？无尽的恐惧感袭上他的心头。面对这样的秦人，别说是3万大军了，你就算把匈奴人全都拉上来都不够人家打的。这场战争根本不可能赢。投降！必须马上投降！如何？现在服了吗？看着出现在眼前的斜角，巴图颤巍巍地抬起头，看着站在自己面前。长发无风自动，身体周围闪现出若有若无的金色光芒。居高临下看着自己的秦川，眼中尽是恐惧的神色。小人知错了，还望仙人饶命啊！跪倒在秦川面前，巴图心中没有任何的反抗之心，这不能怪自己。经过刚才的事情，他心里明白，这位想要杀光他们30万大军，简直就跟喝水一样简单。螳臂当车的下场就只有死无葬身之地，只有投降他，投降大秦，才是眼下匈奴最好的出路。不然，只怕是匈奴之名会就此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守城的秦军们颤抖望着眼前的这一幕，三观直接崩掉了。这就是仙人的力量吗？我这不是在做梦吗？城头上的秦军此刻也是呆若木鸡的表情，开什么玩笑，就只是动了下手指而已，直接将3万匈奴消灭的差不多了。这也只有传说中的仙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了。呼啦啦，除了王翦之外，所有的秦军都跪在了城头之上，
向着秦川所在的方向，宛如朝拜神仙一般，然后高喊出：“仙人无敌，大秦无敌！”而秦川这边，我愿意率领我的族人臣服于仙人，没有丝毫犹豫。巴图直接当了反骨仔。什么？你跟我说单于同曼，还是让那个垃圾去死吧？秦川毫无情感地望着他，淡淡地说道：“可你们先为大秦的奴隶，这场大战你们表现好的话，可以脱离奴籍，入大秦户籍，世代享我的保护。反正自己已经不能够再次出手了，那么尽可能的帮助下大秦吧。”这些幸存的匈奴骑兵在亲身验证过自己的实力之后，已经完全屈服于自己的力量了。遵先人法旨，巴图此时宛如一条哈巴狗一般匍匐在秦川面前。至于尊严、地位，直接在秦川的那一击之下支离破碎了。活着才是王道，收拢你的族人吧。是，仙人。趁着巴图明在收集残部的时候，秦川赶紧呼叫了系统。为什么我不能出手啦？因为宿主不是这个时代的人。宿主可以从文化、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时代的改变，但是不允许动用个人武力直接干预，否则会被这个时代所排斥。我要这铁棒啊，不对，我要这力量有何用？除非宿主的实力可以达到抗衡世界的水平。系统沉默了一会儿，给出了一个答案：抗衡世界？我他妈有病！就在此时，巴图已经将残余的匈奴骑兵列好了队，走到了秦川面前，跪下之后讨好的禀报道：“启禀仙人，我等4000草原勇士愿为仙人赴死。”我等愿为仙人赴死。身后的匈奴骑兵呼啦啦的全跪下了，叫爸爸。秦川突然恶作剧起来：“爸爸？为什么这2个字听起来那么别扭和古怪呢？怪就怪吧，仙人爱听就行。”于是我等愿为仙人爸爸赴死。巴图第一个喊了出来。秦川不满意的摇了摇头：“不要说那么多，就爸爸牛逼4个字。行吧，都填到这份上了，也无所谓了。”爸爸牛逼啊！舒服的呻吟声从秦爸爸的嘴里传了出来。剩余的儿子们看自己的首领都叫了，一个个迫不及待地跟着大喊：“爸爸牛逼！爸爸牛逼！”喊声震天响，匈奴骑兵的每一句叫声，秦爸爸都会从心底发出一声舒坦的呻吟声。王翦听着战场上传来的声音，疑惑地皱起了眉头，为何简简单单的4个字，居然能让仙人如此享受？莫非这是仙界用来朝拜的用语？一定是如此了，不然为何仙人如此着魔？既然如此，仙人回来了，我们也这样喊一喊。对了，这事儿还要告知陛下。爸爸牛逼，记下了。既然如此，你们就去北地郡城下驻扎吧。说话刚落，巴图只见秦川的身影便消失在他的面前，一个呼吸的时间便出现在了北地郡的城头之上。武成侯，我回来了。秦川面色温和地说道。如果让巴图看到秦川脸上的面容，一定会问一句：是我不配守护仙人的笑容吗？你要如此冷漠地对我？爸，武成侯，你就算了，咱们之间不用如此。秦川手虚扶一下，就将准备行下跪之礼的王翦扶起。你倒是想叫我，他们也不敢听啊。对于历史上的名人，秦川还是能保持着足够的尊重的。仙人，那些匈奴是怎么回事？看着往城池走来的匈奴骑兵，王翦出声问道。他们啊，秦川头都没回地解释道，在他们领头的巴图的带领下，已经归顺大秦了。放心，在见识到我的力量之后，他们不会再有反心。而且这是你们凡人之间的战争，我不能插手过多，只能帮你们到这儿了。如果不是自己没办法抗衡这个世界，说不定真的会尝试下自身转战3000里，一剑曾挡100万师。谢仙人。王翦重重地对着秦川施了一个礼。其实他也不希望秦川一人灭一国，这样会让大秦的将士们产生惰性，会理所应当地认为敌人交给仙人就好了。我们只需要站在一旁欢呼就完了。如此一来，若是有一天秦川不再庇佑大秦，那么大秦不出3年必亡。跟我下去吧，我感觉我在这个世界已经待不了多长时间了。自从刚才施展了那惊世一击，秦川身体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一股排斥感，好像要将自己赶出这个世界。你过来。带着王翦来到城门前，秦川招了招手，巴图赶忙跑到跟前，然后跪在了秦川面前。这是大秦的武成侯，你们以后听他号令，如有不从。秦川伸出手，一道光柱从掌心喷涌而出，直接将远处的一座山峰直接轰平了。不允许我杀人，还不允许我装逼吗？巴图，明白了吗？秦川冷冷地看着巴图，巴图赶忙点头，生怕晚了一秒就被秦川给咔嚓了。那股排斥感越来越强烈了，秦川皱了皱眉头。既然如此，
那我就先回仙界去了。有事让你们陛下找我。在被这个世界传走的最后一秒，秦川在王翦体内留下了一道能量，可以帮他抵御3次致命一击。不怕1万，就怕万一。万事苟一手，活到99。秦川的世界顿时陷入了黑暗。等再次见到光的时候，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大明的时代。我这就回来了。秦川有些郁闷，不爽地问道：“那系统，我那任务算是完成了还是没完成？”正在进行中。这不对呀，我到大秦时代也有2天时间了，在大明时代居然才过去半个时辰。秦川看了看摆在书桌前的沙漏，秦川有些惊讶，看来不同的时刻时间流速是不一样的。像是想到什么一般，秦川摸了摸下巴，掏出第2张任务卡，直接捏碎。秦川直接又回到了见秦始皇的那个宫殿，一道关门缓缓浮现在宫殿之内。叮，事件任务卡已经使用完成，剩余 X1。叮，已经挑选到委托人任务之人。叮，正在传送委托人来到使用者面前。大明帝国帝都北京，巍巍大城，覆压300余里，齐整严谨，宽阔平正，犹如巨大的棋盘横亘在天地之间。距离塔山一战已经过去了月余的时间了，陛下，你已经1天滴水未进，这样下去龙体会垮掉的，大明还指望您呢。御书房内，周皇后端着饭菜看着沉默不语的崇祯，出声劝慰道：“朕如何能吃得下？”崇祯愁眉苦脸地说道：“如今大明已经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了，是朕让先祖的荣光蒙尘了。在这个时间线里，大明帝国的轨迹已经出现了一丝变化，延续了1年余年，但是有没有逃离历史原本的车轨？最后的地位还是传到了崇祯手中。来驾，朕要去天师庙。”作为大明帝国皇位的继承人，他知晓当年太祖爷时期隐藏的秘密，这些只有历代皇帝才有资格知晓。百战百胜的铁浮屠，空灵之书，乃至于传说中仙人下凡成为大明天师的秦川，只是地球仪、红薯这些东西并没有出现在这条时间线上。不多时，崇祯皇帝便在车辇上看见了一座庙，天师庙。这是大明太祖朱元璋所建，也是当时无数大明百姓心中的精神寄托。然后便随着时间流逝，和大明帝国日益的衰落，大明皇帝已经有100余年没来祭拜了，只让宫中的仆役们日常打扫。如今天师秦川已然成了崇祯心中最后的救命稻草。崇祯从车辇中下来，直接踏步走了进去，无比虔诚和恭敬地跪在了秦川的雕像面前。大明朱是子孙朱由检，拜见天师。即便是数百年来大明的皇帝没来祭拜过，但是每一任皇帝都没有忘记代代流传下来的祖训。天师乃是大明的恩人，除太祖外的历代大明皇帝必须以师徒之礼对待。看着秦川的雕像，崇祯不由回想了当初大明的辉煌，宛如天上的烈日，耀眼的让人无法直视。太祖驱除鞑虏，再造汉人衣冠，明军所到之处，敌人无不见日月王旗而向，无人敢阻挡大明的步伐，一切试图阻挡的都被大明的铁蹄所践踏。那时大明的疆土何其之大，凡日月所照，皆是巍巍明土。相比之下，如今的大明可就惨多了。不要说开疆拓土了，就连北方的鞑子都无法战胜，被他们按在地上暴锤。如今时代已经不同了，这也就是大明皇帝100余年来不来祭拜的原因，因为他们心里清楚，如果祭拜有用的话，天师早就降临了，大明也不至于是这般田地。但是崇祯已经走投无路了，恳请天师显灵，再次庇佑我大明。就在这次，高大的雕像的双目突然绽放出一阵金光，将天师庙映照成金色。一道关门出现在了崇祯面前。这是崇祯开着眼前的变化，脸上由惊愕变成狂喜，浑身激动地颤抖起来。一定是天师听到了朕的呼唤，一定是。想也没想的直接起身冲进了光门。而此时秦川正百无聊赖地看着没有任何变化的光门，愣住了。搞什么飞机？这么久了，咋还没人过来？莫不是死在半路上了？而此刻金陵皇城，陛下，马车备好了。朱元璋沉思片刻，直接拔出了禁军的腰刀，直接将套在马上的绳索砍断，直接一跃，纵马就往皇城外面走去。就在这时，光门突然荡起了波纹。秦川打起精神起来，知道客人来了。
也不知道来的是谁。下一刻，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界限的朱由检出现在了秦川面前。大明末代皇帝朱由检来了。秦川看着朱由检，淡淡的说道。朱由检来不及打量四周，听了秦川呼唤，赶忙恭敬的走上前来，心情激动，颤抖的说道：“弟子朱由检见过天师。”秦川头顶缓缓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搞什么东西啊？我啥时候成了你们大明的天师了？我咋不知道？我是算发现了我跟你们朱家这事儿是杠上了啊。来，跟我说说现在大明是个什么情况？秦川揉了揉眉间，弄清楚状况再说。如今大明危在旦夕，时刻都有亡国的可能。朱由检有些尴尬，但又无可奈何。昔日强盛的大明帝国，居然沦到如此地步，当真是世事无常啊！若不是天师显灵，恐怕自己真的要成为亡国之君了。毕竟大明的精锐已经在塔山一战消耗殆尽了。秦川皱着眉头不发一言。既然是叫我天师，那么应该是跟我处在同一时间线上，怎么可能还会毁在朱由检手上？你朱由检当真是个亡国之君，要是这个时代的朱元璋知道了，只怕是会把这位活活打死吧。坐吧。秦川大袖一挥，在朱由检身后出现了2把椅子。得到了秦川的许可，朱由检也没推脱，便直接坐了下来。天师，您为何不坐？朱由检指了指一旁的座位，小心的询问道。哦，那不是给我准备？秦川有些不怀好意的望着朱由检，自己已经到了炼神还虚的境界，心神一动，方圆百里的动静都逃不过自己的神识。朱元璋已经到了府门，正在朝着书房走来。那是给你先祖的做的，他马上也要来了。秦川颇有一种看热闹不嫌事大，语气渐渐的说道。先祖？难不成是？朱由检一愣，随后感受到一股打量的目光，他赶忙转头看去，一名气势不凡的青年的正在朝这边走来。老弟，没想到你这书房内居然是这般模样，莫不是天宫吧？朱元璋皮笑肉不笑的走了上来，一边走还一边打量着周围。没想到啊，外面看着稀松平常的书房，内地里确实这样的。这位是……朱元璋看着坐着的朱由检，本来以为是天界中人，但是看到他身上穿着的皇帝常服，就知道不是了。这莫非是其他王朝的皇帝？这人跟你可是关系非同一般。和我有关系？朱元璋一脸的黑人问号，随后他将目光看向坐立不安的朱由检，与自己颇有几分相似之处，莫不是……这莫非是咱的孙子长大之后的模样？是彪儿的儿子不成？我只能说你猜到点子上了。秦川笑着摇了摇头，就是你朱元璋本事再大，也不可能猜到朱由检和他的关系，毕竟这两人中间隔了几百年呢。还是你自己说吧。说完就得挨最毒的打了。朱氏后代子孙朱由检，见过太祖爷爷，我乃是如今的未来300年后的大明皇帝。朱由检恭恭敬敬对着朱元璋说道。站在他面前的男人可是他的祖先，也是大明帝国的开创者。虽然看上去年轻，想必是吃了活力丹的原因，但依旧无法让人忽视下他身上那股帝王的气势，比起自己要强盛不知多少。果然人和人是不同的。300年后的大明皇帝？朱元璋听完顿时不自觉地提高了自己说话的音量。自己没听错吧？本来以为和自己长得有些像的孩子是自己的孙子，没想到居然是300年后的大明皇帝。不用吃惊，也不用怀疑，他说的都是真的。这朱元璋此刻也有些大脑短路，咱不是不信，自己有些难以想象罢了。如果放在平时，有人跟他说他来自300年后的大明，朱元璋绝对会让人拖下去把他给咔嚓掉。只是在秦川这里也由不得他不信，别说是自己的后代了，就是自己的爹在这里，自己也都会信。坐吧，你的椅子我早就给你备好了。朱元璋也是没有客气，直接坐下了，狠狠拍了拍朱由检的肩膀。来的正是时候啊，自己正愁不知道未来的大明会是什么样子，结果给自己送来一本活着的历史书，正好啊，咱还真是有很多问题要问问他。朱由检满脸苦涩，正襟危坐，宛如等待被老师点名的学生一样。太祖爷爷，我觉得你还是不要问了，我真是太难了，我只是想见天师一个人了，您来搞什么？揍我吗？哇，你叫什么？回禀太祖爷爷，我叫朱由检，年号崇祯。来，大声的告诉咱，
如今的大明是不是已经把日月王旗查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了？这怎么回事？这般婆婆妈妈。看着朱由检吞吞吐吐的模样，朱元璋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如今的大明拥有可以让百姓吃饱肚子的红薯，有所向无敌的铁浮屠，咱又重回巅峰状态，还有世界地图，更为关键的是有秦川的帮忙，应该可以让大明成为举世无敌的存在了啊！难不成咱的大明还是局限于一隅之地？没道理啊，这4个2家王炸的天胡开局，还能被自己给打得稀碎？咱不信。这大明在祖爷爷在位的时期，大明的王师不断的开疆拓土，但您死后大明就停止了步伐，到如今大明已经快支撑不住了。什么？朱元璋听完陡然提高了音量，脸色漆黑无比。也就是说，咱一死，大明就没了？难道说咱的后代就这么不堪吗？洪武31年，太祖爷爷您因病逝于应天。随后在天师的帮助下，先祖朱标继位称帝，广施仁政，但是没有2年就暴毙在宫中。随后先祖朱允文登基为帝，但是没过多久也突然暴毙，因为没有子嗣。随后拉开了一场长达7年的皇位争夺战，太宗皇帝朱棣最后脱颖而出。虽然太宗皇帝想要恢复大明昔日的荣光，但是那时的大明在内乱中损耗太大，只能勉强维持。但在土木铺一战，英宗和铁浮屠全都战死之后，大明便将何日下，时至今日已矣。朱由检一点点叙述着大明100年来的历史变迁，不由得有些唏嘘。要是我猜到没错的话，朱由检所说的大明帝国一半是受到了我的影响，至于另外一半是没有受到我的影响，所以最终才会导致了这个结局的产生。你儿子朱标在你死后即位称帝，铁浮屠这些事情就表明这个世界曾经受到了我的影响，而地球仪和红薯并没有问世，就说明这个世界刻意抹掉了一些东西。虽然最终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是就结果而言是没有区别的。在朱元璋还处在懵逼之中的时候，秦川便开口解释了起来。在秦川简单易懂的讲解下，两人算是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但是朱元璋的脸色并没有所好转，脸上依旧带着愤怒的神色，自己的后代怎么一个个都如此不争气，实在让自己头疼到了极点。这样一来，自己还怎么放心将大明帝国的万里江山交给他们？一手天胡开局的牌打到最后，居然把一张伞留在手里。老弟，这时候就不要再藏了，能告诉咱是谁灭了咱的大明了吧？朱元璋沉思了片刻，看着秦川问道。崇祯17年，农民军首领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崇祯帝吊死在眉山，同时吴三桂打开山海关，放贱奴入关，打败了李自成，最终统一了中原大地。什么？朕是亡国之君？朱由检一脸诧异，即便是面前是天师秦川和太祖朱元璋，他的脸色也不由得变得有些恼怒起来。好大的狗胆！吴三桂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居然敢投降贱奴！朱由检气的牙齿都要咬爆了。吴三桂自己可是有印象的，他一直以为吴三桂是大明的忠臣，还将他一路升到了总兵的位置。可是他居然背叛了自己，竟敢把贱奴放进来，实在该杀。行，好你个吴三桂，等朕回去就先把你先宰了。朱由检眼中闪过一丝冰冷的杀意。吴三桂已经死了，朕选的。你个没用的东西！朱元璋听了之后，直接一脚踹到了朱由检，语气中带着无尽的怒意。大明居然毁在了贱奴的手里，而且中原大地居然又被金人的后代给统治了，真是气死咱了！朱元璋握紧了拳头，眼中闪着仇恨的目光。先祖，虽然朕希望大明可以千秋万世，但也只是希望大明灭亡。我虽然有罪，但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贱奴能够统治中原，也因为他们比大明强啊！什么玩意儿？朱元璋心中燃起一股怒火，那帮跳梁小丑也配称得上强者？你个不孝子孙！想到后代子孙又将回到被贱奴蹂躏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作为大明帝国的开创者，此刻内心是无比愤怒。秦川站在一旁，突然间开口说道：扬州3日，贱奴屠杀了百姓超过数十万之多。嘉定3屠，贱奴喊出了留变不留头的口号，亦屠杀了数十万的无辜百姓。贱奴入关以来，数年光阴，大明的百姓少了何止100万，而且在100年之后，也将带给这片土地新的灾难。什么？朱由检没想到贱奴入关竟然给中原大地带来了这么大的灾祸。扑通！刚刚站起来的朱由检再也支撑不住了，直接跪在了地上。完了，
朕要背上千古的骂名了。朕对不起你啊，老祖宗。如果有第二次，朕绝对不会在眉山吊死，朕再丢脸也要苟活于世，一定要把贱奴都杀光。此刻朱由检的内心全是怒火，可朱由检也知道目前大明的国力并不强大，所以他渴望着天师秦川可以出手，让大明恢复往日的荣光，还望天师出手重塑我大明的辉煌。朱由检跪在地上，双手作揖，诚恳地说道：天师乃是仙人，仙人之力又岂是那帮贱奴能够阻挡的？只要天师愿意出手相助，自己必定可以将虎视眈眈的贱奴消灭殆尽。混账玩意儿！不待秦川说话，朱元璋直接一个大耳光打了过去。你瞧瞧你，身上哪里有半分骨气？我朱家居然出了你这么个窝囊废！就是天师可以帮你灭了贱奴又如何？明个还会有欧奴、美奴这些。一味的将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在他离开之后，照样会分崩离析。先祖教训的是，不孝子孙朱由检知错了。朱由检打了一个激灵，满色惶恐地说道：先祖这是在提醒自己啊。没错，就算借助了天师的力量，直接干翻了贱奴，并且重新恢复了大明的荣光，又能怎么样呢？自己如今手上没有效忠自己的兵马、文臣以及武将，只要天师一走，宛如草上的露珠，一遇到太阳就会消散。我知道大明能有过去的霸主地位，先祖和天师功不可没，重铸大明的荣光，我辈义不容辞。还望天师赐下铁浮屠，我要亲手那会属于大明的荣光。好家伙，我自乎内心，我需要检验一下你是否拥有恢复大明荣光的能力，并且以你的回答来确认是否需要帮助你。没有能力的人，我是不可能帮助他的。秦川瞥了一眼朱由检，淡淡的说道：你小子要是认识不到自己为什么会亡国，我就是给你重来800遍也不可能恢复大明的荣光的。即便自己扶持了你，重新巩固了大明，用不了几年时间就会被另一波势力给推翻的。那样的话纯属浪费时间了，而且还是吃力不讨好。毕竟罐子给谁都是给，当然怎么省力怎么来。还请天师发问。朱由检满脸慎重地望着秦川。好，我问你，你认为大明在你手里亡国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沉思了一会儿，秦川开口问道。自己知晓历史的走向，本身就已经知道了最为准确的答案，正好考考朱由检是真的没有脑子，还是皇命出不了宫。原因吗？朱由检认真思考着这个问题，他也一直思考到了现在。回禀天师，我认为大明亡国的主要原因是君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秦川小小的脑袋上全是大大的问号。我他妈，你可真好意思说出来啊！我17岁登基，便铲除了以魏忠贤为首的祸害朝堂多年的阉党，之后更是勤于政事，励精图治，可以说除了太祖爷就属我是大明最勤政的皇帝。为了维护大明的统治，我都下过罪己诏。不是我不努力，实在是那帮朝臣们拖了我的后腿。偌大的朝堂竟然找不出一个可以效忠自己、替自己做上不了台面的事情，一个个爱惜自己的羽毛，却忘了身为臣子的本分。朱由检侃侃而谈。秦川望着已经被朱由检话语忽悠的一愣一愣的朱元璋，忍不住以手拂面。好家伙，自己屁本事没有，甩锅的本事倒是一流啊！不要脸，简直不要脸！妈的，这是熟读演员的自由修养了是吗？黑着脸的秦川压下自己想要暴揍朱由检一顿的想法。好了，你别说了。秦川出声打断了他。啊，正说到兴头上的朱由检一脸意犹未尽地看着秦川。既然你如此说，那么我请你来做几道选择题吧，做对了我就帮你。请天师提问。听好了，第一题，多选题，请问大明朝不应该裁撤的机构有哪些？ A. 锦衣卫 B. 内阁 C. 东厂 D. 驿站选吧。我选 B。崇祯想也没想到回答道：这事儿到多选题意味着可以有2个以上的正确答案。秦川没好气地看了他一眼，妈的，大明有你这种卧龙凤雏当真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啊，除了 C 全都是答案。一旁的朱元璋看着如此呆头呆脑的朱由检，忍不住大声说道：真的，要不是自己吃了活力丹，指不定这时候就被这不孝子孙给气死了。锦衣卫怎么能裁撤？朱元璋一巴掌打在了朱由检的后脑勺。没了锦衣卫，处在皇宫内的皇帝就是个聋子和瞎子，任凭大臣描述外面的世界，而且还能监察百官，
防止他们沆瀣一气，欺瞒皇帝。那我选 A 和 B。朱由检从善如流，他朱元璋又是一个耳光打了过来。驿站呢，把驿站给咱选上。太祖爷，你有所不知，这大明后期驿站散养了太多无用之人，而且不少官员利用驿站挥霍朝廷的钱财。朕裁撤之后，一年可以省下80万两银子呢。看着笑得跟个傻子的朱由检，朱元璋气得直接又是一个耳光打了过去。一个不孝子孙！大明有你这样的君主，能不亡国吗？驿站是什么？是传递军情和物资的机构啊！你居然把这么重要的机构给裁撤了。没了驿站传递军情和大明各地的情报，你如何知道大明境内的情况？难怪你打不过区区的农民起义军，打不过贱奴，不能及时获取消息和传播政令。明天敌人杀进京师，今晚你还以为现在天下太平呢。朱元璋气得暴跳如雷，自己这么英明神武，怎么子孙如此愚不可及？驿站这种机构就是花钱，你也应该养着，你竟然为了区区80万两银子把它给裁撤了。大明的灭亡，现在看来你也是有责任的。我不信，撤裁了驿站，省下来的银子可以用来补贴朝廷开支，这不好吗？驿站能有那么大作用？秦川实在看不下去，淡淡的说道：“朱老哥的回答是正确的。”怎么可能？朱由检面色一变，我不相信裁撤驿站一定是对的。自己裁撤驿站已经有好几年了，现在告诉他裁撤驿站是错误的，那不是在打他的脸吗？而且自己刚刚说的那番话，不得与说谎话连篇吗？他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你确实错了，驿站在各个朝代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你裁撤驿站是开了历史的倒车。而且裁撤驿站让许多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饭碗，反而加入了反抗大明的队伍中去，其中就包括打下北京城的李自成。什么？朱由检被秦川这话震惊到无以复加，自己真的错了，自己裁撤驿站真的是个错误的选择。攻下北京城的李自成居然是被自己亲手逼出来的，那这么说来的话，岂不是自己灭了自己吗？接下来这题听好了，单选题，你是信任了那个群体才会导致朝廷政令混乱的。 A. 太监 B. 边将 C. 外戚 D. 清流官员。朱由检听完狂喜，这不是送分题吗？太监是绝对不可能的，自己都将东厂给关了，怎么可能赋予他们权力呢？外戚更是不可能，虽然自己的老丈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但自己也没有对他们委以重任。至于这清流官员也是不太可能，既然都是清流了，必然是和罪恶不共戴天的，那么答案只能是边将了。也对，要不是自己听信了袁崇焕的5年平辽的鬼话，也不会有京师遭围困，让自己的威望一落千丈。我选 B。 朱由检打定主意后，也就直接给出了答案。错了，秦川摇了摇头地说道，答案其实是 D。 大明朝的清流看似清流，实际上是一群贪腐之人，而且是巨贪。在大明最后的日子里，你这个极为好面子的人，曾为挽救江山社稷做了最后的努力。他放下皇帝之尊，去哀求大臣和亲戚们捐款，给守卫北京城的士兵发军饷。结果是皇亲国戚一毛不拔，满朝文武装疯卖傻，总共募捐了不足20万两的银子。然而等李自成攻陷北京城的时候，在李自成的屠刀下，他们可是整整掏出了几千万的两的银子。什么？几千万两的银子？朱由检被这个数字给吓傻了。自打他登基以来，大明的国库只有几百万两的收入，以至于他为了发出边关的粮饷，只能不断的给百姓加税。该死！他们统统都该死！朱由检状若疯狂地说道。难怪大明的税赋越来越少，合着都是进了你的腰包是吧？要不是你们贪腐，自己会没有银子打造军队。至于被贱奴起脸输出，坏人都是自己当，好处全是你们的。好，当真是好得很。这些清流在背后是商人集团在支持他们，和商人一同吸干了大明的鲜血。这种情况在忽悠你裁撤掉锦衣卫与东厂之后，便更加的肆无忌惮。而且更为过分的是，这些商人中的山西商人长期和贱奴有着交易，为他们提供粮食、武器、铁矿以及情报。朱由检彻底蒙圈了，难怪他们不让自己收商税，自己还以为他们真的是为大明着想，没想到却是为了自己利益，不顾大明的利益，没能向商人收税，自己只能向百姓征税，这才激起老百姓的反抗，才有了李自成后来攻破北京城。最可恨的是，他们居然敢和贱奴做交易，给他们提供物资。难怪以前大明和贱奴打仗，自己这边往往是伤筋动骨，贱奴却是很快恢复过来。自己还纳闷呢，合着是有内鬼是吧？这边的朱由检是恍然大悟，那边
朱元璋已经是被气得不行了。你个不孝子，你居然喜欢养奸臣！朱元璋听完之后被气的是浑身颤抖。咱怎么会有你这种子孙？着实让咱大开眼界，大开眼界呀！没想到，咱是真没想到，自己后代居然穷到要向大臣们乞讨了，这可真是蝎子拉屎，独一份儿。知不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道理啊？做臣子的不给你个皇帝就这么算了吗？哪个皇帝能做到如此窝囊的地步？气死咱了！而另一边，我居然犯下了这么多的错误。朱由检痛苦地抱住了自己的脑袋，这时候的他简直羞愧得要死。作为大明的皇帝，他竟然不知道自己犯下了如此多的错误。关外监奴与李自成的动向和情报，他完全可以利用锦衣卫和东厂去打探。可是他心慈手软，害怕会造成冤假错案，影响了自己明君的称谓，而听信了大臣的建议，取缔了他们。传递情报，运送物资，他可以用驿站，可他自己却为了蝇头小利裁撤了驿站，放着真正的富得流油的贪污大臣，商人们不管不顾，真的是一手好牌，被自己打得稀烂。大明王在自己手里不冤，自己做亡国之君吊死在煤山，活该。朕回去之后一定要改变之前的朝政，更要改变大明灭亡的命运。他要恢复驿站，然后从京城腐败堕落的大臣手中拿出本该属于大明的银子，然后去开驿站，养兵，抚恤天下百姓。失败并不恐怖，做了错误的决定也不是恐怖的。恐怖的事儿知道了是个错误，还不亡羊补牢。获得了这么多消息，朱由检心里已经大概明白了，大明要朝那个方向走了。该说的都已经说得差不多了。秦川的话还没有说完，朱元璋便打断他说道：老弟，今儿个不是还有3个罐子没开吗？咱让给这个不孝子孙了。你脑子瓦特了？这还不到明天呢，我上哪儿去给你整3个罐子啊？系统，你自己惹出来的麻烦，你自己来收拾，总不能又让我回到崇祯所在的朝代，再给贱奴来上那么一下吧。秦川忍不住在心底对着系统说道：我他妈又不是工具人。系统已经发放明日的罐子，请宿主查收。不错，很上道。秦川嘴角终于露出一丝笑意，随后一挥，3个罐子便漂浮在朱由检的面前。朱由检被秦川这一手弄得有些不明所以，给我3个罐子干嘛？这暗示我要破罐子破摔吗？老朱，那你明日可没罐子开了。秦川看着朱元璋说道：罐子？明日？朱由检一脸迷茫，不知道这2位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是出了眼下的境遇，也识趣的没问出心中的疑惑。反正就目前自己的这点家底，这2位好像也看不上，倒是自己很是希望这2位能赐下点什么东西给自己。朱元璋听完这话，一脚直接踹在了朱由检的屁股上，没好气的解释道：这个罐子可以开到仙宝，咱的铁浮屠就是这么来的。听完，朱由检袖子下的双手猛地握起，太令人振奋了，自己竟然拥有了抽取仙元的机会。可是自己只有3次开罐的机会，而以后还能不能见到天师都不一定，一定要开出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啊！朱由检在心底暗自祈祷起来。磨蹭什么呢？你这性子怎么如此犹豫？朱元璋朝着朱由检的后脑勺就试一下，直接敲碎他。犹豫就会败北，不知道吗？这完蛋玩意儿，不知道这罐子可是自己的专属宝贝，要不是看在你是我老朱家的人，咱他们能让给你？面对朱元璋的训骂，朱由检是完全连个屁都不敢放。天师，那我就敲碎了。朱由检胆怯询问。现在这罐子是属于你的东西，你想开就开。是。朱由检拿起罐子，心中紧张极了。朱元璋此刻也走到了他的身旁，全神贯注着。朱由检用力将罐子扔到了地上，罐子外壳破碎，数百道刺目的金光从内部射出来。朱元璋和朱由检都是第一时间抬起手，捂住眼睛。当金光消散以后，一张散发着莹莹光芒的蓝色卡牌静静悬浮在破碎的弹壳中。天师，这是什么？朱由检好奇。神将召唤卡，杀神白起效果，使用之后将会召唤杀神白起，拥有100%的忠诚度。神将卡，这对于缺少人才的皇帝来说，无疑是最为难得的东西。正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拥有着极强能力的人才，并且在忠诚度上能够获得保障，绝对会受到任何皇帝的青睐。更何况如今的大明帝国，在朱由检的骚操作之下，能够拿得出手的人才也没有几个。杀神白起，朱由检完全没有想到，这种卡片可以召唤出秦朝时期的大将白起，远远超越了他可以想象的范围。不得不说，这也就是天师能做到了。
朱由检就对身边缺少能够和剑奴正面交锋的之人感到了一丝头疼。如今这张神将卡的出现，真的是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这道召唤卡该如何使用啊？朱由检有些迫不及待地问道。你只要拿着召唤卡呼唤他的名字，就可以召唤了。朱由检听了直接照做，手握召唤卡，心中感到神奇，然后唤道：白起。轰！一道血色光柱垂落，罡风剧烈，同时伴随着阵阵杀伐之声。朱元璋和朱由检皆是目瞪口呆，这不愧是杀神白起啊！二人对视一眼，皆咽了一口口水。血色光芒散去，一道黑发披散的魁梧身影出现在众人面前。一见到朱由检，他便双手抱拳，半跪在地上：白起拜见吾皇。在系统的限制下，作为召唤者出现的白起，在保留自我的性格之外，对待他的召唤者朱由检是绝对忠诚的。壮士声音洪亮如钟，气血如蛮龙。将军，快请起！朱由检亲自将面前的白起扶起。第一次开罐获得到了神将召唤卡，这让朱由检对自己后续的开罐充满了憧憬。这回没有等朱元璋催促，朱由检直接将第二个罐子砸碎。同样，耀目金光刺出，接着就见一道紫色卡片静静悬浮其上。秦川看了眼色，哎呀，看来朱由检的好运到此为止了。朱由检却不知道这些，他激动万分，急忙取出那悬浮在空中的紫色卡牌。3000神机营将士。明成祖在亲征漠北之战中提出了神机冲居前，马队居后的作战原则。神机营配合步兵、骑兵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火器的应用更趋专业化。神机营也成为明军的一个兵种。该营是京军3大营之一，其余2营是5军营及3000营，装备有火枪、火铳等，后期又添置火绳枪。但是这3000人装备的可不是明朝时期的火枪，而是现代化的冲锋枪，而且还配备了10门榴弹炮。秦川惊讶的下巴都快掉了，这他妈居然只是紫色，离谱，太离谱了！系统，你是不是对颜色存在什么误解？朱由检脸上难掩失望。火枪兵有个锤子用啊！秦川看见朱由检这个样子，就知道他在想什么。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朱由检望着秦川手中的冲锋枪问道。敢问天师，这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这他妈是管制品，抓到是要坐牢的。好在自己现在是在古代，没有这种顾虑，便开口解释起来。这算是一种兵器，名字叫做冲锋枪，和你们常见的刀枪剑戟不同，你们的那叫冷兵器，这东西叫热兵器。这是一种利用推进燃料快速燃烧后产生的高压气体推进发射物的射击武器。秦川拿起一把冲锋枪，填装弹药，打开保险栓。他虽然没摸过，但也在电视上见过，还在游戏里玩过。这种兵器使用起来很简单，只要将枪口对准，然后扣动扳机。秦川将枪口对着地上罐子碎片，接着砰砰砰，枪火吞吐火舌，响声轰轰，疯狂飞射间，地上的罐子碎片顷刻间被射烂。朱元璋2人是头皮一阵发麻，心跳加速，他们何时见过这种牛逼的兵器？神兵，这是神兵啊！朱由检当即不由自由地惊呼了起来。朱元璋虎目圆瞪，感觉跟他一比，咱的铁浮屠瞬间不香了。装备这种武器的军队将会是横扫天下的无敌之军。确实，如果在战场上掌握了这种神器，敌人连近身都做不到，还没等靠近，就会被其中射出来的子弹给打穿。而且这种神兵似乎看起来使用也不难，不像刀剑那样需要长时间的训练，没有丝毫的花里胡哨，对准敌人扣动扳机即可。这种神器在手，岂不是人人将化身万人敌？有这支神机营，你可以轻松的打爆剑奴的狗头了，没有任何难度。秦川实在有点绷不住了，这他妈是作弊啊！大明是系统你的亲儿子是吗？呵呵。朱由检激动地抱着朱元璋说道：先祖，这下我们的大明有救了，等我回去就把皇太极抓了来祭拜你。咱活得好好的，你祭拜是几个意思？让咱早点死是吗？不过他那个时代，咱好像的确不在了。那天师，这榴弹炮是什么？朱由检不懂就问。
这个嘛，你使用的时候就知道。秦川直接卖了个关子。行了，继续开罐吧。是，天师。朱由检深吸了一口气，平复了下激动的心情，看向面前的第3个罐子，直接手起罐落，将它砸碎。又是一道刺眼的金光从罐内闪现出来。秦川眉头微微一跳，偏爱，就这么喜欢大明吗？看样子又是一件厉害的东西啊。朱元璋忍不住笑着说道：“这孙子，当皇帝确实不行，但这运气属实牛逼。”朱由检目光紧紧盯着罐子，金色的光芒瞬间凝聚起来。大雪龙旗3000人，效果使用后能够召唤出3000名拥有战魂的精锐骑兵。大雪龙旗能够借助战魂的力量，爆发出远超出一般骑兵的力量。这是精锐骑兵大雪龙旗，与大明的铁浮屠一般，都是数1数2的强军，都能以1敌10，世所罕见的骑兵部队。这也就算了，这只大雪龙旗可是拥有着战魂的加持，恐怕连铁浮屠都不是他的对手。战魂，这是什么东西啊？朱由检被秦川这话说的有些摸不着头脑。朱元璋毕竟是马上皇帝，莫非这战魂可以激发出大雪龙旗潜力不成？没错。秦川也不藏着掖着，直接点了点头。激发战魂可以提升将士 50% 的反应力， 50% 的力量，战马提升 50% 的速度和耐力。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这支3000人的铁骑可以直接击退10万人。这尼玛修改属性是不是？玩不起。接着转念一想，是自己人啊，那没事了。朱由检二话不说，直接给了自己2巴掌。很疼。这他妈就对了，我不是在做梦啊！前一秒还处于时刻倾覆的处境当中，可是没想到，在天师秦川的帮助下，3000大雪龙旗，3000神机营将士，杀神白起，直接从天崩的开局变成了梦幻开局。只要是自己不是犯了大病，在接下来的时光里，一定可以重振大明的光辉。勾践奴，给朕等着！秦川深深看了一眼朱由检，如今你是要将有将，要兵有兵，而且都是在历史上留下了赫赫大名的，可不要让我失望了。朱由检努力让自己脸上激动的表情变为平静，对着秦川俯首说道：“我必将不会辜负天师太祖的期待，我会让大明再次伟大起来，让大明的王旗再次树立在曾经树立过的地方。日月山河永在，大明江山永在。该准备的东西都给你准备齐全了，你先回去吧。希望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你已经将重铸大明的荣光了。”秦川看向朱由检，淡淡的说道：“距离大明被李自成攻破京师还有4年的时间，时间还很充裕，再加上抽到的这些东西，如果4年后朱由检还是吊死在眉山，那就只能说命该如此了。”是，天师。朱由检脸上一扫颓势，变得自信满满，附身对着秦川说道：“自己目前手中的资源，只要不是自己犯病，基本上中兴大明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在此时，等等，秦川转头看向朱元璋，只见朱元璋从怀中掏出空灵之书，递给了朱由检。这书咱已经不需要了，给你吧，希望你能好好使用，不要辜负了咱的期望。朱由检接过空灵之书，郑重地说道：“由检定不会让太祖爷爷失望，那就回到属于你的时空吧。”秦川话音落下，朱由检感到一股强悍的力量袭来，下一刻便消失在2人的面前，直接送回来了明朝末年。老朱，你咋不把铁浮屠一起交给他？这小子实在是缺乏帝王该有的东西。说到这儿，朱元璋叹了一口气，要不是阴差阳错的回到了现在，只怕大明是救不可救。所以咱得做2手准备，不能将希望全压在他身上。秦川点了点头，确实，大明中后期的皇帝一个个副职业技能点满，皇帝这个主业工作却是一言难尽。大明帝国崇祯时期，天师庙，陛下，您终于回来了。王承恩一见朱由检显现出来，直接哽咽地说道：“大半，你哭什么？你莫不是以为朕寻了短见不成？”朱由检此刻心情是极好的，打趣地说道：“陛下，您……”王承恩擦了擦眼泪，抬头看向朱由检时，也看见了站在朱由检身后的杀神白起。“有刺客，快来保护陛下！”
王承恩直接汗毛都炸了起来，一嗓门就喊了出来。很快，他的脚步声在庙门口响了起来，负责皇城守卫的禁军们急冲冲地赶来，将白起鹰团围住。眼见双方的气氛变得越来越凝重，夹在双方的朱由检开口说道：“都给朕住手！”禁军们面面相觑，还是将刀给收回了刀鞘之中。这是天师赐给朕的猛将，不是什么刺客。听到朱由检的这番话，再想到刚才天师庙的变化，禁军们一个个的呼吸急促了起来。大明有救了！纷纷跪了下来，高呼道：“恭喜陛下，贺喜陛下！”退下吧。是。禁军们纷纷怀着激动的心情退了下去。御书房内，朱由检将最近的军报递给了白起，说道：“剑奴趁着塔山一战的胜利，开始南下了。陛下，臣以为这是大好的时机。”白起看了军报之后，不恼反喜地说道：“哦。”朱由检一脸诧异地看着他：“白将军，莫非有了主意不成？”陛下，请看。白起指着放在御书房内如今大明的地形图。如今剑奴南下，军报上说有数十万之多，那么剑奴的老巢盛京必然没有留下太多的将士把守。我们可以凭借着神机营和大雪龙旗，直接把盛京城拿下。朱由检犹豫了，按他的想法，将大明各地兵将都集合起来，也能有数十万之众，然后配合上大雪龙旗和神机营，寻找皇太极的主力进行决战，一战定胜负。会不会太冒险了？想了想，朱由检还是说出了心中的顾虑。陛下，如今大明的军队面对剑奴已经被打怕了，他们急需一场胜利来鼓舞他们，不然纵然陛下集合了数十万之众，那也是无济于事的，一碰就碎，一战就跪，反而坏事。朱由检摸了摸怀中的空灵之书，直接掏出来就用了起来，沉默半晌之后：“好，朕就依将军之言。”说完便将大雪龙旗安的神机营的召唤卡片递给了白起。大明就全靠将军了，白起定不会辜负陛下信任。白起接过2张卡片，半跪着宣誓般的说道：“事不宜迟，臣这就出发。”好，朕等着将军凯旋的消息。朱由检扶起白起说道。另一边，大明山海关延绵的山路间，一片深翠里夹杂着枯黄，起伏山脉之中，大大小小的营寨上旌旗猎猎，山道上数匹快马奔驰，进出营寨。这里是皇太极的大营，半山腰间视野开阔，可以俯瞰整个山海关。寒风烁烁中，皇太极双手叉腰，虎视眈眈瞪着视线下方的山海关，流下垂涎的口水。望着这座已被自己团团包围的山海关，皇太极心中有着太多的感慨和难以描述的快意。不容易啊！自己的父王以13副仪甲骑兵统一女真，先后征服朝鲜、蒙古，已经40多年了。虽说这中间与大明打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战斗，抢了大量的财物，却始终难以撼动大明的江山。然后如今不一样了，根据山西商人送来的情报，大明已经将北方所有的精锐都葬在了塔山一战上，而南方的明军被李自成的部队给拖住了，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调到北方。自己的机会终于来了，这片大地是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了。吴山贵还没有传来消息吗？皇太极转头看向身后的代善问道。代善是努尔哈赤时期4大执政贝勒之首，后来皇太极登位称帝之后，便被受封和硕里亲王为亲王之首，世袭罔替。还没有，不过我估计快了。这小子是个贪生怕死的玩意儿，如今大明是什么情况，他比我们了解。代善话语中满是轻蔑与不屑，他绝对会打开山海关的大门，放咱们进去的。皇太极笑着极为嚣张，用手指着远方说道：“我们的时代已经来临了，这天下一定会归属我们大清。”山海关内，辽东总兵吴山贵看着皇太极送来的书信，踌躇了良久。这是个艰难的决定，虽然明军北方的大军已经所剩无几了，但也仅仅是北方而已，南方还有一个京师呢。即便是你皇太极再能打，凭借你手上的实力，也最多只可能划江而治。怎么看都觉得不太划算啊，要不再等等看。而此时，辽东境内，一支大约2000人的剑奴骑兵正在护送着粮草，正在赶往山海关。报！前方发现一支明军骑兵，大约3000人左右。就在此时，一名剑奴斥候大声地说道。领头的抬头向前方看去，就看到远处尘土飞扬，一字排开身穿银色盔甲的骑兵，正是白起带领的大雪龙旗。领头的见了，立马下令军队开始集结，准备迎敌。不对啊，这是我大清腹地，怎么会突然出现一支明军呢？一名偏将忍不住发问道。
估计是塔山一战被冲散的迷路的冥狗。领头的丝毫不以为意，我这正犯愁，只能干护送粮这种无聊至极的事情啊！弟兄们，抢人头的机会到了啊！他根本没有把这火明军放在眼里，人数多有个屁用啊！不知道我大清的勇士个个都是1打10的存在吗？剑弩铁骑不成阵，成阵必无敌，这在明末可真不是开玩笑的。冲啊！领头的大喊一声，剑弩骑兵就如同疯狗一般，疯狂地朝着大雪龙骑冲了过来。在他们眼里，大明的骑兵就插标卖首一样，任凭他们砍杀。将军，我们要不要让神机营出来？大雪龙骑的一名偏将发问。白起摇摇头，现在用了对后面的大战不利。神机营是我们的攻陷圣经的秘密武器，必须出其不意。而且对付2000剑弩骑兵，又怎么会用得上他们？我们足可以碾碎他们。一抹浓重的杀意从白起眼中一闪过，他不管越来越近的剑弩人，而是策马看向身后的3000大雪铁骑。将士们，此一战为了大明的荣光，为了陛下的荣耀，诸将得令此战务必全歼这支剑弩骑兵。白起抽出腰刀，迅速下令。得令，得令，得令。随着一声声回复和甲胄摩擦声，3000人的大雪龙骑抖动缰绳，策马朝战场小跑起来，逐渐加速。3000大雪龙骑早就按耐不住，没想到啊，还真有人敢在他们面前冲锋的，当真是不知死活。2000剑弩骑兵看着如同下山猛虎一般冲锋而来的大雪龙骑，隐隐感到有些不妙，好像这回的明军和以往的不太一样啊。狂妄，自寻死路。剑弩骑兵们看着大雪龙骑竟然敢向他们发起冲锋，真的是搞笑。明狗们什么时候有这般勇气了？是我们提不动刀了，还是他们太飘了？给我杀光他们！说完，剑弩骑兵们纷纷张弓搭箭，朝着大雪龙骑就射出一阵凶猛的箭雨。举盾！随着白起一声令下，所有将士纷纷掏出盾牌，当当当，箭足射在盾牌上，发出一阵清脆的响声。该轮到我们了，放箭！白起一声令下，大雪龙骑纷纷收盾举弓，准备射箭。哈哈，我没看错吧？明狗居然要放箭了？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我们就是不动，他们也射不到我们。明末时期明军的战斗力，那绝对是被剑弩看不起的，所以他们根本不怕，因为根本射不准。嗖嗖，只见漫天的箭雨射了过来，有点不对劲儿。大雪龙骑一轮骑射下来，剑弩的骑兵都是死伤了100人之多，剑弩骑兵一个个都蒙圈了。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股大明骑兵和以往见到的大明骑兵不一样啊？剑弩人因为需要打猎为生，箭术高超，几乎是百发百中，而中原人因为是农耕，所以在箭术上面根本比不过剑弩人。大明骑兵都是后天训练出来的，骑马技术并不算高，骑射就更加困难了。连平衡都难保持住，又怎么可能射中目标呢？这他妈还是战五渣的明狗的吗？放箭，举盾，快举盾！这回剑弩骑兵不敢再拖大了，纷纷掏盾，给我冲上去，宰了他们！领头的愤怒的低吼。这一轮死的比前线那场大战死的还要多，即便是打赢了，也不会有太多奖励。飞驰的马蹄如战鼓敲响大地，飘扬的鬃毛似旗帜风中翻飞。轰隆！仿佛2道倾泻而下的山洪狠狠撞击，人体被撞得高高抛起，然后又重重地落在地上。只是落马的骑兵再也没有机会站起来，因为他们头顶上是无数不停落下的马蹄。刀剑与盔甲碰撞的叮当声，旗枪折断的咔嚓声，刀枪刺入人体与马匹的沉闷扑哧声，死伤骑兵的惨叫声，立刻杂乱而绵密地交叠在一起。从天上看去，犹如一根银色巨大箭头般。人马举着精良重甲的大雪龙旗，将对面装备明显不如自己的剑弩骑兵战阵顶得深深地缩回旗阵中，而大雪龙旗的楔尖却依然完整犀利，狠狠扎透了整个剑弩骑兵战阵。剑弩骑兵是越打越心惊，因为他们发现面前的大明骑兵真的和以前不太一样了。以前的大明铁骑3、5个才能打他们一个，现在完全反过来了，他们要3、5个才能压制住一个明军。此消彼长之下，剑弩骑兵被打得节节败退，交手不过1刻钟的时间就已经伤亡过半了。如今剑弩还在战斗的不过只有区区的100人而已，而大明骑兵看上去是毫发无损。这怎么可能？领头的慌了神了，觉得自己是在做梦。大明骑兵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这不可能啊！撤，给我撤，马上撤！领头的高呼一声，带着剑弩的骑兵就要逃走，也不管哪些躺在地上哀嚎的同伴，给我杀光他们！
白起也察觉到他们的意图，大声呼喊道：“速战速决！”